小夫子，刚刚那人是张主播，他来干什么？周唐还惦记着刚才的事。他来找你的。洛平坐下倒了2杯热茶，我看你再和仲离兄商量事情，就把他拦下了。找我干什么？周唐捧起茶杯喝了一口。给你说媒。噗！周唐一口茶水全喷了出来。给我说媒。是啊，他妹妹张雨玲据说是个远近闻名的大美人，又弹得一手好琴。行了，别说了，我没兴趣。从我15岁起，这事就没断过，他们烦不烦啊？不管怎么说，你是皇帝的儿子，谁不想做皇亲国戚呢？洛平道，再者说，张主簿虽然是我们这边的人，但他在扬知州那边的负担也很重，他父亲手握守城重兵，如果与他家结亲，我们倒真是方便许多。周唐眉头紧皱，语气渐冷，不要再动我说这种事情了，烦人。洛平便闭嘴不说。沉默了一会儿，就听外面的雨又下大了。周唐重新喝了一口茶，小夫子，那他临走时跟你说了什么？笑成那样，还脸红，肯定有猫腻。洛平眨了眨眼，啊，你真要知道？说呀。他问我，洛平一副忍笑的表情，眼睛弯弯的带着暧昧，把周唐都看愣了。问你什么？口干舌燥的，又喝一口茶。他问我，王爷你是不是个雏儿？听闻你艳遇很多，他想知道你是不是开过婚了。噗！难得厚脸皮的周唐也脸红了。本王是不是关他什么事？不关他的事，是他家那个妹妹倔得很，非要自己的丈夫也是个雏儿才肯嫁。什么乱七八糟的！咕咚咕咚喝完一壶茶，周唐瞄着洛平说，我就喜欢小夫子你一个，哪有什么艳遇？洛平忽然敛了笑意，只默默地转着茶盏。周唐听见自己心脏扑通扑通的声音。半晌，洛平却没有再提此事。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哗啦啦的雨声掩盖了许多东西。洛平感叹了句，这雨再这么下去，果然是要成灾了。收回目光，他问起正事，你和仲离兄商量了什么？是红金寨有什么动静了吗？周唐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有些失望。小夫子依旧不会回应他，他早该料到，不是他们有什么动向，是我们要主动出击了。时机已经差不多成熟，我们苦苦谋划了3年，挖了他们将近一半的山寨控制权过来，是时候给他们致命一击了。但如果硬碰硬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吃力吧，会有很多损失。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对付山匪只能靠威慑，跟他们讲道理是没用的。洛平还是有些顾虑，红金寨的寨主沈啸不是个好惹的人，这几年我们跟他周旋，吃的亏也不少，他亲自带的山匪据说甚为彪悍，而我们现在还没能摸清那只山匪的深浅。你说的没错，对付山匪只能威慑，那我们就加大威慑的力量。小夫子你的意思是？借兵，借守城的士兵。洛平道，王爷你的侍卫队终究是太单薄了，如果能借到扬知州手中的可调动的兵权，与南山匪两面合击，收服红金寨定然不成问题。杨奇云，周唐冷哼，他要是肯借兵给我，那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洛平沉吟，还有一个办法。什么？你娶了张主簿的妹妹，张将军的女儿，这样的话，为了自己的女婿，张将军至少会把自己的亲卫队借你。周唐脸上发青，我不娶。洛平被他的表情逗乐了，还要揶揄他。外面突然传来急报，王爷出事了，出大事了呀！周唐皱眉，这个手下的性格他了解，平时很少这么急躁，如今慌成这样，恐怕真出了不得了的事。于是他立时打起精神，恢复了正儿八经的王爷该有的样子，沉声道：进来，什么事？王爷，渠山那里爆发大面积泥石流，好几个村庄和城镇都受了灾，现在那边已经乱成一团了。泥石流？周唐一惊，有多少地方受灾了？不知道啊，那边的路不通，没人进得去，也没人出得来。
可是探子跪下连磕了3个响头，王爷，属下求您了，王爷，去救救那边的人吧，我娘她还在那里啊，还有我哥我嫂子他们也是。你快起来，先让我把事情弄清楚。周唐扶起他，知州知道这件事了吗？知道了，但是那边好像束手无策，杨大人也不肯派兵去救，说是正在用兵之时，若这时候派去救援灾民，红巾寨或者南山匪趁火打劫的话，连通方都要完了。混账！居然说这种屁话！周唐忍不住大骂。洛平听了甚是欣慰，王爷，现在当务之急，救人当然是救人。来人啊，召集所有侍卫，即刻随我前往曲山。待洛平走后，他又叫来程管家，小心嘱咐，去通知方先生，南山匪要开始备战了。曲山的灾情很严重，不仅仅是发生了几次泥石流，还有好几个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塌方，山石和泥土堵塞了渠河的河道，又导致上游水位暴涨，整个越州东面陷入了几乎绝望的境地。逃难的百姓拼命想往通方等大城里挤，可他们同时也带来了饥荒和疫病。最先开门放灾民进入的钱桥城已经成了疫病蔓延的温床，城里储备的粮食也不够，没过几天前，桥城就停止了开仓放粮，于是街道上每天都上演着争抢和死亡，惨不忍睹。杨知州主张不开城门，只在城外分发一些粮食给灾民，这一决定得到大多数官员的支持，一些畏惧疫病的百姓也深表同意。然而周唐坚决要求打开城门，在杨知州的闭门政策实行的第5天，为了排除阻力，他再一次站到了扶商台上，点燃了九州木。相比3年前，他的声音更加沉稳，也更加有威慑力。本王知道大家的顾虑，的确，让他们进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便，但不知你们有没有听到，他们日日夜夜在门外的哭喊求助，那样的哀求痛哭，常常让我半夜惊醒。我想大家一定也不忍心眼睁睁看他们受难，毕竟都是我们越州的同胞。请大家摸着良心回答我，如果那其中有你母亲、兄弟、孩子的哭声，你还能这么气定神闲的说不开门吗？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这样的景象真是令本王痛心疾首。如果有一天我们承受了同等的灾难，在城外的是我们，在城内的是他们，你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本王觉得最让人绝望的不是天灾，而是手足同胞们的冷漠相待，大家难道不能将心比心一下吗？台下有人开始骚动，周唐加大攻势。本王可以向大家保证，通方开门之后，绝不会重蹈钱桥城的覆辙。城外杨知州的布施照旧，越王府将在城门口设置救助棚屋，入城的百姓需要在那里接受大夫的检查诊治。为了不给大家带来麻烦，划定北城区，包含越王府在内，为灾民的活动区域，分发水、粮食、衣物等等都在北城区。原本住在北城区的人，如果实在担心，可以闭门不出，也可以暂时搬离，愿意留下帮忙的，就和本王一起救助他们。这番话恩威并施，北城区基本都是周唐的拥护者，见越王以身作则，加之心中感佩，纷纷力挺他的决定。当然也有反对的，杨知州那边就有人站出来嘲讽道，也不知越王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当初你不是还立誓要铲除越州的山匪吗？打是打了几次，可如今非但红巾寨没有被消灭，又冒出来的南山匪，可见王爷您的誓言不怎么可信啊。此话一出，得到了杨知州那一派人的附和。周唐面对质疑毫不退却，冷哼一声道，本王不敢随便居功，敢问这位兄台可知道每年山匪抢劫的案件数是多少？那人被问得愣住了。本王来告诉你，3年前差不多每年要有70多起，而去年造成损失的却只有24起，其中红巾寨参与15起，南山匪参与6起，还有3起是一些小匪寨干的。这样的结果想必还不能使大家满意，那么本王在此恳请大家再给我半年的时间，半年内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不过事情一码归一码，本王倒要问问你，现在天灾当头，你还要挑起人祸，是想让整个越州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吗？那人被他冷如刀锋的眼神狠狠刮了一层皮，缩着头
再也不敢出声。大概是被越王的威严所慑，不知是谁先挑起来的，台下有人高呼起越王的名号，起先只有寥寥几声，到后来越来越响亮。正是这样响亮的声音震开了通方的大门。婷婷和方静也在台下听着，也跟着起哄。前几日他们过来汇报南山匪的近况，结果就被关在城里出不去了，这下总算可以归山，他们的心情也挺好的。婷婷说：“方先生，你有没有觉得王爷越来越会装腔作势了？”方静说：“是啊，他脸皮越来越厚了，什么半夜惊醒，什么痛心疾首，说这种话都不会脸红。要我说，这些话多半是穆全兄教的，他不过是现学现卖。”婷婷说：“而且按他的脾性，一会儿下了台，肯定要向骆先生讨赏，还真是会耍无赖，明明都是他分内的事。”方静说：“哎，这孩子越大，心眼越多，现在连穆全兄都未必治得了他了。你说他这次让我们去做的事，缺不缺德？”婷婷大力点头：“缺，太缺了。”周藏已命人快马加鞭赶赴京城，将请求朝廷拨款赈灾的折子送达皇上手中。折子里详细提及了赈灾银两的用处和每一笔预算。赈灾的银两将在1个月后送达越州。然后周藏命自家的南山匪去抢，要抢得光明正大，还要跟红金寨抢得头破血流，再让他这个越王坐收渔翁之利。这是缺得到他半句也不敢和骆平说。周藏小心遮掩，不曾想骆平却好像早就料到了。通方的城门打开后，越来越多的受灾百姓进入北城区，越王府的大院中支起了连排的棚户供他们居住，几是挤了点，但并不乱。那日越王在扶商台上的慷慨陈词被编成了童谣，在街头巷尾传唱，进城来的百姓都知道是越王给他们争取了活下去的机会，因而他们都对越王敬爱有加。百姓总是这样的，谁对他们好，他们就拥戴谁。不仅如此，为了不给越王添麻烦，他们也努力不让自己变成吃白饭的米虫。青壮的汉子们自发的去帮忙砍树建造棚户，妇女们聚在一起帮忙织补衣物，就连老人和孩子也会帮忙端药送水。渐渐的，通方的百姓发现情况压根没有他们曾经想的那么可怕。灾民没有把疫病带进来，也没有抢得他们断水缺粮，相反的还帮了自己不少的忙，酒家和茶馆的生意也是前所未有的兴隆。但不管怎么说，通方还是有饱和的时候，眼看北城区实在住不下了，周藏开始想其他的办法。他琢磨着往城东再要一些地方，仓促之间不知道怎么入手，于是想找小夫子商量。谁知问遍了王府，竟没人知道骆平的去向，周藏不禁着急起来，正要带上侍卫出门去寻，那人却打着伞，一身狼狈的回来了。看着那贴着脸颊滴水的头发，被淋得湿透的衣裳，还有靴子上大片大片的泥浆，周藏眉头皱了起来，上前握住他的手道：“你又到哪里去了？现在外面这么乱，你不带上几个侍卫，出事了怎么办？”骆平向自己屋里走去，淡淡道：“不妨事，我自有分寸。”周藏有点生气了：“分寸个头！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手有多冷？”骆平一瞥见他的眉梢，便知道他动了几分怒，赶紧顺了他的毛：“好了好了，你也知道我不怎么怕冷的，何况我也没跑多远，急摇的知府来通方看看，我陪他喝了几杯酒，说说话而已。”两人一边说着，一边进了骆平的屋子。骆平看他还有要追问的意思，叹了口气道：“等我换好衣服再跟你说好吗？我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生病。”周藏忽然高兴起来：“你知道就好了，没了你我可不行。小夫子，我来帮你换吧，你看你上次帮我换了，这次换我回礼。”骆平侧身让开他的手，冷着脸道：“有这个闲工夫，还不如去好好想想怎么利用这次机会重挫红金寨。南山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周藏心里咯噔一声，他什么也没敢说过，怎么小夫子会提起？还知道他想利用这次的天灾出手？他怎么知道的？骆平见他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只得在屏风后径自换了起来。换上干爽的衣服走出来，骆平坐下说道：“我猜你
想用朝廷的赈灾款捣鬼吧？生怕洛平要开始说教，周唐赶紧给自己辩护：小夫子，你听我说，我只是让赈灾款到达的过程稍微复杂点，绝不会让他少一钱的。洛平笑了笑：我知道，红巾寨这回抢不过你。当年的南山军也是在这时候清剿红巾寨的，那时候事情闹得很大，也正是这件事情最终奠定了周唐在越州不可撼动的地位。这次无非是殊途同归，而且比上次更有把握。周唐闻言松了一口气：你信我就好。转头看见小夫子的头发还湿着，他拿来布巾给他擦起来：小夫子，你跟吉瑶的知府聊了些什么？洛平知道拒绝也没用，便微微低头，让他更好擦一些。其实他是来暗访的，吉瑶那边的压力也很大，他也在开城门还是不开城门之间犹豫，因为与我相熟，便来问我通方是怎么处理的。那后来怎么说？后来我带他去了趟城外，说服他一定要打开吉瑶的城门，那里还有许多无处可去的灾民，他看了很是不忍。而且北城区也确实承受不了更多人进城了，这时候我们最好是求助于其他地方开门。我今天就是想找你说这个事的，其实通方这么大，再往东要一块地方救济灾民不就行了？我在这座城里也好说话一些，省得你还要多费口舌。不行，这一提议立刻就被洛平否决了。我说过，你要向杨知州借兵，你公然反对他的闭门政策，已经让他很难堪，这时候再问他要地，就是得寸进尺了。现在你不能把他得罪的太狠，知道吗？其实不借助他的力量也未尝不可，这场硬仗我相信南山匪一定拿得下来。重点不是拿不拿得下来，而是要把损失降到最低呀。洛平轻抚周唐停在他肩上的手：南山匪还有侍卫队都是你的心头肉，这3年来我亲眼看着你为他们付出，如果可以，当然是多保存一些实力更好。洛平记得上一世南山军在这一战中虽然取胜了，但伤亡过半，越王因此情绪十分低落，加上接踵而来的惊天之变，一度让他疲于应付。所以这一回，洛平希望他能有更有力的后盾，免除一切后顾之忧。周唐攥紧了他的手，说实话，他嘴上说的那么自信，其实心里也有过动摇。与红巾寨的多次交手，让他明白，那个叫沈六的头目又狡猾又心狠，不是那么容易摆平的对手。这回小夫子给了他信任，反倒让他更加紧张了。小夫子，我突然觉得肩上的担子好重。他低低唤着，弯下腰，把头埋在洛平颈边。感受到他的不安，洛平柔声安慰道：别担心，会有办法的，只要你嘶。周唐撩起他的头发，重重的在他脖子上吮了一口：只要我能牢牢把你拴在身边，就什么事情都应付得来。洛平站起身来道：这几日大家都很忙，请王爷把这些糊涂心思都放一边去。周唐意犹未尽的看着自己准出的那一块红斑隐没在黑发中，一阵躁动，一阵无力。他还从没见过一个人能把刻板、冷然和羞赧融合在一副表情上，可他的小夫子就是可以。他听得那么清楚，在他亲吻时，那人的颈动脉跳动的那样快。然而那份热情仅仅被压抑在了血液里，丝毫没有浮现出来，好像这个人的灵魂和肉体被彼此束缚住了。朝廷的赈灾银两和补给入了越州境内，越王向杨知州提议派兵护送车队，被杨知州断然拒绝。正如洛平所说，杨奇云现在最大的筹码便是守城卫兵的那部分兵权，自然是死咬着不肯松口。周唐无法，只得带领自己的侍卫去护送。彼时南山匪和红巾寨也都瞄上了这块大肥肉，再一次三方对立，交锋一触即发。临行时，周唐嘱咐洛平不要出府，杨知州那边态度不明，外面兵荒马乱，保险起见，他以王爷的身份命令洛平在家里处理事情。洛平应允，让他放心迎战。周唐意气风发的转身之后，洛平却立刻收起了那份顺从。进屋拎出准备好的应急药箱，就要出府，被周唐安排在他身边的2名侍卫出来劝阻，但哪里拗得过他。洛平道：要么跟我走，要么你们留在这儿我自己走，王爷那边
我自会有交代。侍卫纠结了一会儿，讪讪的跟着他出门了。洛平终归是不放心，事情出不得一点点差错，即使知道自己在打仗方面不会有什么用处，他还是想尽量离得更近一点。只是他没有料到，正是自己的这一次执拗，成为了这场战斗的变数。雨停了一会儿，天还是没有放晴。洛平往最靠近官道的那个村落行去，两个侍卫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这里毕竟是交通要道，周围的山体曾做过加固，因此尚未发生严重的灾情。洛平去那座村落落脚，一来是不想自己的出现给越王他们添麻烦，二来是怕他们混战中波及平民百姓，算是防患于未然。他一身布衣，带着个药箱，村里的人看着就觉得是个大夫，十分欢迎。洛平便顺水推舟，说自己和那两个侍卫都是越王派来的，看看这里有什么需要。村长热忱的把他们请进屋，端上来一锅热汤招待。洛平腹中饥饿，也就没跟他客气，和两个侍卫瓜分了热汤，不过最后硬塞给村长一吊钱。不一会儿，外面的雨又下了起来，村长望着哗哗的雨势，很是担忧。今年真是流年不利啊，刚开春就下起这么一场大雨，庄稼可怎么办？还有村西头的炮子山，昨天好像也滑了坡，王贵跟他家在山上种的药材都给冲了下来，作孽哦。洛平安慰道，村长莫急，天灾虽可怕，日子还是要过的，也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至少越王就记着你们呢。这里的事越王都已禀告圣上，皇上也送来了粮食和物资鼎力相助，今年越州的赋税也都免了，放心，我们一定可以渡过难关的。村长听了这话，笑得脸上起褶子，好人啊，王爷他真是个大好人啊。还有先生你也是个大好人啊。村长哪里话，今日没什么动静，想是车队被大雨耽搁了，洛平便暂住在村长家。下午的时候，有几个村民请他看病，多是风寒湿疹之类的常见病，洛平好歹跟南山的赵大夫学过一阵子，尚能应付得来。到了傍晚，不知怎么他有点心浮气躁，给人把脉的时候也心不在焉的。村长看出来了，问他是不是累了，洛平摇了摇头。这时候突然听见哭嚎声由远及近，洛平和村长都吓了一跳。一个妇人冲进屋子就跌跪在了地上，村长连忙去扶，王家媳妇，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慢慢说慢慢说。昨天炮子山滑坡，把我家看药园子的狗子冲了得了，今早雨停了会儿，我闺女二丫她就跑去炮子山，说是要把狗子找回来，哪知道到现在都没回来。眼见着山口子都快塌了，这可怎么办啊？村长，求你快去帮我找找闺女吧。二丫是村里出了名的俏丫头，小伙子们一听这还得了，纷纷嚷着要英雄救美。人命关天，村长也不敢怠慢，赶紧差人分头去找。洛平也跟着去了，村长原本不让，说他是贵客，怎可为这种事劳神。洛平却道，王爷既然派我来了，便是让我与大家有难同当的，村长切莫再见外。洛平遣开2名侍卫，让他们各自去找人，自己也跨上药箱，顺着山道向上寻。天色渐渐暗下来，视野变得很模糊。山林里四处传来呼喊二丫的声音，但始终没有回应。炮子山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整个村子的青壮年都出来寻了，分散在山林里，还是显得稀疏渺远。走着走着，洛平周遭便没了人影，只剩他一人举着火把前行。空气里太湿，火把的火势怎么也烧不旺，只能隐约照亮脚下。洛平一步一探的走着，忽然发现前方有些凌乱的脚印，被雨水冲过，依稀能辨别出大小，像是姑娘家的鞋印。他心中一凛，料想二丫可能经过这里，找得更是仔细。果然，在一处灌草遮掩的断坡上有坠落的痕迹。洛平挥着火把往下看，光影交错间，似有一个人形物事倒在数丈之下的洼地中。他四下喊了几声，想找人来帮忙，不巧附近都没什么人，大家都往山中深处寻去。他这里是炮子山边缘，反倒人少。洛平心到一个半大的小姑娘而已，虽说自己没有练武人的强健体魄，
好歹也是个成年男子，救人为重，不如先把他抱上来，再叫人抬回去。想到此处，他便小心迈步往下走。谁成想刚走几步，脚底的泥土突然一松，大块的土方连带着灌草滑了坡，泥浆倾泻而下，只把洛平冲到了洼地中。洛平只觉后脑咚的一声，似乎磕在了硬物上，眼前顿时一阵发黑。火把在滂沱的大雨中被浇熄，最后一点闪烁的火光里，洛平看见壮壮人影，下一刻终究抵不住晕眩，昏迷过去。醒来的时候，后脑仍是顿顿的疼。洛平举目四望，发现自己竟然身处一座营帐中，并且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血腥气。没有灯光，他摸索着想要站起，突然摸到身边一具柔软的身体，洛平一惊，仔细看看，是个身穿红袄的小姑娘，大概就是二丫。有人救了他们？不，自己血迹干涸的后脑，还有二丫高热的额头，说明这不是救，而是捡。有人把他们捡了回来。脑中尚未理清头绪，营帐的门开了，光线透了进来，那是泛着青色的晨光，看来已经是早上了。一个高大的人影立在他们面前，因为背光看不清容貌。那人见洛平醒了，嗤笑一声，把手上的一个东西在他面前晃了晃，说：“我倒是哪家的痴男怨女私会夜奔，没想到竟是越王奈斯身边的大红人。看来我沈六今日真是走了狗屎运，白白捡了个小美人，又搭上了大名鼎鼎的洛先生。”洛平把目光从那块带形王令的令牌上移开，转而看向那人，原来是红金寨的沈大寨主。洛某真是失敬了。面对沈六的冷嘲热讽，洛平尚能随口应付，但一想到自己居然身陷敌营，恐怕要给周唐带来麻烦，心中便焦急万分。沈六显然是要把他作为人质了，命人给他包扎了后脑的伤口，寸步不离的看着。洛平说：“洛某何德何能，竟能让沈大寨主如此重视？”沈六说：“听闻这次是由越王亲自护卫皇帝老儿施舍下来的赈灾银两，我想动那块肥肉，没有洛先生，你还真是不太好办呢。”洛平心中凛然，面上却不动声色。沈大寨主抬举了洛某，奉旨罢官，无权无职，嗨嗨，不过是在越王身边混口饭吃罢了。沈六不是个好忽悠的主，先生才是小看了自己。我在通方的兄弟个个都说，洛先生是越王身边最得信任之人，越王可是把你当成个宝啊。传言而已。洛某，嗨嗨，嗨嗨咳。洛平忽觉胸闷难忍，一时竟咳个不停，话都说不完整了。沈六上前端详，见他咳得面泛红热，声哑气虚，可惜道：“先生怕是得了风寒啊，只是我小小匪寨，条件有限，现在又是备战之时，全寨都驻扎在荒郊野外的，这病还得靠你自己多保重了。”洛平缓了缓胸口郁结，语气冷然：“不劳寨主费心，洛某死不了。不过还请寨主把我的药箱归还，让我给这个小丫头稍作诊治。她本就是个无辜的农家女，纵然不能让她回去，也不该让她死在营帐里，给寨主平白添了晦气。这倒是可以的。”药箱中的药材有限，洛平只能弄些应急的药喂二丫吃了，试图稳住她的病情。好在农家丫头身体底子不错，渐渐清醒了点。醒来后虽然害怕，但看见一个温和的大夫在照顾自己，心下稍安，也能自己进食了。倒是洛平因为忧心周唐的处境，病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周唐出行100里，迎上莫城来的车队，一路护送到了通方近郊，前方便是炮子山，这段路中最好埋伏的地方，山匪多半会在这里下手。南山匪已然准备就绪，就探子所说，红金寨也已经在附近安营扎寨。他到底是少年心性，一想到接下来的大战，豪气顿生，只觉得自己这3年来的隐忍和努力终于要有所回报了。所谓不鸣则以一鸣惊人，他要让父皇好好看看自己的能力。忽听前面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周唐疑惑，这条官道都已开过道，怎么这时会有人闯过来？待看清来人，他心中咯噔一声，暗道不妙。那2人骑马飞奔，连夜赶来，俱是狼狈不堪。周唐喝问：“不是让你们守着洛平的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2名侍卫从马上跳下，扑通一声跪在周堂跟前。王爷，骆先生在您出府之后，便先行到了炮子山。昨日村庄里走丢了人，先生执意要去寻找，结果跌下山洼。周堂听得肝胆俱裂，混账！他人呢？他现在人在哪里？侍卫声音颤抖，我俩寻了一天，在山洼附近见到了驻扎在那里的红巾寨，先生恐怕是落入了他们之手。对方是强，属下不敢轻举妄动，还请王爷定夺。红巾寨，周堂大骇，心思电转，急忙唤来进士，传令南山匪，后天车队过山，一定要缠住红巾寨，阻隔他们的退路，不能让他们撤退半步。是。又对众侍卫和车队人马说道：暂且休息整顿一天，保险起见，本王去借杨大人的兵权来支援，后天于炮子山会合。当日，周堂带了禁卫10人，马不停蹄地冲进通方，又冲进了南城区，直冲进了杨奇云的知州府中。那杨奇云正在吃午饭，冷不防被这阵势吓得不轻，喷着饭喝道：王爷这是何意？周堂扬声道：本王欲借你守城军的兵权一用。荒谬！守城军岂是你想用就用的？拿来圣上的文书，再与我说吧。情况紧急，红巾寨倾巢而出，要抢我越州赈灾钱粮，还掳走本王恩师做要挟，实在欺人太甚。若不趁此时将其剿灭干净，越州必有大难。越王休要危言耸听。常闻你越王府的侍卫堪称精锐，怎么？难道连一个小匪寨都对付不了吗？再者说，越王的恩师被擒，哼，区区一个教书先生，何至于要如此劳师动众？一个读书人舍生取义的道理不懂吗？杨奇云与骆平素来积怨，平日动他不得，这回待到机会，自然不会出手相助。周堂闻言，怒发冲冠，随手抄起一柄长枪，哧啦一声捅进杨奇云的衣襟中，把他挑在枪尖拎了起来。他心眸微眯，声音冷冽：那是本王的人，本王要他回来，就一定要毫发无伤的回来。舍生取义，杨大人若是不把兵印交出来，本王现在就让你舍生取义。周堂如愿抢得了守城军的兵权，只听杨奇云在他身后破口大骂：庶子无耻！你这般威胁朝廷命官，本官定要奏禀圣上，看你一个骆驼王爷能嚣张到几时？杨知州的兵印与张将军的兵印相合一概，守城军便出城迎战去了。张将军的儿子张主簿听说骆平被擒作人质，颇为担忧，见了越王也不顾不得小妹叫他传达的绵绵情话了，忙问道：穆全兄可还安好？周堂正急得一肚子邪火，又想起那日所见这人与小夫子的亲密，当即转头就骂：关你屁事！晴光乍暖，今日是个好天。地上的湿气被蒸了起来，把连日来的沉郁气息一扫而空，就连最阴冷破败的那座营帐顶上也分到了一缕阳光，只是这缕阳光终究照不到营帐中的人。先生，先生，起来喝点水吧。二丫端着碗凉水蹲到骆平跟前，小声叫他。骆平却似没有听见，蹙眉昏睡。二丫无法，只能放下水碗。骆平身上全是汗，衣裳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二丫不好给他换，就用布巾给他擦。前2日先生照顾我，如今我好了，先生却病倒了，这可怎么办呢？发了这么多汗，骆平高热却未退去，摸上去仍是滚烫一片。起先还能有些意识，能说2句宽慰的话，现在已连话也说不完整了，说出来的都是胡话，二丫一句也听不懂。二丫知道外头的都是坏蛋，只有先生是好人，也知道先生是坏蛋们很看重的人质，若不是先生跟他们谈了条件，自己恐怕早就死无全尸了。纵然如此，那些山匪却对骆平的病不闻不问，只是吊着他一口气，没死就行了。眼看着先生越来越虚弱，二丫急得直掉眼泪。先生昏迷之前跟他说过，稍安勿躁，不出2日定会有人来救。这话说过之后，已过去1天半了，二丫心中越发忐忑。
谁会来救他们？都说红巾寨杀人不眨眼，连皇帝老都不怕。那个沈六武艺又十分了得，若是先生说的人斗不过他怎么办？他想着想着，越发害怕，抱着膝盖哭了起来。日头渐高，从帐顶中央直直照耀下来，映在洛平的眼睑上。不知是不是因为刺目，洛平的睫毛颤了几下，眼睛竟睁开一条缝。来了，他喃喃。二丫一愣，眼泪汪汪的问：先生醒了？什么来了？洛平好似没有听见他的话，还在自语：来了，陛下。那铁骑的声音从地面传来，一阵又一阵，合着他的心跳砰砰作响。此时周唐和张将军率领500骑兵出城，直奔炮子山洼地。营地中的数十个红巾匪见到这阵仗，当场吓得腿软，没能反抗几下，便弃营投降了。周唐找到洛平时，吓得倒抽一口气，没理会旁边的小姑娘哭得稀里哗啦，颤着双臂把洛平抱起来，轻轻唤道：小夫子，怎么这样烫？小夫子你醒醒啊！小唐来了。洛平烧得糊涂，勉力睁眼，看见周唐俊逸的面容，笑得极温柔。陛下。周唐一愣。陛下荣归，百姓点在晴水中的河灯，你可看见了？明知是小夫子烧得神志不清，在说胡话，周唐却忽然感到胸腔中一阵揪痛，不由得顺着他的话答应：我看见了。1、2、21、22、26、27、27。周唐带他离开营帐，走一路，洛平数着数。周唐莞尔，再数我的步子。27步，后面怎么不数了？洛平摇了摇头。第27盏。第27盏。什么？河灯？他怎么了？周唐怀抱着他上马，紧紧揽在自己襟前，与他边说话边前行。两人呼吸交错，颠簸中，洛平仰头看他。陛下。洛平的眸光中像是赢了一层水，半点不似平时严肃拘谨的模样，只把周唐看得心猿意马，咕咚一声咽了口水。小夫子。这声小夫子倒是把洛平喊回魂了，他怔了怔，闭上眼，不再言语。沈六拿了洛平的令牌做信物，正在护送赈灾物资的车队前耀武扬威，叫嚷着让越王出来掂量掂量，用多少银子换他恩师的性命。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声称要誓死为百姓护送物资的越王竟不在车队之中。沈六一愣，心中隐隐发现不妥。越王身边虽是精锐，但人数不多，即使全都用来保护车队，也不及他手下一半山匪。可现在他的精锐在这里，人却不在，这是何意？不待他细想，另一头窜出的南山匪立即引走了他的注意力。他早料到南山匪会来，当即进入备战状态。在他眼里，越王的精锐是小事，南山匪才是最难对付的。虽然同是匪类，但红巾寨和南山匪之间的积怨，甚至比跟官府之间还要多。沈六留了1/4的手下驻守营地看管人质，带来的人中，他用大半对付红巾寨，剩下的小半去抢灾营。拼杀声不绝于耳，三方皆在混战。方进一心对付沈六，甫一交手，他便知道此人绝非山野莽夫。那一手钢刀舞得滴水不漏，且刚中带柔，刀势绵延不绝，路数不像是大成人惯用的，倒有些西招的诡谲莫测之风。两人缠斗之时，婷婷在车队旁砍翻了数个红巾匪，他不管那些银钱，只专心杀匪，杀一个赚一个，不像是南山匪那一边的，倒像是车队的镖师。不过红巾寨到底根基厚，人数多，渐渐处于上风。就在此时，山谷中突然杀声震天，500铁骑涌向红巾寨匪和南山匪，将他们团团围住。周唐一骑飞马缓缓步出，他怀抱一人，居高临下道：越州军在此，若还要再战，尽管攻来。不战者弃下兵刃，跪下投降。本王既往不咎，可饶他一死。他的声音响彻山谷，带着不容辩驳的威严。众人停战，看他那里3层外3层的包围，似在斟酌。沈六瞪大双眼，颤声道：不可能，这不可能。
你如何能借到越州守城骑兵？杨奇云断不会借给你。周唐心下了然，冷眼看他，他借不借不重要，我能拿到手就行了。此时追究这些又有何用？营地被我抄了，人质被我救了，靠山也都倒了，你还不认输？沈六脑筋也快，不过500士兵，官逼民反，我红巾寨与南山匪联手，未必不能胜。当啷，像是在嘲笑他这番话，方进丢了手中长剑，当先跪下行礼：王爷，重礼有信不如使命。沈六当场傻了，随着他的臣服，南山匪立刻跪倒一片。受到感染，红巾寨中也有不少人跟着跪了下来。周唐淡淡对沈六说：他杨奇云养得起一只山匪，我堂堂越王怎会养不起？沈六既知大势已去，便要引颈自戮，被周唐指尖一块碎银弹掉，可不能让你死得这么简单，送你1两银子上黄泉。停停，绑了你仇人，带到扶商台示众，放谢祭天。官匪勾结，周唐这回总算找到了杨奇云私通匪徒的证据。小夫子让他去借杨知州的兵，他迟迟不去，正是因此，越州匪患屡禁不止，定是有官府纵容。上下多少官员从中获益，洛平抽丝剥茧，一层层查起，怎奈那杨奇云藏的实在太深，还主动摆出几只替罪羊，把他们的视线转移，以至于洛平不得不信他是无辜的。这次小夫子被擒，周唐一时义气与杨知州撕破了脸，没想到竟因祸得福，勘破了这不得解的局面，他心中甚是畅快。只是怀里抱着的小夫子病重，令他极为担忧，急急忙忙要带他回城诊治。路过炮子村时，忽听村里炮仗声砰啪作响，想来是听说越州山匪被清剿，把过年时剩下的炮仗都拿出来放了。巨大的声响使得洛平清醒了些，他问周唐：赢了？赢了。对不起，拖累你了。小夫子，你能给我一次救你的机会，我很高兴呢。我长大了，以后你可以对我任性，可以依靠我，那不叫拖累，不要跟我道歉。要的。洛平望着他，眼里却无神，终究是要道歉的。周唐脸色一僵，想问为什么，不知怎么又不敢问出口。洛平一病数日，咳嗽渐渐好了，可总是在昏睡，有时睡得不踏实，就会说胡话。周唐请了几个大夫来看，都说并无大碍，只是淋了大雨，染上风寒。然而10剂铁药下去，收效甚微。周唐气急，把几名大夫骂得狗血淋头，仍然于事无补。红巾寨和南山匪被剿灭后，剩下一大堆事要处理。此时少了洛平，周唐和方进都是一个头两个大。那日扶商台放血祭天，把沈六折腾的只剩一口气。但周唐犹豫着不敢杀他，因为沈六死活不肯招出杨奇云的罪证，这让他想要一石二鸟的打算付诸东流。沈六当时寻死不成，倒是贪生了起来。他知道自己不是越王的最终目标，越王想要越州的兵权，只要自己一日不把杨奇云供出来，就一日不会死。方进治国之策一大堆，治人之策却是乏善可陈。他承认严刑逼供之类的事情，自己着实不如目权。周唐负气道：不过是个阶下囚，你怎么这般没用？若是小夫子来审，只需1日便可让他招了。方进哀叹：从前听闻骆四卿审问犯人的手段百般狠辣，认识他后我就想，这样一个清俊文弱又容易心软的人，怎么可能做出那样泯灭人性的事？周唐想了想说：那是你没见过，他硬起心肠来的时候，当真如同修罗一样的。他看过在囚室里审问犯人的洛平，身在那里的洛平显得轻松自在，好像他早已经习惯了那种阴暗，也习惯了在那里看人挣扎求饶。不过平日里小夫子也确实容易心软，这一点周唐最是了解。小夫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是他求不来的，只除了一样。红巾寨中几个不肯受降的匪徒都被周唐斩了，剩下的那些对外说是放他们归田，实际上周唐把他们全部招安到了自己麾下。现在再无南山匪，只有南山军。周唐让婷婷管着这些南山军，
说是随便他怎么整治，准许他公报私仇。于是亭亭第一天就给他们每人抽了30军棍。南山教场上鬼哭狼嚎，一群大男人求爷爷告奶奶的讨饶。这便是未来的秦王大将军将军带的第1支兵。这日去了趟南山，周唐看了看被亭亭往死里操练的匪兵，顺手带走了赵大夫。他实在没办法了，洛平断断续续烧了7天，城里的大夫都被他骂得不敢来府上了，他只得来叫南山军的军医。赵大夫切了切脉，又听了病情描述，皱眉道：骆先生这症状是被眼住了呀？眼住了。赵大夫点头，先生这场伤寒本就颇重，医得迟了，有些伤肺。但是这样倒还好，可他这么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不是药石能医的，说白了就跟中邪了一样。怎么会这样？怕是他心中烦忧之事太多，把自己缠得脱身不得。周唐不语。这些天他也发觉了小夫子口中喃喃的话，他多半听不明白，可又好像不是与自己无关的。小夫子一声声陛下的喊着，他总觉得那就是在唤自己。如何能治？这种眼症，有人会请道士来驱邪，老夫认为大可不必。先生是个明白人，待他自己想通，应该会醒的。周唐也不信那些神神叨叨的，问完后就打发走了赵大夫。侧身在洛平的床上躺下，周唐紧紧拥着洛平，把头埋在他颈后，轻轻蹭了蹭。小夫子，你什么都别想了好吗？小唐给你驱邪。两人前胸贴后背，心跳声似乎成了同样的频率。这天夜间，洛平醒了，周唐却在他身后睡了。洛平感觉口渴，想要下床取水，刚一起身，周唐揽在他腰上的手臂便下意识紧了紧。昏睡多日，洛平头重脚轻，被他这么一揽，一下栽倒回去。周唐猛然惊醒，小字刚出口，他就没了声音。黑暗中，他看见一双温润如水的眸子，静静地看着自己。那双眼里纷纷杂杂，像是有千言万语要对他讲。周唐一瞬不顺地盯着，觉得里面映着的人是自己，又不是自己。洛平轻轻眨了一下眼，那样的神色便不复存在。沙哑的声音打破了寂静：王爷，我想喝水。周唐愣了愣，连忙道：哦好，我去给你端。小夫子清醒了，彻底清醒了。周唐知道，他又恢复成了那个谨慎守礼的小夫子，再没有那样深情的呢喃。望着茶盏里荡开的水色，他心里蓦地响起一个声音，那声音切切喊着陛下，给他数着第27盏河灯。洛平喝完那杯水，闭目倚在床栏上。王爷，我已无碍，你且回去。未说完的话被堵在了唇舌中，一点一点进犯着。周唐的呼吸渐重，他很紧张，手掌抵着洛平的后颈，微微颤抖。玩闹似的亲过那么多次，却从未吻得这样深。周唐伏在他身上，迫不及待的想让他离自己更近。小夫子，深吻的间隙，周唐迷离的说着：你什么都能给我，不差这个对不对？你叫我实情爱吧，我喜欢你，喜欢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教教我吧。他一边说着，一边往洛平身下摸索。洛平按住了他的手。周唐抬眼看他，眼中赤红一片，哀求道：小夫子。洛平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好，我教你。滂沱雨水过后，难得的朗月当空，院内树影摇曳，落在窗纸上，又映在房内的地面上，被斜斜的拉长。床围中传来阵阵压抑的喘息。周唐从最先的震惊中缓过神来，抓住洛平的手腕：小夫子，你干嘛？他手上发着抖，紧张的满脸通红。小夫子正在解他的衣带，他看着那细白的手指从自己的衣服上掠过，只觉得浑身都在颤栗。这是他朝思暮想的人朝思暮想的事啊，现在就要如愿以偿了。洛平停下动作看他：王爷为何惊慌？他目光淡淡，周唐看不出他心中所想，讷讷松了手劲。小夫子仅仅是在叫他，是因为自己耍赖他才这么做，还是说
这里面至少有一点点不同的情谊呢？被干挠折磨的晕乎的周唐读不懂他的心思。洛平垂眼，掩去了对视那一眼的纠葛。他用全部的力气克制自己的理智，可是仍旧于事无补。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溺水的人，明知这是个逃脱不了深渊，却还是徒劳的挣扎着，越挣扎越沉沦。深吸一口气，他继续手上的动作。衣带散开，他看见周唐微微隆起的分身，犹豫了一瞬，把手探了进去，轻轻握住。周唐闷哼了一声，紧紧揪着床单。直到刚才他还以为自己在发春梦，然而此刻的感触真实的让他不知所措。那是小夫子的手，带着薄茧的，手把手教他怎样运笔书写的，为他一根一根收集莲香茶的，抚在他额头上，告诉他会一直守着他的人的手。他觉得自己兴奋的快要叫出来了，可同时又觉得不满足。随着那只手带来的一波波的快感，他越来越不满足。小夫子，他动情的喊他。洛平没有应声，但用另一只手安抚着他剧烈起伏的胸口。快感攀升到高处，周唐忍不住轻身，扳过洛平的脸就要索吻，被洛平侧头让开。周唐不肯罢休，硬是凑上去咬住他的唇。洛平闭了闭眼，暗暗叹息。他以为自己能应对，却没想到周唐这个吻如此情色，霸道的封住他所有退路，缠着他的舌头，应着同样的节奏。洛平避无可避，欲望被挑起，原本竭力维持的理智也要涣散了。他抵住周唐的胸口，想要阻止他的逼近，奈何周唐完全不理会，还把自己的手也伸进洛平的底裤中。洛平吓了一跳，急欲往后退，却被周唐有力的臂膀箍得死死的。小唐，小夫子，你也喜欢我的对吧？你看你的也抬头了。你别躲，你教得好，我便学得快，让我帮你吧。你放手。洛平拗不过他，如此情势不是他能控制的了。玛莎的分身越发胀大。洛平没想到周唐那么能忍，只想快点结束，动作略微急躁了些。周唐却出乎意料的退开些许，重重捏了下洛平的分身。见他低低呻吟，眼里激出一层水光，周唐舔了舔唇道：再一会儿就好，小夫子你不要急。他眼尾被情欲染上一层绯红，神色旖旎，眼睛半眯着享受，用嘴唇感知着小夫子脸上每一丝表情的变化。洛平被他弄得局促，禁欲太久，浑身像要烧起来一般。然而眼前的人与脑海中那个帝王重合在一起，他突然无法自制的害怕起来，猛地推开周唐。周唐不明所以，哀怨的望向他：小夫子，不要拒绝我好不好？还不够啊，你不是要教我吗？你给我吧。说着还要抱上来。不行。洛平坚决拦住了他。为什么不行？周唐也急了，就想要硬来。争动间，他对上洛平的眼睛，动作一致。他看出来了，小夫子那不是享受的表情，他眼里的痛苦都快要漫出来了。那样哀伤的、恐惧的表情，周唐终于清醒了点。小夫子，你怎么了？洛平缓下喘息，摇了摇头。你不要破我。周唐红着眼，泄气道：我不会了，我错了。小夫子你别生气了，我没有生气。洛平顿了顿，见周唐手忙脚乱穿衣服，下身仍是一团狼狈，心里忽然觉得一阵难受。为了上一世的痴怨这样对他，似乎真的太不公平了。洛平长叹说：你别动。周唐愣住。洛平解开他的衣服，用手捂住他茫然询问的眼睛，俯下身含住了周唐半挺立的羊根。周唐倒吸一口气，身体大大颤动了下。温暖湿润的口腔包裹着阳具，周唐舒服的几乎承受不住，心里的震撼更是难以言喻。小夫子在给他的小夫子，那样无欲清高的小夫子。他直起身体想要看他，可洛平的手掌紧紧附在他眼前，半点也不放松。他感受到小夫子手心的颤动和汗水，在黑暗中体会着小夫子带给他的巨大快感，
渐渐意乱情迷。呼，小夫子，好舒服。洛平抑制不住几声呜咽。周藏知道他不好受，可听见小夫子隐忍的声音，他就更加兴奋。巅峰到来时，洛平不及避让，被喷了满口苦涩。周藏脑海中一片空白，半晌才回过神来，发现小夫子趴在一旁不住呛咳，赶紧捞块干净的布给他擦脸。洛平接过布，捂着嘴又咳了好一会儿，便要下床出门。周藏想拦，被洛平扫了一眼，又不敢动了。洛平洗漱回来，周藏已自觉回了自己的房间。苦涩的味道仍未散去，洛平呆呆看了会床帐，蜷起身体，无声的笑了起来，笑得眼泪渗出，浸湿了枕褥。情字难复，便用爱欲填补。愚昧，当真愚昧啊！次日，周藏尚且觉得难为情，洛平却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一般，与他们一起坐在了书房中议事。方进来回看了两人几眼，抿茶，没有作声。周藏调整好心情，对洛平说：“小夫子，那个沈六到现在也不肯指认杨奇云，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洛平问：“为何如此急于扳倒杨奇云？”周藏支吾了几声，洛平没有听清。什么？方进适时插嘴：“目前你有所不知，当时我们英明神武的王爷为了救你，单骑冲入杨知州的府邸，长枪指着知州大人的喉咙，硬是抢来了人家的兵权，那叫一个威风八面啊！”洛平脸色一冷，周藏下意识的缩了缩：“小夫子，那时情势所迫，就可以胡来吗？嗨，做事也太不考虑后果了。”洛平批评道。他大病初愈，昨夜又吹了点风，咳嗽有点复发。周藏连忙认错：“是，我已经在反省了。小夫子，你喝口茶。”递茶时，周藏狠狠瞪了眼方进：“你什么意思？谁让你气他了？”方进视而不见，摆明了不买他的账。洛平喝了茶，沉吟一会儿道：“你得了他一半兵权，此时绝技不会再还回去，可又怕他告发你威胁朝廷命官事吗？威胁事小，若圣上知道你这样急着要兵权，必然会起疑。”正是这样。周藏拍着马屁，所以想让小夫子帮我治了沈六那混账。方进不中用，只能靠你了。仲离好歹是你师傅，理应多加礼遇，怎么能这么说他？周藏又被骂一句，悻悻的不敢说话。方进倒是笑逐颜开：“真是多谢穆权为我出头，也就你敢这么数落王爷了。罢了，我无所谓，正事要紧，你看该怎么处置沈六？”洛平想了想，忽然问了个不相关的问题：“今日初几？”周藏回答：“5月初9。”洛平沈然一笑：“不用审了，直接抓了杨奇云定罪，证据真真假假做一下，直接斩了杨沈两人便是。”周藏和方进俱是一惊：“这怎么行？怎么不行？这二人罪大恶极，斩了他们不算冤枉。上面派人来查怎么办？”“不会有人来查的。”“为什么？”“因为墨城那边很快就会顾不得这里的事了。”正如洛平所说，6天后，墨城传来皇帝病重的消息。就在前一天，越王于福商台上隶属杨沈二人罪证，斩了他们的首级。墨城此时一片混乱，许多官员忙着站边夺权，自保尚且困难，压根不会在意越州这里一个小知州的死活。赈灾之事刚刚平息，周藏还没能好好休息，便又要应付墨城那边的事。轮番的巨变让他有些应接不暇，加上牵挂父皇的病情，情绪难免有些暴躁。方进池、庭云香等人没少挨他的训：“我明日就要启程，到现在还没准备好吗？”周藏冲着云香怒斥：“回王爷，是骆先生他说不用。”云香直往后躲，想着骆先生赶紧来救。我让你做的事你不做，还赖在他身上，你这是要造反吗？奴婢不敢。不敢就快去给我收拾啊！还有老程，马车备好了吗？回王爷，备好了。还有那个谁，你给我。王爷，大老远就听见你训人，怎么回事？又是谁惹你了？洛平刚从南山回来，立刻被众人推到了前面挡风。
小夫子，我明日就要进京去见父皇，他们居然什么都没准备。洛平了然，在身后挥挥手，让大家都散了，遂牵着周唐进了屋子。王爷，我之前对你说的那些话，你一句都没听进去吗？什么话？你让我不要进京的话，我怎么可能会听呢？周唐负气道：小夫子，你什么话我都能听，这话不行。父皇病重，我若此时还不去一尽孝道，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你拦着我是要让我背上不孝的臭名吗？王爷，就是因为你是要去尽孝，我才不让你去的呀。什么意思啊？众位皇子中没有人是单纯回去尽孝的。那又怎么样？我不管他们想干什么，那是我父亲。你可以不管他们，我却不可以不管你。洛平苦口婆心，二皇子、三皇子、六皇子都围着莫城虎视眈眈，四皇子和五皇子也都有各自的世家门臣做后盾。你有什么呢？你的南山军在强悍，杀得过数万禁卫军吗？如今时局动荡，正是他们剪除异己的时候，你现在回去，九死一生啊！我知道，可是小夫子，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洛平仰头看他，抬手去按他眉心的皱痕。你父皇这一生最大的错事，便是亏待了你这个儿子。我想他已经明白了，谁是这世上最把他当父亲的，而不是当做一个坐拥天下的台阶。弥留之人其实心里最通透，以往看不清的都能看清了。周唐愣了很久，最后还是说：小夫子，你说的我都懂，但我还是要回去一趟，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了，他毕竟是我的亲人。洛平叹了口气，罢了，我知道劝不动你，那我明日陪你一同进京吧，想来这里的事情交给众里应该能处理好的。周唐嘻嘻笑着搂住他，本来我就要你和我一起去的。云香在外间听他们争论结束，才敢敲门进来，送上茶水和点心。洛平道：你刚刚发了那么大的火，喝点水消消气吧。云香丫头也是无辜，行李什么的现在收拾也来得及，你别怪她了。小夫子说情，我怎么会不听？周唐喝了口茶，向云香笑笑，你也别放在心上。奴婢不敢。洛平对他说：这下安心了吧？好了，帮我把方先生唤来。云香答应一声，出了门，却没有去喊方静，因为方静就在门口。方先生，我这么做，王爷要是怪罪下来，他话音未落，就听房内咕咚一声，越王被茶水放倒了。没关系，有什么事我顶着，与你无关。方静边说边推开房门。穆全啊穆全，你这是何苦？我知道他不会听的，但这一趟他真的不能去，有劳众里你替我看着他了。你就这样离开，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他醒来后指不定要发多大的疯。不会的，又不是没有分开过。那不一样，如今的他哪里离得开你？仲离，他长大了，比你想的要成熟稳重的多。洛平擦去桌上翻倒的茶水，为周唐整理着本就不乱的衣襟和鬓发。方静深深看他，那你能舍得他吗？洛平的动作顿了顿，有什么舍不得的？周唐昏睡2天后醒来，睁眼，他看见的是方静。小夫子呢？走了。去哪儿了？莫城。出乎方静的意料，周唐并没有大发雷霆，他只是把脸埋在手里笑。他问他笑什么？周唐摇头不语。方静出去后锁上了门。周唐手里攥着植竹玉的兔子，像小时候洛平离开他的那1年一样，把自己闷在被窝里。我早该知道，他喃喃自语。我早该知道，你那晚对我那么好，是要给我补偿。小夫子，一次又一次，你怎么就能这么狠心呢？这次又是多久？你要折磨我多久呢？小夫子，越州内人人都在为越王祈福，他们听说越王积劳成疾，病倒了。适逢天子病重，不知从哪里传出了流言，说这是父子连心，越王感应天照了。事实上，
越王只是被软禁在自己房里，婷婷和云香轮流看守着他，每日方静会过来跟他说些越州的事、莫城的事、圣上的事，还有洛平的事。周唐总是淡淡的回应，对于洛平不让他进京的事，他似乎想开了；对于洛平离开他独自进京的事，他又似乎没想开。每日都是一副提不起精神的样子。府里的明眼人都知道，王爷是真的病了。这一日，周唐对方静说：“不用派人守着我了，父皇已经西去，我装病也装了这么多天，纵然想去墨城，也错过时机了。”方静便没有再软禁他。他现在知道了，洛平说的对，周唐比他想象中要成熟稳重的多。那么多事情，他在无精打采的情况下，照样处理得很好，只在一点上显得有些稚嫩。方静，我的身边没有他也一样，你说是不是？方静，这事要是他在的话，肯定不会赞同。现在少个人管我，清静多了。方静，别在我跟前提他了，烦。时间平静的流淌，对于周唐来说却是出奇的慢。那天府里的人正在吃饭，周唐、方静、婷婷坐在桌上，陈管家和云香侍候一旁。刚吃了2口，周唐突然把筷子一搁，怒道：“这谁做的炒饭？喂狗狗都不吃！”众人吓了一跳。其实越州人从不做炒饭，厨娘近日看王爷没什么胃口，不知从哪里打听来说，王爷以前喜欢吃蛋炒饭，就特地学了做。虽谈不上美味，但也不至于那么难吃。没人知道王爷为什么发火，更没人知道王爷为什么真把炒饭拿去喂狗了。方静跟着他走到后院，周唐背对着他，扒拉着面前的炒饭喂给狗吃。他说：“我错了，这炒饭狗还是吃的，他做的狗就不吃，大概这世上不会有炒饭比他做的还难吃了吧？”方静不晓得这个典故，便没有接话。只不过他不在，吃什么都难吃。方静，他不能这么对我。我想他了。这是他近1个月来第一次说实话。方静看见他面前的地上有一个圆圆的水印。宣统念9年5月30日，陈武帝驾崩。洛平孤身上路，在回墨城的途中，听闻了皇上薨逝的消息。这一时间与当年分毫不差，因此他也知道，此时的墨城已是暗潮汹涌。皇太孙虽然拥有长子继承制的庇佑，但若在年纪上幼，比不过几位皇叔的老谋深算。即使坐上龙椅，也未必能真正执掌江山。再者，他身边多是先皇一手培植的老臣，效忠的是先皇的遗诏，并非出于对他的忠诚。反之，二皇子周宁、三皇子周普等人身边，俱是当今朝廷中的新锐力量，甚至那些老臣的子孙，都是站在这些王爷一边的。他们不愿仅仅蒙成先人硬币，而想要趁着夺位乱局，让自己崭露头角。所以周唐若是在这种时候前去吊唁，无疑遭到各方势力的倾轧。上一世，他便是被编排为先皇守灵，足足监禁了749天。这次洛平绝不会让他再重蹈覆辙。洛平到达墨城时，恰逢先皇头七过去，新君继位大典在即。他一路风尘仆仆的赶来，没有停顿，直接赶去了当年的翰林学士，如今的左宗正李元封李大人府上。门口的家丁见他一身粗布烂衫，虽没给白眼，态度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家大人正在午睡，不方便见客。无妨，鄙人等等就是。洛平把背上的细软放下，就在屋檐下坐了下来。家丁见他言行举止温文尔雅，也不好像轰乞丐那样轰他走，便随他去了。不一会儿，门里一个家丁牵了条狗出来遛弯，那狗一见洛平，竟是赖着不肯走了，小跑着来到洛平身边，呼哧呼哧嗅了几下，坐在他身旁。洛平瞅了瞅他，不禁莞尔：“威将军。”汪！那狗通晓人性，听他唤自己，尾巴左右摇起来。洛平摸着他的脖颈，笑得更欢：“亏你还记得我，不怕我再喂你吃炒饭了。”威将军眯眼蹭着他的手掌，干脆趴伏下来任他抚摸。一旁的家丁干瞪着眼，都傻了。
他们不认识洛平，不明白主子的爱犬怎会对一个陌生人摇尾乞怜。是了，这么些年过去，这城里还能认得我的，恐怕真没几个了。洛平叹道：“威将军，你也老了呀。”离开墨城已有近6年，当初正值壮年的威将军，按照狗儿的寿命来算，已是垂暮了。那时候他在翰林院给周唐带些吃的时，也会在路上分给他一些。没想到这整座城中最记得他落木泉的，竟是这只畜生。左宗正府上的家丁不是白养的，这情形一看就明白了，此人定是主子的旧识，估计还是很要好的那种。看看时辰也差不多了，便要进去禀报。请问阁下怎么称呼？就说故人洛平前来求见。那家丁进门没多久，就从门内传来斥责声：“洛平，你说他叫洛平，怎么不快些请进来？叫醒我就是了。谁让你擅自做主的？”声音由远及近，到了门口，只见李元丰披头散发，踏着鞋出来相迎，衣服上的盘扣都是错了位的。木泉，木泉，你可算回来了，快进来坐。说着，李元丰不管3七21，拉着他就往门里冲，像是生怕他让人拐走了。李大人快别这样，鄙人受不起啊！洛平状似受宠若惊，鄙人一介草莽，怎可受得李大人如此礼遇？不，旁人不知道，我可是一清二楚。当年你可是……李元丰说到这里顿住了，此时洛平已被他拽进府里，他这才想起来自己还衣冠不整的，便让洛平在书房吃茶稍后。威将军一路跟着两人，到了书房门口却不跟进了。他在门前廊柱下乖顺坐下，一双眼四下张望着，炯炯有神。想来是平日里主人训得好，懂规矩的很，知道主人要说要事，就自觉守在门口。李元丰回来与洛平寒暄了几句，切入正题，不知目前你此次进京所为何事？洛平轻合茶碗，为大事。李元丰沉默了一会儿，道：“你此时回来，真是再恰好不过了。我们明人不说暗话，皇太孙登基之日，便是那大事开幕之时。得皇位一守皇位难，几位皇子虎视眈眈，各方势力动荡不定，不知目前你是站在那一边的？”洛平沈然：“李大人多虑了，鄙人所言大事，是只为自己谋官一事。洛某此次回来，不过是想请大人替我在新帝面前美言几句，好混个一官半职。”李元丰愣在那儿，半天才回过神来：“你就是为了求官？”“正是。在这种时候，正是。”李元丰沉吟：“穆权，我看不懂你。你若真是为了做大官，便不该在这时候问小皇帝要官做。你以为这官能做得稳吗？穆权被先帝罢官10年，实在等不及了呀。10年之期未满，先帝刚走你就回来，你不怕落下话柄让人说吗？”洛某几时怕过他人口舌？洛平反问，不卑不亢。李元丰语塞。确实，那时洛平少年得志，短短数年一跃升至朝中肱骨之臣，背后多少质疑声谩骂声，从未给他带来什么困扰。两人相对饮茶，图胜一世寂静。半晌，李元丰突然想通了，摇头笑了起来：“我还想问穆权你的态度，真是糊涂了。当初那份长子继承制的法令，便是先皇授意由你起草的，你自然是他最大的拥护者。难得李大人记得如此清楚。这么说，穆权你是站在皇太孙那边的？当然，谁能最快给我官做，我就拥护谁。既如此，我李元丰也不再取舍不定了。如今你我便是同僚，举荐谋官一事，包在我身上吧。”隔日，新帝登基大典。之前还是一片国丧中的墨城，转瞬间热闹起来。祭天祭祖仪式开始，国风之乐响彻全城。洛平在下面远远的看着，那个年仅14岁的小皇帝，头戴9龙金爪王冠，身着明黄锦绣龙袍，脚踏云纹鎏金厚靴，缓步登上城楼。深深叹了口气，他想，皇位对于周恒这孩子来说，还是太过于厚重了。印象中，
周恒始终是那个天真无邪的、毫无戒心的与周唐玩耍在一起的小孩子，可如今却被那么多双手推上了如此高的地方，这其中也包括了他的手。周恒不适合穿龙袍，不知是不是私心作祟，洛平还是觉得周唐是唯一的最适合穿上龙袍的人。那人君临天下的那一刻，无论回想多少次，都让他感到无比震撼和满足。尽管那人的背后没有歌舞升平，只有一片无尽的血海。此次登基大典，4皇子和7皇子没有露面，但都派人送来了极其丰厚的贺礼。2个王爷的封地都在距离墨城很远的地方。这次先皇突然病逝，一个正在率军应对滨州海域的海盗尚未归来，一个疲于应付越州的天灾人祸而病倒，都是为了国家社稷，缺席倒也无可厚非。更何况本来京城少一个人就少添些乱。数日后，洛平在李元丰的引荐下重回朝堂做了官。他的回归自然又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官员尤其是老臣旧部戳着他的脊梁骨大骂官迷无耻，更有甚者要给他扣上忤逆先帝、抗旨不遵的大罪，但终因小皇帝和李宗正的力保而作罢。毕竟所谓的罢官10年之说，如今已死无对证了。小皇帝不是傻子，他知道自己的皇位是靠长子继承制的法令得来的，也知道洛平在这条法令中的关键作用，所以尽管顶着重重压力，他还是给洛平封了官。他封他做了翰林院侍诏。洛平死皮赖脸、死缠烂打，讨得了这个官职。从9品。不过洛平已经知足了，只要在京为官，他就知足了。只要在这里，在小皇帝的眼皮底下，他便可以安心的等待那一天，那个人的到来。洛平算着，再过2个月吧，2个月后他就该回来了。因为这一步棋是已故的先皇为他摆好的局。周恒并不是不学无术的庸人，先皇有心培养他，自然是给了他最好的环境、最好的习习，因此他无论文采还是武艺都有着很高的造诣。但在洛平看来，这远远不够。为君者最重要的不是修养自身，而是把握人心。百姓、朝臣、后宫，处处都是等着他看破的人心，而这一点恰恰是久居深宫、未曾经历过风浪的周恒最欠缺的。他有心帮他，奈何官阶卑微，根本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好在小皇帝似乎是受到李元丰等人的点拨，对他这个侍诏还算看重。那日洛平捧了大堆的文书送去国子监，回程路上碰到一个小太监。小太监还不太认识他，拦在他身前犹豫的问：“请问这位大人可是洛平洛侍诏？”“正是，不知公公有何事？”“皇上有请，请洛大人随我来。”洛平颔首：“是，有劳公公带路了。”出乎洛平的意料，小太监没有把他带去真央殿，也没有把他带去朝阳宫，而是领着他去了宫中极偏僻的一个地方——福东殿。洛平心中一凛，这是周唐曾经生活的地方，小皇帝约在这里见面，是何用意？福东殿这几年都是闲置的，如今皇帝驾到，当然已被打扫的纤尘不染。洛平进屋后被指引着落座，此时小皇帝还没有来。少请，小皇帝迈步进来，身后只跟了2名内侍。洛平连忙起身行礼：“微臣洛平拜见陛下。”周恒扶他起来：“此处不是朝堂，洛卿不必多礼，朕只是想找人说说话。”是。洛平揣摩不出周恒的用意，便不敢多言。周恒先开口道：“洛卿，你定然觉得奇怪，我为何把你叫到这里来吧？”洛平不点头也不摇头：“还请陛下明示。这里曾经住着与我最亲近的皇叔，那时候他们都说我那位皇叔是灾星，千万不能靠近，否则很可能会害死我。可是我一直觉得那个皇叔并没有什么坏心眼，他只比我年长4岁，分明也还是个小孩子，为什么大家要对他那么苛责呢？”洛平静静听他说着，没有插话。几名内侍都已退出门外候着，看来这位小皇帝要说的是较为私密的话。那时候我有皇爷爷的庇护，宫里的人都把我捧上天了，我看着他总是伶仃一人，就觉得很可怜。现在我倒是体会到了，
那种被人孤立的感觉确实不好受，但需要的不是别人的怜悯，而是能让自己走出来的支撑。洛清，你的事我也听说过一些，很多人说你是个极度贪权的人，但是我知道，你虽然贪权，可从不为权，你把权势握在掌心里，而不是做他的奴隶。我明白的说吧，偌大一个墨城，敢与皇叔他们公然对立的没有几个人，即使是我堂堂天子，也奈何不得。二皇叔和三皇叔都以辅佐新帝为由，要求摄政。洛清，我需要你帮我。洛平恭敬道：微臣位卑言轻，恐怕难以担下如此重任。周恒了然，我知你不满现在的官职，你可以安心，不出1个月，李宗正等老臣便会为你在通政司谋的职位，届时你大可放心施为。陛下，微臣有一点不明白，但说无妨。陛下为何如此信任微臣？微臣身负先皇罢官10年之诚，也未曾给陛下做过什么，陛下不信任自己的亲叔叔，反倒将辅政的重任交予一个外人手中，当真放心得下？听到洛平这么说，周恒竟微微红了脸。少年天子显得有些腼腆，其实我对你的了解都只是从别人口中听说的。小时候在朝阳宫常听见少妇他们说，朝廷里有个目中无人的官员，自幼就被称作神童，年纪轻轻便博得功名，仗着皇上的宠幸，谁的账都不买，甚至还当众顶撞皇上。我很好奇，什么样的人居然敢忤逆皇爷爷，也曾经跑去真央殿偷听过你和皇爷爷的交谈。洛平讶然，他没想到自己的斑斑劣迹会给小皇帝留下这么深的印象。那时微臣年少轻狂，做事情没有分寸，让陛下见笑了。不是的，他们都说你为人冷漠无情，但是我听到你跟皇爷爷说的话了，那句话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微臣说了什么？你质问皇爷爷，长子继承的法令已经拟好，但皇上可曾问过终日被关在朝阳宫中的皇长孙的意愿？我想你大概是唯一一个在意过我的想法的人吧。这样的人怎么会冷漠呢？所以我隔天就向皇爷爷央求，让你来做我的西席。洛平不由得笑出来，只可惜我不久就要被罢官，先皇定然不会答应你。周恒嗯了一声，又道：不仅是这样，还有七皇叔越王。洛平也没有想到周唐会跟他提起自己，看得出来七皇叔真的很喜欢你。那时候他总说你是个无可救药的官迷，又死板又无趣，但是当你被罢官之后，他好久都没有来过朝阳宫。我一直听闻七皇叔与你之间有嫌隙，似乎是因为争皇爷爷赏赐的事情，他时常捉弄你。不过后来我明白了，是你在意过他，回应过他，让他不再是孤单单一个人，他才会那样把你放在心上。洛清，我是在下赌注，如今我也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那时候你会关心七皇叔，我相信你也不会丢下我不管，对不对？洛平无言以对，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没有想象中那样了解周恒，因为这个孩子被高墙挡住了视线，便用自己的心去看人，他很单纯，也很聪明。今日我派人去越州送了诏书，召见七皇叔回京述职。洛平心里一沉，该来的躲不掉。他在宫外没有府邸，我只好破例让他暂时住回宫里，我想他应该住得惯吧。陛下有何事要召见他？洛平明知故问。是皇爷爷的遗诏。周恒说，七皇叔能回来，我很高兴，就亲自来看看他以前生活的地方，命人打扫干净。临别时，洛平看着这个年仅14岁的小皇帝单薄的背影，不知怎么的，竟真的想起了那时的周唐，忍不住伸手拂去他肩上的一片竹叶。周恒脚步一顿，睁着大眼回头看他，只一瞬，洛平便回过神来，指尖衔着那片竹叶说，那竹林陛下还是不要去的好，里面有毒蛇，很危险。周恒笑了，你跟七皇叔说过的话一样呢。我就是想去看看那竹林到底有多可怕的。周恒接过那片竹叶在手里把玩，那里是很阴森，不过没有龙以下的庙堂可怕。就是这句话折磨了洛平的良心。作为小皇帝现在满心信任的人，他不知道
将来要用何种面目去帮周唐夺他手里的江山。这个孩子信错了他，也信错了那个儿时的玩伴，他们都是他笼以下的毒蛇。但有一点他说对了，扼住了洛平的七寸，洛平无法丢下他不管。他此次回来不仅仅是为了周唐。果然不到1个月，洛平便从小事赵一跃而成通政司副使，这在吏部是从未有过的事，在他的身上却发生了。连跳数级，真正是平步青云。洛平的仕途从来都是惹人非议又让人眼红的。调任洛平是趁着小皇帝的2皇叔宁王与3皇叔瑞王互相倾轧之时钻的空子。宁王棋高一招，硬是把瑞王排挤到了沛州地陵，让他给先皇守孝3年，而瑞王的亲弟弟小皇帝的6皇叔炎王则被宁王扣下，当作人质。正当宁王大胜而归之时，陡然发现自己的眼皮底下又多了根钉子。尽管在早朝时脸色很难看，但宁王十分能忍，并没有发作。他认为就算这个骆木权再怎么有本事，也无法阻止他摄政。只是他没有料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洛平还没有被解决的时候，越王周唐又被小皇帝急召回来了，用的还是先皇的遗诏。越王明日入京，随行1000兵士，自称南山军。洛平把这份兵部和礼部联名送来的汇报放在一边，手中握着笔，想要写些什么，结果笔杆空悬了很久，却是一个字也没写下。墨汁滴在纸面上，晕开点点黑印。回到墨城后，他忙于应付小皇帝的重托和宁王的压迫，努力把周唐的事抛诸脑后。然而一旦静下来，想起他，才发现自己心里竟是一团乱麻。他知道自己那样丢下他会让他多么愤怒，尤其是自己主动与他亲近之后。洛平独自在通政司待了一夜，一夜未眠。朝阳钻进窗棱的时候，他揉了揉酸涩的眼睛，起身整好官服，赶赴早朝。3月未见，不知那人怎样了呢？有没有怨恨他的不告而别呢？周唐入殿时带着一身风尘仆仆，面色也有些灰白，确实有点大病初愈，又马不停蹄赶回来述职的样子。尽管如此，满朝文武看见他时还是齐齐一怔。那真的是当年那个不学无术的七皇子吗？高挑的身形，俊秀的面容，眉宇间颇有先皇的风姿，漆黑的双瞳中不见昔日的乖戾，取而代之的是沉静和内敛。他紧紧抿着唇，大步走到阶下，向小皇帝行礼，对自己的侄子躬身，也未见丝毫拘泥。自他出现，宁王的脸色就不大好看，眯眼盯着他，讶异于自己竟忽略了他这么多年，此时不得不再在心里给这位七弟重新定位。周唐的目光在朝堂上迅速逡巡一遍，看到洛平时机不可察的顿了一下，又很快移开。洛平暗暗吁了口气，收起多余的担心。仅仅3个月，他的小唐又成长了不少。越王恭敬地向小皇帝陈述了这几年越州剿匪的各项事宜，以及此前越州天灾的应对方式和结果。小皇帝听了之后大为赞赏，说他治理有方，问他可有什么想要的赏赐。越王谦道：父皇先逝之时，我未能伴其左右，实在不孝，为皇上分忧，本是为人臣子该做的事，戴罪之身不敢要什么赏赐，只有一事相求。七皇叔请讲。臣为了清剿越州山匪，曾临时征集了一支南山军，如今这些兵士出生入死，换来百姓安宁，却没有正式编制，不能领到朝廷军饷，臣对他们深感愧疚，想请陛下准许他们正式编入兵部军籍，以犒劳他们安邦之功。至于先斩后奏之罚，由臣一力承担。七皇叔哪里话，你尽心尽力帮朕安定天下，何罪之有？军籍之事，朕定会，请陛下三思而行。兵部侍郎上前一步道：越王私自征兵，就算是为了剿匪，也与理不合。若是给南山军入编，地方军队以越王马首是瞻，则可能对陛下不利啊。朱大人是怕本王拥兵谋反吗？周唐厉声反问，把那兵部侍郎说的一愕。他本是在宁王的授意之下如此谏言，没想到这越王的气势如此咄咄逼人，而宁王似乎还没有要帮他说话的样子，
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陛下，臣是为了您着想啊。两方僵持，小皇帝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不禁向洛平投去了求助的目光。洛平回了一个让他安心的微笑。陇袖正要上奏，突闻一声冷哼，阻住了脚步。越王有话要说。那两人互换的神色刚好让周唐瞧见了，他微微皱了眉，剜了洛平一眼，便朝着兵部侍郎冷冷道：朱大人是中军之臣，有此顾虑实属正常。本王的南山军人数本就不多，1000人军队已被本王悉数带来了墨城。本王只求让兵士们生活无忧，本来也没想让他们继续效力于自己。此番前来，便是把这支部队交与皇上做进卫军调遣使用。本王不日离京，也不再带他们离去，这下朱大人可放心了。此话一出，众人骇然。他们明白了，越王不是来讨赏的，他是来送礼的。他把这支南山军精锐送给了小皇帝，既表明了自己忠君之意，洗脱谋反之嫌，又公然给了宁王一记下马威，要打小皇帝的主意，先过我这一关吧。最终兵部不得不收下这份赠礼，洛平始终旁观，脸目不语。下朝后，洛平回了通政司，越王被安排在福东殿休息，各自无言。傍晚时分，洛平出了城。当初他在墨城郊外开的酒肆，现在生意十分红火，老远就听见里面划拳拼酒的声音。离得近了，又传出一阵喧哗，大概是有人赊账不还，被轰了出来。只见孙大娘把一个木头条凳舞得滴水不漏，只把那人打得抱头鼠窜，差点撞到刚要进门的洛平。孙大娘的条凳在洛平面前戛然而止。老板。洛平赞道：孙大娘，功夫又精进了。孙大娘立刻笑开了花，忙把他迎进店里，腾出个雅间给他。数年不见，在孙大娘眼里，他仍是那个有本事当官没本事照顾自己的年轻主子，便按着他以前的喜好问道：龙井。洛平却摇了摇头：今日想喝酒，来一坛春劳吧，喝不完我带回去。孙大娘关切道：才刚回来吧？当心喝的糊涂了，在京城里闯祸。回来有一阵子了，就是一直太忙太清醒，都没空糊涂一回。孙大娘，去拿酒来吧，放心，我有分寸的。好好好，这就给你拿去。洛平空腹喝了2壶，就有了些醉意。楼下嘈杂人声也都渐渐听不清晰了，倒是有一个脚步声压着楼梯，切切传到他的耳朵里。来人说：我不来找你，你便要一直不理我吗？洛平道：王爷休息好了，坐吧，我家酒肆的春劳是最纯的。周唐没有坐到他的对面，而是直直走到他身边，弯腰扳过他的脸，堵住他的唇。酒香蔓延在两人的口中，洛平眼中迷离，微醺的脑子不怎么听使唤，看周唐长长的睫毛近在咫尺，一时竟出了神，没有闪躲。周唐急切地吮吻着他的唇舌，舌尖在他的上颚来回舔舐，撩起洛平的丝丝战栗。明明累到精疲力尽，可回到福东殿根本无法入眠，满脑子都是这个人，想见到他，想指责他，问了他府上的人找到这里来，终于见到了面，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最后剩下的就只有渴望了。周唐的呼吸变得粗重，他有些急躁地压迫着洛平的后脑，吻得更深。洛平把手轻轻抚在他的脸上，手指抚摸过他的眉毛、眼睫，羽毛般轻柔，像是在说着安抚的话。周唐渐渐平静下来，恋恋不舍地放开他：小夫子，我很想你。你是故意的吧？打发我一点甜头，再远远逃开掉我的胃口。洛平望着他笑，那笑容都被春老酒熏得香甜。我也很想你。周唐一愣，3个月来的愤懑居然就在这5个字里灰飞烟灭了。他被洛平坦诚的眼神勾得口干舌燥，干脆坐在同一张条凳上，顺势把他揽在怀里，还要亲上去。这次被洛平让过了。我很高兴你今天在朝堂上说了那番话。洛平说：你能如此豁达，自己想到这样做，我便放心了。以后即使没有我在你身边，想来也不会做出莽撞的事了。小夫子，你在说什么？周唐皱眉：你不是又回到我身边了吗？
洛平自知最后有些失言，换了个话题道：“你花了3年多心血训练的南山军，成了别人的嫁衣裳，不会觉得不甘心吗？”“不会啊，我自己还留了1000进士，送那小皇帝1000又何妨？再者说，这件嫁衣以后我还是要收回来的。”“你看得透就好。”洛平端起酒盏送到他唇边：“你不喝一点吗？我拿了一整坛，不喝浪费了。”周藏笑着饮尽，很少见你这么贪杯。洛平又斟了一杯自己喝了。今日你回来了，要庆祝的，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一夜直喝到酒坛空空，酒肆打烊，洛平烂醉如泥。孙大娘见了很是吃惊，因为她还从未见过洛平这么失分寸的时候。不过她没有斥责什么，反而很高兴的样子。这孩子醉一醉也好，他管教自己太严了，我看着都替他辛苦。孙大娘，我送他回去，你放心吧。周唐说。孙大娘就着月光看了看眼前这个年轻人，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你是七皇子殿下吗？”“是，我是。”“哎呀，我都快认不出你了。那时候才这么一点点小，现在都长得这么俊来啊！”在孙大娘的眼里，他也一直是个小孩子。周唐把洛平抱上自己的马车，一路紧紧拥着他回到洛平府上，安顿好后，忍了又忍，终于只在他唇上落下一吻。回到福东殿，带着那人身上的酒味，周唐睡了3个月来最安稳的觉。次日，小皇帝召见越王和洛副使密谈，先皇的遗诏被放在3人面前。周唐瞪着那份遗诏，心中百味杂陈。北陵为患，遣周唐攘之。洛平说的没错，人在弥留之际，往往能想通许多事情。先皇终归是想明白了，想明白这个被自己刻意无视那么久的儿子，究竟有着怎样出众的能力，又该怎样去利用。当年真央殿上，周唐的北陵挑衅之说一语成谶。时隔多年，先皇揭去蒙在自己眼睛上的偏见，承认了小儿子的军事天赋，并让他去排除外患。但他仍是那么自私，用自己最不在乎的子嗣去对抗最彪悍的敌人。周唐领旨谢恩，小皇帝很有些舍不得他。七皇叔，此去莫州边境路途凶险，你若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朕一定会尽力满足你的。周唐道：那好，我想向陛下讨一个人与我同行。谁？洛平。不行，恕难从命。异口同声，都是反对的话。然而周唐的目光只落在一人身上，为何？洛平脸眉不答，他知道小皇帝会为自己说出理由。洛卿要留在朕的身边，朕有许多事情需要倚仗他。陛下有那么多肱骨之臣忠心辅佐，少了洛平一人又有什么关系？他不一样的。小皇帝被他逼问的有些慌张。怎么不一样了？周唐眯起眼看着洛平。朝中各个官员几乎都与宁王有着利益牵扯，唯独洛卿孑然一身，朕最能信任的便是他了。如今正值宁王虎视眈眈之时，朕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他的协助和教导，所以还请七皇叔另提要求吧，朕定会答应。周唐压抑着怒火，洛大人，你的意思呢？若是随本王同去，本王会优先保障你的安全。本王敬仰大人已久，也需要大人的智慧来助我退敌。洛平恭敬道：回王爷，领军打仗微臣并不在行，王爷还是另寻贤能吧。洛平，你什么意思啊？周唐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王爷，皇命不可违。洛卿，上回你说的李参将私自调兵一事，调查的如何了？小皇帝有意为洛平解围，谈起内政，周唐不方便在场，只得告退。之后，洛平刻意回避越王，越王也被出征前的诸事缠身，两人几乎没有照面的机会。小皇帝在朝中宣布了越王征北的消息后，朝中议论纷纷。由于周唐总是被派往边境，便得了个戍边王的绰号。临行当日，周唐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再次要求带洛平出征。有意思的是，宁王那边的人都大加赞同，
而皇上这边的人都竭力反对。当然，最终决定权仍然在皇上手中。皇上不允，越王也没有办法公然抗旨。只是在出城前，周唐寻到了一个机会，驱马来到洛平的身边，对他说：“为什么不跟我走？留在京城有什么好？跟宁王作对，不比征战沙场安全。”洛平叹了口气：“王爷，你何必这样执着？还是说你喜欢周恒那个小鬼？喜欢他更胜于我？”周唐口不择言：“王爷请慎言。我留在墨城，不过是因为小皇帝允我了一个高官，谁能给我大官做，我就跟着谁。”周唐不可置信的看着他：“你就给我这样的理由？”“是，就是这个理由。”洛平是官迷，这一点您早就知道了。你不是这种人，无论我是不是，王爷已经不需要我了，不是吗？那天你醉酒说的话是真的？你真的要丢下我不管了？周唐凄然道：“谁说我不需要你了？谁说你可以离开我了？王爷，你是不是一直在想着怎么摆脱我？每一次你都在想着法子跟我告别是吗？小夫子，你信不信我把你硬绑过去？我不再是您的夫子了，王爷，你已经青出于蓝了。”洛平，你非要这样逼我吗？时辰到了，王爷请出发吧。洛平向后错开一匹马的距离，看着他，没有再说话。他知道他们两个谁也不会让步，而对峙只会让他们之间更加难堪。周唐回首的那一眼，洛平看得清楚，那是真真切切的怨恨。洛平目送越王率军远去，始终神色淡淡。然而在回城的途中，他突然从马上摔下，随行的侍者连忙搀扶起他，看见他两只手掌中被缰绳勒出了深深的血痕。越王出征后不久，宁王一派的人便提出要派一名监军前去辅助周唐。说这样的话，他们自然是想要推举己方的人，但此事遭到了洛副使的极力反对。人都已经走远了，这时候再派监军追过去，难免有疑心将帅的嫌疑。当然，越王首次出征确实不太让人放心，遣人去照应着也无可厚非。但就算要派一位监军，也不该是由宁王定夺，该由陛下指明才是。越俎代庖，恐怕不合规矩。洛平一张利嘴，退一步，进100步，只把宁王逼得哑口无言。此次越王回京述职，虽说停留时间很短，但宁王一察觉到他的巨变。一个任性软弱的孩子，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突然长成如此卓绝的男人，这让他们深感不安。如今4、5皇子偏安一隅，不涉朝政，6皇子竟为人质，3皇子被迫守陵，2皇子原本以为只需安心对付小皇侄即可，孰料半路杀出一个越王，令他如鲠在喉。偏偏他要在越王身边安插自己眼线的计划，也被洛平扼杀了。诸事不顺，最后小皇帝钦点了一名骁骑尉，带了任命书前往莫州。退朝时，宁王望了洛平一眼，神色阴郁。洛平躬身行礼，不卑不亢的送他出了真阳殿的大门。莫州教场，池廷正带着刚从越州转移而来的南山军进行编队训练。南山军获得小皇帝首肯后，正式进编。目前这1000人被归为定北军的先锋之中，连同原来的定北军归属越王及现在的定北大将军管辖。方进从定北将军府出来，一路行至教场去寻自家王爷。问池廷，池廷指了指靶场。方进前去一看，只见越王除了外袍，赤裸上身，身上汗水在烈日下淋漓而落，臂上肌肉绷紧，拉弓搭箭，弦如满月，咻的一声，箭矢破空飞出，射的却不是场中标靶，而是南方高天。方进和善笑道：“青云依稀白霓长，举长矢兮射天狼。”王爷好身姿，只是这一箭既高且远，要是射中无辜百姓，王爷可就麻烦了。越王冷哼一声：“此处千里戈壁，哪里来的无辜百姓？莫非王爷是想猎鹰？”越王不答，收了弓箭，径自回府。
方静望着他笔直的背脊，摇头沈笑，嫩是你有再大的臂力，这一箭也射不回墨城，射不到那人的心上啊。越王走了2步，又回头道：有劳方军师把本王的剑拾回来。方静暗叹，这主子倒是会找人撒气。循着箭矢轨迹，方静向着南方走了数百米，待看清眼前所见，不禁愕然。一株枯朽的老树上钉着一条黄斑大蛇，蛇尾挣扎扭动，看他绞着的那根箭羽，正是越王射出的那支箭。这小子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方静一边感慨，一边把黄斑蛇丢给了定北军的伙夫。王爷猎的，给大家补补。临近饭点，士兵们闻到蛇肉的香味，兴奋的嗷嗷叫。侍卫盛了一碗蛇羹给越王送过去，被越王冰冷的眼神吓了出来。众人问起怎么了，他答：王爷说他最讨厌蛇，看也不想看见。于是众人哄抢着把那碗蛇羹分了。营帐外吵吵嚷嚷的声音丝毫没有阻断周唐的思绪。他对着墙上一张老旧的乌木弓，始终默默不语，不知在想些什么。方进来问：王爷今日又不回府了吗？这营帐哪有将军府住的舒服？周唐摆摆手：我一个人住那有什么意思？方进无语，感情王爷从来没把他当人吗？单善告退出帐，听见越王恍惚的喃喃：没有他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方进摇头叹息：王爷，没有谁离了谁就过不下去的。穆全啊穆全，你可知这小子离了你，难伺候多了呀。先皇当真料事如神。洛平看完礼官呈上来的朝贺清单，深深慨叹：是，皇爷爷交到朕手上的社稷，许多事都已安排的好好的了。先皇知道自己驾崩之后，北陵必然不得安分，于是早早就给皇太孙留下了遗诏，莫州边境的兵力也都调配妥当，只等着与北陵正式宣战了。果然，在此次为新皇登基而进贡的贺礼中，北陵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西昭和南来一如既往的送来了贺礼。往日北陵虽然逐年削减贡品，但好歹还上得了台面，而这次随北陵使者而来的只有一只重于10斤的铁匣，里面锁着的是北陵王蒙苏达的战书。小皇帝凛然回复：尔等要战，我大成自当奉陪到底。遣回来使后，小皇帝立刻下旨让越王好好备战，同时命令莫州、利州、琼州3州将士全部听命于越王，定要痛击北寇，杀得他们片甲不留，再不敢来犯大成天威。眼看圣旨拟好，洛平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如今那3州的将士加起来足有20万，相当于整个大成兵力的1/3。周唐得此兵权，便是得到了大展拳脚的筹码。小皇帝放下朱笔，关切道：洛卿，朕见你眉头深锁，是有什么烦恼吗？洛平躬身：微臣有一事想请求陛下。小皇帝笑起来：此处无外人，有什么事爱卿直说就是。微臣请求皇上将北陵盛装战书的铁匣容了。铁匣？那铁匣怎么了？陛下，那铁匣是北陵含玄铁所断，北陵用它来送战书，旨在彰显其兵力雄厚，装备精良，这本身就是一种挑衅。陛下不妨把这种挑衅换个形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洛卿的意思是将其容了，重铸成一柄利剑，赠与定北大将军，以示圣恩。令大将军以此剑斩杀北陵王蒙苏达，待天子行天道。好，洛卿说的深得朕意，就这么办。朕立即让最好的工匠打造此剑。陛下圣明。洛平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个佞臣了，就和当年一样。监军见了越王以后，受到了很高的礼遇。越王亲自带他巡视练兵，带他参观军营，尊重他的意见，还让他督战了一场定北军击溃北陵游兵的小战役。此战中，定北军应激迅速，调度合理，在极短的时间内俘虏了大部分游兵，令那位监军深为满意。回禀给小皇帝的折子中对越王大加赞赏。那日皇上的圣旨送到，周唐领旨之后，
被交予一柄3尺长剑。此剑通体银白，剑锋雪亮如有寒气，削铁如泥，断口齐整，是把难得的神兵。周唐一眼就认出来，寒玄铁。传令官道：大将军好眼光，此剑乃是北陵寒玄铁所铸，皇上交托于将军，望将军用其斩尽北寇，不负皇恩。那是自然。周唐执剑欣赏，颇为中意。不知皇上赐予此剑何名？名字倒不是皇上取的。传令官直言，因为是骆大人的提议，皇上便让骆大人为此剑命名，骆大人取名为寸雪。周唐抚剑的手一顿，很快掩饰起来，只应了声哦。传令官走后，监军望着寸雪剑很是羡慕。骆大人虽是文官，对北陵战事却很是上心呢。为了让将军安心应敌，也是他力排众议，让下官换下了宁王的心腹。周唐挑眉，大人这样说话似有不妥。监军坦然，下官对将军敬重，也很信任将军，有些事便不需隐瞒了。朝中宁王一派时是希望将军战死沙场的，若不是骆大人出面争取，此时来的监军恐怕能把将军烦死。是吗？周唐不置可否。是为了他，还是为了自己在小皇帝身边的仕途？哎，只是骆大人锋芒太露，下官倒是有点担心他会被宁王整治。将军有所不知，现下宁王可是把骆大人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啊。周唐吞下那句你有什么资格担心他，阴沉着脸走入主帅营帐，与方进等人商讨完偷袭与宣战之事，已近2更。周唐回到自己帐中，寸雪枪啷出鞘，随手劈了一张暗机。余怒未消，他把宝剑往地上狠狠一掷，再不去看他一眼，躺到榻上蒙头就睡。睡到半夜却又醒了，地上银光闪烁。周唐梦游一般走过去，捡起宝剑收在怀里，反复抹撒。清长寸雪夜昆仑，小夫子，我知道这句诗的意思了。说来听听。少年扯了扯自己的衣裳，又拽住男子的衣袖。我是清长，小夫子是寸雪，只要我们2个在一起，就可以搞得天翻地覆。男子哭笑不得，搞什么搞，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诗是太祖皇帝北征时所作，当年太祖皇帝率兵至西北昆仑，夜里梦见昆仑神女一袭清长踏雪而来，是夜，越王与寸雪同枕，浅浅入眠。黎明时分，忽闻帐外一阵骚乱，周唐即刻惊醒。探子来报，将军，北寇半夜压境，铁骑1000，步兵2000，偷袭边越关，边越守将折损1000士卒，向我军请求增援。监军急道：怎么会这么快？方进道：北陵马匹行军速度甚快，只一夜就悄然逼近了30里路，看来他们这次是势在必得。那我们快调兵啊！不，将军。周唐抬手制止了他们的争论，果断下令弃边越，退守夜郎。将军，监军很是惊讶，然而方进却露出了笑容。周唐冷笑道：让他们一座关卡又如何？既然他们要玩偷袭，本王就陪他们好好玩玩。拨2000虎贲军给我，本王让他们进得来，出不去。通政司一盏孤灯犹自亮着，灯下的人提笔书写，好似打好副稿一般，笔端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安世元年，北陵进犯，边越关遭敌军夜袭，越王执天子剑，孤军入没，杀入敌军后方，迅速反扑，火烧边越关，城墙熏至焦黑，关中北寇被困。越王一举斩北寇将领古阿里，剿马匹115匹，折敌军700余人，首战告捷。然洛平默写《承天通鉴》到这里顿住了，他有理不清的结，这一事总归会有变数。想了想，他把纸张在烛火上烧了。转眼数月过去，北边战事如火如荼，莫州的凛冬来得比中原早得多，也猛得多。寒风如刀刃般割在脸上，冰渣卷进口中，说话时都带着股铁锈味，旌旗猎猎。
打打撤撤的游击战过后，双方战役都已达到顶点。金戈原上两军对垒，这是两方大军初次正面交锋，是一场丝毫讨不得巧的硬仗。对面是北陵王蒙苏达亲率的军阵，蒙苏达信心满满，是要拿下夜郎，软取两城。而周唐想的是将北寇彻底逼出金戈原，重创其军事，让他们退回北境。蒙苏达命人校正，大成皇帝一代比一代昏庸无能。如今那坐在龙椅上的黄口小儿，恐怕已经吓得尿裤子了吧？大成分明，气数已尽。我北陵有数万勇士，无尽神兵，此次便要直捣黄龙，换了这天下的主子，取而代之。放肆！周唐怒骂：我大成国运昌盛，盛世太平，岂是尔等蛮族可辱？哼！什么数万勇士无尽神兵，若真是那么厉害，何以3个月都未能踏进我莫州一步？休得狂妄！叫阵那人从阵中出来，我乃北陵铁羽大将军达鲁巴，对面谁来出阵与我较量一番？池亭被击，神色愤懑，对着周唐请愿道：我来，末将愿与之一战。周唐抬手制止：不用，此人如我皇族，便由本王亲自来会一会，撕了他这张嘴。可你是万军之首，万一要是……周唐瞥了他一眼，池亭噤声。池亭知道，此刻周唐不再是那个和他打闹嬉戏的师兄了，而是统领大军的将军，而他只是他手底下的一枚棋。停！方进道，且看着就是了，我教出的徒弟绝不会丢人现眼。周唐策马上前，寸雪缓缓出鞘，当朝七王爷，定北大将军周唐，原来是个草包王爷。达鲁巴语气轻蔑，但眼神十分警惕，他没料到敌方主将居然会主动出战。周唐沉稳自若的态度，还有纯叛那抹自负的笑意，都带给他无形的重压。达鲁巴握紧玄铁刀，暴喝一声，向前冲去。周唐一家马腹正面相迎，临到兵刃交接之时，倏然轻身起于马上，足尖踏在达鲁巴横劈而来的刀刃上。电光火石之间，他反手一划，寸血没入对方颈中，生生削下一颗人头。达鲁巴一招未过，便已命丧黄泉，脸孔上难以置信的表情凝固在寸血的反光里。周唐一手拎起人头，抛向北陵军阵之中，冒着热气的血滴洒在金戈原的雪地中，烫出一路嫣红。北陵鸦雀无声。相反的，定北军已然叫嚣起来：将军威武！北寇懦夫！地吼个不停，吼得人热血沸腾，士气大涨。周唐睥睨战车上的蒙苏达：本将军早说过，孰强孰弱，我们沙场上见真章。继而他高举天子赐剑，朗声号令：儿郎们，彼方便是荣光所在，虽死无惧，随我来战！杀！杀！洛平手抵额头，那一跳一跳的疼，怎么也停不下来。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了。当年周唐与北陵一战，势如破竹，锋芒毕露，戍边王的威名瞬时响彻大江南北。朝中不少武官对他大加赞赏，更有年轻小将不惜降级也要去辅助越王抗敌寇。宁王屡次想要压制这股上武上将之风，奈何战事打得实在漂亮，他也寻不到破绽。之后不知他听信了哪位幕僚的谗言，竟要与北寇勾结，里应外合，陷周唐于不义。寻了个运送军粮的由头，他派出了一名盛京副尉做奸细，一路上与蒙苏达暗通消息。最终前线正值酣战时，运粮车队莫名延误，定北军将近4天未吃上一口粮食。适逢蒙苏达步步紧逼，周唐于金戈原一战损失惨重，不得不弃了夜郎城。而今洛清，这些都是今早送来要参你的。洛平看着面前厚厚一沓折子，眉头深锁。小皇帝道：洛清啊，这件事是你做的急躁了，二皇叔的党羽大可以慢慢减除，那个什么盛京副尉不过是想送趟军粮，朕派人多看着点就是了，你何必非要治他越职之罪，还为此触怒二皇叔？陛下，
此人不除，恐有大患。会有什么大患？难不成他还能把朕的大将军废了？他可能通敌。洛卿，这话可要慎言，你可有什么证据？臣没有证据。这真是让朕为难了。小皇帝叹了口气，参你的折子，朕可以不理，但你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这样的事，着实难办啊。洛平脸目不语。原本洛卿你要西昭进贡来的那瓶药，朕是绝对不会吝啬的。可现在你让那名圣经护卫无辜受了100军棍，据说腿都要断了，二皇叔怎么也不肯罢休，非要朕给个说法。朕不得已，只得把那药给了二皇叔，以示安抚。所以这药已经不在朕的手中，只能跟洛卿说声对不住了。陛下切莫自责，都是臣考虑不周。小皇帝道：不过话说回来，洛卿你的母亲病重，朕遣卫太医去看看就是了，为何一定要那药呢？贡品清单朕没有仔细看，只知道这药在西昭送来的那批贡品中似乎是最贵重的，真有那么好吗？能起死回生？洛平摇手苦笑，天命不由人，世间哪有什么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不过这药是西昭国师亲手所制，据说能接断骨、护心脉、治肺腑，总归是能起到些续命的功效的。臣的母亲久居大城西境，常听闻西昭国师的传奇事迹，心存敬仰。臣就想，出自那位国师之手的药，就算无用，也能让母亲定定神。这倒也是。但现在可怎么办呢？二皇叔恨你入骨，断不会把药借你的。臣何德何能，既让陛下如此为臣担忧，此事就不劳陛下挂心了，容臣再想想吧。金戈原上，整片的荒原被皑皑白雪覆盖。定北军那日大胜之后，蒙苏达便率领北陵军队退入了荒原北部的旧城中，任周唐如何叫阵挑衅，就是不肯出战，但也没有继续撤兵。凛冬已至，如此酷寒的气候让习惯于温暖湿润的大城男儿难以适应。不少人练兵时生了冻疮，手脚肿痛不堪，连握兵器都握不住。好在后方粮草供应充足，还不至于让士兵饿肚子，定北军的士气还算稳定。这种时候，敌方的成功是不攻，周唐一直有些为难。迟听说攻，要一鼓作气；方进说等，要等待时机。这些周唐都好好想过，可作战方案一套套拿出来，又一套套被舍弃，他就是定不下心来。他也知道最近自己的脾气有些偏激暴躁，尽是对着他都有些战战兢兢的。尤其入夜后，有时他对着寸雪一发呆就是一整夜，有时火气上来，又想叫人立刻把寸雪融了，让自己再也看不见他。这样反复无常，全因为那个人。如果那个人在身边的话，自己也许就能静下心来了吧。他总有这样的本事。洛平去求见宁王，宁王府的人当然不会给他好脸色，让他足足在大门外等了2个时辰。墨城的雪虽然没有北境来的大，但很是湿冷，冻得人身子骨都僵了。不一会儿，洛平的裘袄上就落了细碎的一层，他的脸色也越发苍白。他正要第4次请求通报的时候，大门终于为他开了。洛平抬腿时才发现，各处关节都在刺刺的疼。他很能忍受严寒，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麻痹，但不代表他的身体能抵得住这般折腾。微晃了晃，他缓过一口气，看见宁王拥着上好的貂裘袄子，冷眼看他，不知骆大人驾到，本王有失远迎了。洛平连忙行礼，是下官唐突了。口中呼出的热气氤氲在2人之间，谁也看不清谁。坐到堂上，洛平捧了杯茶暖手，冻得通红的手指捂在瓷杯壁上，好一会儿才感觉出温度。抿了口茶，却是温水冲的陈茶，并不好喝。不知骆大人有何事？回王爷，下官想跟您讨一颗药。什么药？鱼蒜。鱼蒜？宁王皱了眉头，回忆了下，就是上回皇上给我去医治圣经复位的那瓶药。说是什么西昭圣药来着的？正是。洛平道，听皇上说，
那瓶药共有3颗，下官母亲病重垂危，想问王爷您求1颗，以医治顽疾。宁王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眯了眯眼睛。半晌，他道：落木泉啊，落木泉，本王真没想到，居然能看见你低声下气的时候。平日里那些目中无人，那些飞扬跋扈呢？怎么有事相求，便转了性子了？下官做事莽撞了，哪里得罪了王爷，还请王爷海涵。宁王冷哼一声，你得罪本王的事情细数起来还真是不少，不过本王向来不是无情之人，念你一片孝心，这药也不是不能给你，但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王爷请讲。本王想知道你究竟是如何讨得父皇和恒儿的信任的？父皇刚死，你便迫不及待的赶回来要复官，你这样一个爱权如命的人，根本谈不上忠诚可言。真不知道当初父皇为何对你青年有加，甚至为你独设一次殿试，特意给你升官的机会。是先皇抬举了。洛平垂首。那小皇帝呢？你跟他有过什么交集？他凭什么把你这么个半路冲出来，死皮赖脸要官做的人扶上高位？你到底用什么蛊惑了他们？洛平终于抬眼，语气淡淡，王爷以为呢？他眼中隐有怒意，又似乎只是无所谓的一句反问。宁王被这双眼盯着，竟有些茫然了。这个洛平究竟是个清高文士，还是个奸佞官迷？他以为若说是你的才学，翰林院比你有才学的人多的是；若说是家世，你家在西境偏远小城，与朝政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若说是你的模样，宁王扳着他的脸看了看，则也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皮囊。还是说，宁王攥着他下巴的手顺着他的颈项缓缓下移，指尖划过喉结，划过锁骨，止住。还是说这具身体？洛平轻震了下，冷冷看他，王爷慎言，您这是在议君？宁王笑得自负，议了又如何？你敢做出这等蛊惑君王的下作事，还怕人议吗？本王倒是真的好奇，你这种贪权又偏要假清高的人，是用什么姿态服侍帝君的？虽说来前已做了心理准备，但被如此折辱，洛平终究觉得不堪，便抿唇不语。不如这样吧，用你的身体换1颗预算。面对宁王的故意羞辱，洛平静默了好一会儿，忽而笑了起来。对下官来说，这倒真是很划算。王爷愿意换，那便这样换吧。洛平放下茶盏，起身理了理衣襟，唇畔牵起一笑，王爷请。这颗药他必须拿到，这是周堂的救命药。洛平唇畔牵起一笑，王爷请。宁王眉梢一挑，反倒是愣住了。他疑惑的审视洛平，不相信他能如此坦然。洛平见他不动作，缓缓道：下官有求于王爷，付出点代价本就应该，王爷不必开疑顾忌。洛某布衣出身，若真能得到皇族垂青，那真是无上荣光，也省得自己一步步往上爬。王爷之前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宁王有心折辱他，自是口无遮拦，压根不在意说出口的是否属实，只要能让洛平感到难堪，他心里就畅快了。万万没想到，这人既没羞没臊，又牙尖嘴利，居然完全不顾自己清高雅逸的文官尊严，结结实实的倒打一耙，把堂堂宁王窘得骑虎难下。宁王的踟蹰让洛平原本苍白的脸色渐渐缓和过来，心中更为笃定。他故意支起宁王的手说：王爷在犹豫什么？不会是怕招惹麻烦上身吧？还请王爷放心，下官十分识时务，此事断不会张扬出去的。他说的诚挚，一双眼里似盛着隐忍委屈，又似盛着几许期待，婉转看来竟带着一抹剔透的琉璃色泽。有那么一瞬，宁王当真被惑住了，眉头紧蹙，反手按住洛平的腕，另一只手顺着洛平的眉梢眼角抚过。刚刚碰上冰凉的皮肤，洛平本能的瑟缩了一下，这一下也把宁王惊醒了。仅仅一闪神，宁王便大力甩开手，重重哼了一声：没见过你这般不要脸的。洛平被他甩回座椅，仍是淡淡笑着，
看来王爷也觉得下官姿色平平，下官自知绝技比不上王爷上次赎回府的翠竹楼清官，用一颗圣药来换，王爷也觉得不划算吧？宁王深吸一口气，骂道：好你个落木泉，难怪当初都说你是最毒辣的大理寺卿，果然老奸巨猾，把人心计较的分毫不差。王爷过誉了。洛平谦道：其实王爷赠药于我，未必没有好处。怎么说？下官的家乡离京甚远，送个药一来一回少说也要2月，这2个月下官看来是不能陪伴皇上左右了。宁王狐疑：你当真丢下他不管？这就是你的忠君之道。自古忠孝难两全，母亲病危，身为儿子怎能不去？何况下官欠了王爷一个人情，这2个月绝对不会给您添麻烦了。哼，2个月？你猜2个月后京中局势如何？下官不是圣人，无法预料会如何。宁王望着他，第一次觉得这人识时务，不知怎么的，还觉得他这副低眉敛目的神态很顺眼。想了想，他问他：若是我做了皇帝，你可会一样效忠于我？洛平寡尔，谁能与我高官厚禄，我便效忠于谁。下官一向只忠于君，不忠于人。你倒真是个聪明人。宁王的语气听不出喜怒，抬手唤来了管事，去取1颗鱼蒜来。管事领命退下，洛平躬身道谢，多谢王爷成全。次日，洛平果真呈上了回乡省亲的折子，跟吏部告了假。小皇帝几番不舍，当朝挽留，只是洛平面色哀戚，软语恳求，又有众位大臣说尽孝道，小皇帝也不得不放人。退朝时，洛平与同袍们寒暄着，冷不丁感觉背后被人瞧着，待转头，只看见宁王上轿的背影，未曾见他的一脸若有所思。宁王生性猜忌，为人审慎，当初方进便是被他已有2心，气出了京城。洛平与他周旋，颇费脑筋。此次能有机会暂时卸下担子，也算是让自己稍事休息。拢了拢衣袖，洛平闷咳了2声，对轿夫道：回府吧。孙大娘听闻他又要离京，心中放心不下，丢了酒肆的生意，就回来帮着打点。一见到洛平，他便大声埋怨道：老爷，您能好好歇1天吗？瞧瞧您这脸色，可不是又要病吗？洛平摆手道：没事的。怎么没事？回来这会儿功夫，您就咳得没停过。那是昨日多吹了会儿风而已。洛平宽慰他：好歹我也懂些医理皮毛，自己的身体自己有数。孙大娘，你不必太挂心。孙大娘知他固执，实在没办法，只得帮他收拾好行装，叮嘱他路上小心，有什么不舒服的赶紧看大夫，千万不要治好了母亲累死了自己。洛平笑道：哪有那么严重？报将军，新的粮草已到，足够过完这个冬天了。报将军，北寇依旧闭门不出。城中偶有金石敲击之声传来，不知在做什么。知道了。周唐挥退探子，问四座：依你们看，此时是退守还是强攻？监军道：既然已经退守了这么久，不如静观其变吧。他们这样按兵不动，显然是在搞鬼，想引我们攻城。若是这时候强攻，先前的忍耐不是功亏一篑了吗？婷婷还是强烈建议强攻，他从一开始就主张强攻，管他们搞什么鬼，我们在这里等着他们先出手，倒好像是我们怕了他们，就该乘胜追击，把他们杀回北陵。周藏未表态，问方进：军师觉得呢？方进含笑道：强攻。军师之前不是反对的吗？如今不同了。当时我担心将士们不适应此处酷寒，恐有失误，又担心朝廷里的某些人会在关键时刻克扣粮饷，一旦深入北陵地盘开战，很有可能后继不足。周唐微眯了眼，克扣粮饷，军师为何会有这种顾虑？方进也不瞒他，我率越州旧部动身过来时，曾收到穆全兄的一封信，信中说京中粮饷恐生变，军阵得至莫长驱。想来穆全兄与京官周旋，预料到一些事，特意提醒吧。
他也不管提及骆平后，周唐的脸色有多难看，径自说道：“要说穆全兄虽不善战，却有决胜千里之外，防患于未然的本事，实在让人佩服。不过现下粮草稳妥，不必有后顾之忧。蒙苏达显然在耍花招，与其等着受制于人，不如我们主动攻城，逼他们提早亮招。”周唐狠狠瞪了方进一眼，压下心中不快。军师说的极是，本将军也不想再跟他们耗下去。粮草来了一批又一批，光吃不打仗，能吃得安心吗？不如早点打完这一仗回去，说不定还能赶得上过年，监军也好回去复命，他也好回去好好教训某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几名参将立即点头称是。这仗打得痛快，势头正好，他们也都想快些领了军功，赶得上回家陪老婆孩子过年。周唐从帅座上站起，传令：立刻整军，即日攻城。是。婷婷与方进出营帐时，小声嘀咕：“方先生，你没看见他那张臭脸吗？骆先生的密信也敢说给他听？怎么就说不得了？上回我营里一个小兵无意间说起骆先生以前断过的一桩奇案，转眼就挨了50军棍，打的那叫一个惨不忍睹，谁求情都没用。”方进啪的甩开扇子，他可不敢打我，再怎么生气，他也不会打的。婷婷奇道：“为什么？”“因为他有事求我。”“啊？什么事？”方进淡笑不语。两人刚扯淡到这里，就听背后传来周唐沉郁的声音：“军师过来。”说着径自走进方进的营帐。方进收了扇子，遵命。临走时小声点拨迷茫的小徒弟：“有人归心似箭，摸不到，看一眼也是好的。”入帐，周唐开门见山：“他的信呢？”方进道：“穆全千里传信到越州给我，自是私人信件，将军不方便看吧？”周唐忍不住了，一拍桌子怒道：“他有什么是我不能看的？我叫你拿出来！”方进无视他的怒火，反倒端出了师傅的架势，大战在即。你仅仅为了一封信就跟我拍板，这般沉不住气，让他如何放心得下？周唐冷哼：“我跟他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方进看他被怒气冲红了的眼睛，叹了口气：“信不是不给你看，只是需要等你冷静下来。这封信他给我不给你，也是怕你一时意气，坏了大局。”周唐愣神：“是。”他最想不通的就是为何骆平寄信是给方进而不是给他。他再恼他，也还是会听他的话，最多先把信撕了，再拼起来重看而已。穆全思虑太多，处处为你打算着，确实有些自以为是，这往往是谋臣的通病，你也怪不得他。我现在不怪他了。周唐抿唇道：“我只是很想念他。”我知道。方进微微动容，硬是咽下了那个野字。我要告诉你的是，并不是他狠心，你今后要做的事，确实需要你自己好好磨练。有他在你的身边，你定然施展不开的。他知道自己对你的影响，知道什么时候该陪着你，什么时候该离去。仅凭这一点，他便是我望尘莫及的贤臣。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我在他眼里就那么不讲道理吗？方进很想点头。周唐在骆平面前就是个无赖，永远是冲动大于理智，有些道理讲得通，有些道理死活讲不通，他这个旁观者最能看清。罢了，你自己看看他的信吧。方进把那封信递给周唐，信仍旧很短，首行说了警惕粮饷的事，第二行说了南山军入边的事，从第三行开始，每一句都是在说他王爷年轻气盛，益寿激将，他若要莽撞行事，望众离兄竭力劝阻。王爷若因我之事心中郁结，随他愤去，切莫为我开脱求情，免他分神。北临天寒，务必让王爷多备蛇油膏，分给将士们，力战立军心。此仗胜时，便是京中大乱之时，越王率军归来，须做3件事。周唐看到这里，猛然心惊。白纸黑字上清晰的写着：暗杀监军，清君侧，秦王。他不由得轻声念了出来：
待他看完，方进立即烧了那封信。周唐回过神来，那张纸已成了灰烬。事实上，他确实有过这样的打算，只是一直下不了决心，也不知是否会有合适的时机。现下有小夫子一言，他心中大定。可是他在京中恭候将军凯旋。周唐亲自率军直逼北陵军城下，巨木冲城，城门上的士兵被遥遥射下。大成军虽无神兵利器，士气却悍勇无匹，连战2日，竟硬生生撞开了城门。城楼上死了数百敌军，城楼下亦是流血飘橹。两方拼死一战，终究还是周唐胜了。周唐意气风发，举剑高呼：“将士们，随我杀进城！谁取了蒙苏达的头颅，便可拜将封侯。本将军绝不食言。”杀！众位将士满腔热血，争相冲进城内。将军且慢！方进策马赶上，无奈周唐已经率先进了城，换也换不回来了。他心中大急，料想骆平的话恐怕又要一语成谶了。这王爷当真莽撞的很，这城如此易破，必然是请君入瓮啊！方进一家马妇急急前去劝阻，才刚进城，忽然听见一声破空巨响，夹杂着铁器铮鸣从他头顶飞过，一瞬间他脸上血色褪尽，只来得及大喊一声：“将军小心！”周唐也听见了那巨大的声响，回头看时，只见一只铁矢向着自己飞来，渐渐一点寒芒晃了他的眼。箭矢速度极快，他堪堪侧过身子，迅速抬起寸雪去挡。寸雪本是寒玄铁所锻造的利剑，按理说这一挡不砍断，也该将其砍偏。谁知那铁矢居然有着比普通寒玄铁更硬。周唐耳边传来寸雪断裂的声音，像是预示着什么。断剑刺入雪地之时，铁矢贯穿了周唐的胸口。周唐！离他最近的婷婷惊呆了，脱口喊出了以前对他的称谓。大城的将士们见到这一幕也都傻了，帅旗倒了。周唐被巨大的冲力带落马下，看着鲜红的血洒在自己眼前，自己的血迷了自己的眼。意识模糊时，他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那人说过，以后你登临天下，你的名字就会成为天下人的忌讳，我也不例外。那人好久都没这么喊过他了，如果喊的是小唐就更好了。兵荒马乱中，周唐的微弱声音被埋在了嫣红的雪地里，仍是那装可怜耍无赖的语气：“小夫子，你当真不管我了吗？”北陵旧城被攻破，但大城的军队没能进驻，也没能取得蒙苏达的首级。更让人沮丧的是，他们的主将受了重伤。定北军失了将帅，顿时一片混乱。有人红了眼要去报仇，有人茫然四顾，畏惧着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的铁剑。大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情况。方进知道此时不是恋战的时候。周唐被那只铁矢射中之后，他立刻指挥大局，率人冲上高楼，斩杀了上面的弓手，砍翻了的巨弩。弩和箭都是精炼过的寒玄铁制造的，显然北陵退守旧城后就在锻造这些强力的远攻兵器。仓促间，他们也没能准备很多，巨弩只有2个，箭矢只有1袋，目测不到10支，尚不能带来太大的破坏性。但是在战场上，只要有一支射中主要目标，就能给敌人带来致命的打击。婷婷，保护将军出城。知道了。婷婷长枪横扫，画出一个圈子，挑倒了涌上来的北陵士兵，随即小心拎起周唐翻身上马，一路悍勇无匹，佛挡杀佛，冲出城门。方进大声下令：“将军有令！”全军即刻弃城回营。遵命。军令如山，将士们到底受过严格的管教和训练。此时分为3股队伍，一攻一守一开路，边退边战，迅速撤离。回到金戈原上时，北陵的巨弩已被修复，蒙苏达亲自督战，铁剑只射大城猛将，相隔如此之远，仍旧势不可挡，竟又射下了大城2名大将。慌乱中，2名将领未及避让，一个被射入后心，当场毙命，另一个被射中腿骨，痛得翻下马来。幸好副将及时将其救起，才不至于丧命。一支箭矢向着方进飞来，他吸取了周唐的教训，
不敢去挡，扭转马头让了过去。只觉得一阵劲风擦过耳畔，令人浑身发寒。终于逃出箭矢射程之外，方静回头遥望，眯起了眼睛。将帅生死关头，他此时想的却是另一件事。周唐回到营地时，从剧痛中缓了过来，尚且保持着意识。婷婷先下了马，之后要扶他下来，被他一下子推开了，他要自己下马。他脸上毫无血色，手脚因失血而脱力，颤抖着连踏环都踩不住。婷婷实在不忍，还想上前帮忙，被方静拦下，让他自己来，他不能在这里倒下。周唐是整个定北军的支柱，纵然重伤，也绝不能在士兵们面前示弱。婷婷点头表示明白，仰头看着周唐慢慢从马上下来，一身鲜血染红了马鬃。他捂着剑洞靠在马身上，吃力道：“定北军听令。”是。随着他声音的起落，遭受首次大败的定北军黑压压跪了一片，腥气的铁锈味道弥漫在整座军营，压得他们心里异常沉重。北寇未灭，本将军绝不会死。周唐虽然重重的喘着，但语气十分坚定，无形中给了他们信心。在我养伤之时，军中大小事务由军师全权代理，听到没有？是。周唐气力已竭，招来婷婷扶他进帐。刚进了营帐，周唐便重重压在了婷婷身上，伤口迸出的血浸透了衣甲，他惨白着脸，神志都不大清醒了。将军！婷婷很慌乱，但不敢太大声的喊。周唐昏迷前断断续续交代了几句话，婷婷很仔细的听才听明白。他说的是：寸雪，小夫子。周唐连续昏迷了6天，头3天军医忙得焦头烂额，才勉强拔出了那根寒玄铁剑。但之后周唐还是醒不过来，身体也一直没有恢复的迹象。幸好严寒的天气使血流速度减慢，否则这一剑带出的血量完全不是一个常人能挺得住的。不过剑虽拔了出来，军医却仍旧忧心忡忡。箭头并没有刺中要害，只是寒玄铁至刚至利，这一剑劲头很猛，非寻常人力所致。将军的外伤口不大，却是被震伤了肺腑，肋骨亦被铁矢撞断。若是平时倒还好接骨，但此时将军失血过多，恐怕难以承受得住。军医絮絮叨叨的说着，帐外又传来通报声：军师监军求见。婷婷道：这个监军当真烦人，这都来了几趟了。方静示意他晋升，出去与监军周旋良久，终于把人忽悠走了。回到帐中，他说：监军也是身负其责，他要了解将军的伤势如何，好向京中的小皇帝汇报，看是要任其自生自灭，待王爷死后再调度个新的将军来，还是把王爷召回京城去养伤。那时候一副信任将军信任的不得了的样子，这会儿人还没死呢，他就急着报丧了。婷婷看着周唐越发憔悴的脸色，心中焦急，语气自然好不到哪去。他的事情我们暂且不管。方静拍了拍小徒弟的肩，将军的伤情复杂，一时半会儿下不得结论，小皇帝暂时还不用操心，眼下当务之急是什么？将军给我们下了2个命令，一个是找回寸雪，一个是叫来洛平。寸雪断在旧城中，暂时是拿不到了，但洛平是可以叫来的，只不知来不来得及。方先生，你是说不告诉皇上，但要通知洛先生过来？不错，他若能来，说不准将军就挺得过去了。方静半玩笑半认真的说：那我立刻派人去请。不用，当日他中箭受伤，我便已经派人去通报了。方静派去的人扑了个空。数日后放了信音回来说，骆大人回乡探亲，不在京中。婷婷道：坏了，怎么这般不凑巧？方静的神色却淡淡，他手里把玩着扇骨，看不出在想什么。婷婷急了，这几日将军越发虚弱了，大夫说了好几次垂危，都快把我吓死了。北陵又蠢蠢欲动，要来攻城，不能等了，要不方先生你下令吧，我带队攻城去。方静道：再等几日。此时攻城，无天时无地利无人和，实为下策。可是他会来的。方静打断他的话：洛木泉要探的亲还能在哪里？
婷婷尚未反应过来，帐外传来一声通报：军师，有一人自称酒肆老板，说是找您要酒钱来了。方静莞尔一笑，让他进来吧。帐帘掀开，走进一个黑发披雪的男子，身着素色青裘，白皙的脸上晕着一抹淡红，虽没有多出色的地方，却是面如冠玉，青铜似水，嫩是让人心中一定。方静一敲折扇，说：曹操。曹操道。骆平先是微愣，遂摇头叹道：这世间最懂我的，便是仲离你了。方静上下打量着他，目前你清瘦不少。骆平道：车马劳顿而已。话到此处被生生截断，骆平眼袖闷咳，这一咳便停不下来，夹杂着气喘，脸上不健康的红色越发深了。方静沉下了脸：你病了？骆平看了看他，接过婷婷递来的茶水，忍着咳嗽喝了，不答。方静忍无可忍，要上前来探他，被骆平让开了。我没什么事，风寒而已。王爷的伤要紧，婷婷去倒一杯温水来。婷婷听话的去倒水。骆平走到周藏床边，从怀里拿出鱼蒜，说：原本想让人替我把药送来的，谁知遇到些波折，总归是耽搁了。方静心中酸涩，为他你何至于？骆平顿了顿：仲离，你我不过是局中的棋子，死生无碍，可是大成不能没有他。你究竟是为了他，还是为了大成？婷婷端水回来了，骆平没有回话。方静整理好情绪，望着骆平手中的药丸问：这是什么？西郊的疗伤药，出自国师之手，说是圣药也不为过，虽然不能让他立刻痊愈，好歹有些续筋接骨的功效，护住他这条命是可以的。你总不会害他？方静别开了眼睛，喊上婷婷出帐。唉，一声长叹，骆平轻轻抚上周藏的脸，先前说话还很镇定，现在手指却在微微发抖。这张灰白憔悴的脸真是小唐，他看着有些出神。这是他2辈子以来第一次见到他如此脆弱的模样。上一回见还那么有精神的骂他，说要绑他一起走，怎么现在竟是气若游丝了，连手都握不住了。为他吃了药，骆平冰凉的手掌抚在周唐滚烫的额头上，顺着他的轮廓勾勒，眼睫、脸颊、鼻梁、嘴唇，周唐一直拧着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这是小夫子的手，这双手他永远不会认错。梦里面到处都是雪，一望无际的雪。他在雪地里茫然四顾，像是要找什么丢了的很重要的东西，找得他钻心的疼。为什么不见了呢？他想要好好珍惜的东西，为什么失去了呢？是谁抢走了？是谁？他跋涉了很久很久，看到了雪地尽头的皇城，看到了皇城脚下那个蜷在雪地里安然睡去的人。是了，那就是他要找的东西。他慌忙跑过去，临到近处，却又莫名的不敢走了。他看见那人的手里握着一只碗，碗里似乎有着一些水迹，是融化了的雪吗？他看清了那人的样子，是小夫子。小夫子怎么睡在这里？他喊他没有用，无论他怎么喊，小夫子就是不肯睁眼。我来接你了，为什么不理我？你真的不要我了吗？他声嘶力竭。明明是你的错，是你要害我，你要害我大成。你现在就想解脱吗？我不准，你怎么能？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白炽的阳光烘烤着地上的雪，他眼睁睁看着小夫子的身体慢慢融化，一点一点从他的世界里消失。这就是他们的命运了。悲痛把他的心蚕食，什么都没有留下。可是在最后的光暗淡下去时，有一只手把他拉了出来。那只手替他擦去满脸泪水，软语骂着：怎么这么没用，这点事情就撑不住了，还想当一代贤君？没有人叫我管教我，我怎么去做贤君？我会陪着你的，我从头开始教你。不要再害怕了，我在你的身边。周藏睁开眼，看见了面前的人。小夫子，你在
是的，我在。周唐望着他眨了眨眼，忽然眨下一颗泪来。我们重来。洛平争冲半晌，好，重来。周唐听见洛平的话，安心的闭了眼，又再度睡去。只是手里攥着小夫子的衣袖，揪的布料皱成一团，洛平想动一动都不行。他是满足了，洛平的心里却不得平静。周唐无意识的话是想要表达什么？他在梦里见到了什么？他所说的重来是想要有个什么样的结果？洛平守了周唐一夜，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也没理清。破晓时分，周唐的高热已经退了，只是还没有要醒转的意思。营帐外始终没有动静，大概方静嘱咐过不要来打扰。看着周唐死活不肯放松的手指头，洛平苦笑，把袖子撕了，起身出了帐外。方静正在练兵，将士们都很专注，不过士气明显有些低落。毕竟这是他们这支新锐队伍遭遇的第一场惨败，而且自家主帅还受了重伤，已经数日都没有露面。洛平来到方静身边，重礼。方静目光不离教场，他好些了，性命应当无碍了，静养几天就好，往后还要劳烦你照顾着了。那你呢？你这就想走了？方静转身看他，注意到他熬红的眼睛和残破的袖口，微皱了眉头。目前你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我小风寒，过几天就……我不是在说你的身体。方静打断他，你心里分明一刻都放不下他，非要这么折磨自己吗？他是你的心病，你什么时候能治愈？洛平抿唇，脸色似乎更加苍白了。方静自知说的有些重，忍不住想去扶他，洛平却退后一步道：他不是我的心病。方静的手停在半空，他在我心里不是什么折磨人的伤病。风沙卷起他散乱的长发，迷了他的眼睛，以至于他没有看见远处营帐中踉跄奔出的身影。这一世的周唐是剜去那些腐肉，然后一层层长上去的新肉，疼固然是疼的，但只要他不再让这处伤口暴露在外，总有一天，到他别无所愿的那一天，就会好的。洛平的唇角弯起一个柔和的弧度，重礼，他是我所有病症的良药。身后的脚步声突然顿了一下，洛平察觉到了，刚回过身来，猛地被一股大力冲撞，撞上后面的旗杆。他的腰上紧紧箍着一双手臂，用力到颤抖。洛平，是我，你还敢不告而别？周唐一拳擦过他耳畔，打在无辜的旗杆上，半幅袖子擦过洛平的脸颊。本来这一拳他是想打在洛平的脸上的，可是临时改变主意了。大概是因为最后听到的那句话吧，又或者是因为此刻在他发间轻抚的手。刚清醒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他记得自己做了一个很漫长也很寒冷的梦，但不记得梦里都发生了些什么。小夫子跟他说话了吗？那是梦里的情景，还是真实的？脑袋混沌了太久，他根本分不清，直到发现手里的袖子，撕断的袖子还带着熟悉的味道。那么那个人呢？心里蓦地胀满喜悦，又倏然落空，急急忙忙出来寻找，甚至顾不得自己邋遢狼狈的形象暴露在将士们面前。他终于看见了那个人。风里带来的声音说，他是我所有病症的良药，触手可及，就是小夫子温暖的皮肤。吼完那句质问，周唐就失语了，只是贪婪的看着这个已经比他矮了大半个头的人。小时候他这样抱着他的腰，觉得这个人又高大又温柔，就像是仅属于自己的神明。而现在他可以把这个神明完完全全的拥进自己的怀里了。不用害怕他会逃走了。洛平望着周唐的双眼，感觉得到那里面的幽深和炙热。我没有要不告而别。周唐眸光闪了闪。将军，将军没事了。教场上传来士兵们兴奋的声音，看见将帅似乎很精神的样子，他们的情绪高昂起来。很快有人发现了被自家将军制住的洛平。啊，那是什么人？
怎么回事？谁惹将军动怒了？嘿，那人谁啊？作死呢吧！闭嘴！周唐骂道，终于意识到场合的问题，松开桎梏洛平的胳膊，拉起他往营帐走去。你跟我来。又对方进道，军师，你怎么练兵的？士兵们立刻噤声，方进也收敛了心神，看了眼摇摇欲坠的旗杆，说：将军神力，来人，把旗杆换了。定北大将军在众目睽睽下把人强行拖走了。在他们慑于周唐淫威之际，只有洛平看见他红透了的耳根。周唐觉得自己神清气爽，胸口的伤也不痛了，血也止住了，骨头也接好了。于是他开始兴师问罪：怎么，小皇帝待你不好吗？你怎么舍得丢了京城的官权不要，跑我这穷乡僻壤来了？听闻将军伤重，特来送药。周唐心里舒坦了，这药送的又好又及时。瞄了两眼下手恭恭敬敬的小夫子，瞥见他破袖口露出的细白手腕，又看见他略带微红的面颊，周唐心里一动，轻咳道：你送药有功，暂且留在本将军身边，本将军会好好封赏你的。多谢将军抬爱，不过洛平京中还有未放下的事，恐怕不能久留。周唐一愣，怒道：那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宁王和小皇帝斗个你死我活，不是正好吗？你还有什么要掺和的？有什么比我还重要？将军不要任性，距离您回京还有一段时日，这时候不能出差错。若我就是不让你回去呢？周唐冷哼。洛平抬眼看他，眼里带笑：你不会的，你是我的学生，不会做出这么没有分寸的事。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的凌云志向。一见小夫子的温和的笑意，周唐的火气又去了大半。是他只是闹脾气而已，但是他不想让他走，这是真心。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后天。后天？你都不准备等我痊愈吗？将军方才一拳击断了旗杆，想来是没什么大碍了。洛平！周唐脸色顿时黑了下来，你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下官不敢。不行，你是真的欠教训，一定要罚你。将军想怎么罚？军法？不，王府家法。不，斟酌了半天，周唐终于想到了，本将军罚你充军纪，专门服侍本将军一个人的。2天。周唐赶紧补充，看来将军真是无恙了。洛平没有去问周唐是否记得那句重来。周唐涨红着脸揪着他的衣襟吻上来时，他也没有推拒。沙场生涯使得周唐的轮廓更加成熟，唇线的棱角变得有些冷硬，压迫上来的气息也越来越像当年那位君王。只是当年那人的吻是霸道的，不容拒绝的，而此刻拥着他的人是小心翼翼的。如果军纪能有这样的待遇，洛平想，那也能算是幸福的了吧。洛平脑中微醺，不自主的回应起周唐。周唐稍一愣神，接着便是铺天盖地的掠夺，呼吸里都是炙热的情潮。周唐吻过他的唇角、脖颈，手掌抚着他的心脏。他抚摸到洛平急促的心跳，不是曾经那种置身事外的感觉，而是真的在回应他的跳动。小夫子，你等我回京。看着小夫子染上情欲的脸，周唐觉得自己要烧起来了，喉咙里阵阵发干。小夫子，我忍不了，你给我吧。周唐撑在洛平身侧床畔，望着他的眼中一片潋滟，带着渴求和痛苦。洛平叹了口气，也有些动情，一手轻抵在他胸口的绷带上，一手拥住他，主动靠了上去，当心伤口。一瞬间，周唐的脑子里空白的。小夫子答应了，他居然答应了！撕裂般的疼痛让洛平闷哼一声，紧紧揪住了身下床褥。尽管周唐已经做好了准备，但还是出血了，这是意料之中的。小夫子，对不起，周唐慌慌张张的道歉，吓得赶紧抽身。不用，洛平出声制止，眼尾的红色更深，无妨。周唐舒服极了，听小夫子这样说，再也顾不得什么，放纵起自己的欲望。
洛平在中途晕了过去，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周唐满足之后，笨手笨脚的给两人做了清理。他知道小夫子在发烧，但他实在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他太想得到这个人了，想的都快要恨他了。就这样罚你吧，小夫子。你说我们谁比谁更狠心？周唐从洛平身后紧紧抱着他，额头抵着他的后颈，细细密密的吻着。同床不同梦。周唐的恢复速度非常快，第二日甚至可以去教场练兵了。军医对此啧啧称奇，细问之后，得知是那个布衣青年带来的伤药起了作用，当下佩服的五体投地。洛平连忙签道：“这要是西昭国师所致，在下只是送药的，可没那个本事。若真那么厉害，就不用劳烦大夫你为我治病了。”周唐的伤好得快，他的风寒却是加重了。周唐劝他多休息2天，洛平摇头说：“不行。说是不插手，哪能真的放手不管？”小皇帝在京中孤立无援，洛平每日都在担忧。宁王的宣告没有错，他这样一来一回将近2个月，朝中瞬息变幻，晚回去一点都怕有不妥。这就是说他又要带病赶路。周唐拗不过他，把安置在夜郎城药堂的云香召了回来，命他一路上照顾洛平的饮食用药。云香见到洛平十分高兴，不过还没与他说几句亲近话，就被周唐警告的眼神扫到了，顿时缩在一边，不敢造次。洛平不理会他，唤来云香一起上了马车。他们走得低调，只有周唐和方进来送行。临行前，他叮嘱周唐说：“打仗的事多问重离，我只会些纸上谈兵，他却算得上兵法家的。婷婷勇敢且忠心，又是名将之后，你不能亏待了他。还有，不可偏心南山军旧部，定北军上下须得一视同仁。”周唐笑了：“小夫子，你还说不要做我的小夫子了，教训起我来还是一点也不含糊。”洛平怔了怔，发现自己确实失态了。所谓旧习难改，周唐盯着他争冲的脸，忽然凑上去亲了一口。洛平蓦然红了脸，推开他道：“成何体统？”云香抿着嘴在车内偷笑。周唐故意瞟方进，方进不动声色，只对洛平抱拳行礼：“穆拳，一路保重。”之后，方进捋出奇谋，接连铲除北陵3员大将，再次敲开金戈原旧城的大门。由于蒙苏达麾下弩队的存在，定北军与北陵军始终僵持不下。定北军在那种巨型铁弩的攻击中吃了很多暗亏。周唐忍无可忍，派池亭重兵突袭北陵弩队，虽然伤亡颇多，亭亭也受了不轻的伤，但到底把那些铁弩尽数毁去，甚至带了2架回来，熔成了寒玄铁兵器。也因此，周唐授予了亭亭一等军功，擢升为校尉。正当定北军一路凯歌之时，莫城中亦是大事不断。仅仅1年，宁王与小皇帝之间的矛盾已然愈演愈烈，眼见着就要撕破脸了。这日，洛平在真央殿前拜见小皇帝。小皇帝本不想见，想了想，还是宣他进殿了。洛平跪下行礼：“陛下，为何不娶？”周恒望着他，眼含悲戚：“为何不娶？别人不知也就罢了，洛卿你也不知吗？”礼部送来的折子被周恒扔在地下，摊开的纸面上依稀可见朱笔圈出的生辰8字，那才准备等等，本是喜气洋洋的折子，此时却成了触怒龙颜的罪魁祸首。周恒道：“洛卿，怎么你也要劝朕成婚？外患尚未了结，又要心添内忧吗？李宗正的妹妹也就罢了，董太师的孙女。董太师是宁王的人，我为何要把他孙女娶进宫来，还要立他为后？”洛平叹了口气，拾起地上的折子：“陛下，臣与您说过，为君者要懂制衡之道。陛下大婚，取在您与宁王2人针锋相对之时，是缓和局势之法。此次势必要册封一后一妃，方能堵住悠悠众口，稳定朝纲，否则宁王一派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朕不要娶，一个都不想娶。”周恒怒道：“殿上每日勾心斗角还不够，下了朝还要用女人来控制朕吗？
陛下，朕才15岁，这么急着成亲做什么？看看这些折子上写的都什么玩意儿，烦死人了！与其要那么些没用的女人进宫，还不如让洛清你进宫来陪着朕。这样横眉竖目的周恒，倒真是有点像任性起来的小唐。洛平忍俊不禁，陛下说笑了。周恒道：朕没有心情说笑。洛平一愣，这才发现周恒是真的气得不轻，眼圈都有些红了，不由正色道：臣知道陛下心里不舒坦，但还请陛下慎言。周恒瞟了他一眼，稍稍冷静下来。严肃起来的洛平总让他有种敬畏感。洛平道：宁王想方设法将奉天府尹的女儿送进宫来，用意深远，确实不得不防，但同样的，陛下也可以反过来利用之。其实于情于理，那个尚未入宫的女子并无什么过错，陛下大可以待她进宫后再做定夺。可是娶一个我根本就不认识的，处处监视我的女人，还要故作亲近朝夕相对，朕堂堂大成皇帝，连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做皇后都不行吗？洛平沉吟道：在臣看来，陛下这种说法不像是在忧心大婚对朝政的影响，而是更忧心该怎么为人父啊。周恒瞪大了眼：没有这回事。洛平莞尔：还是说陛下有喜欢的人了？周恒脸色倏然通红，说话都有些结巴了。也没有，那臣以为陛下也是时候娶2位娇妻了。太祖皇帝在您这个岁数都已经有1位公主了。至于喜欢的人，大婚之后不久便要选秀女入宫，陛下总会遇上和自己心意的人。不过臣要提醒陛下，君王之爱。说到这里，他突然心中惶惶，顿了顿才说：君王之爱不可专情，不可长情。为何？那样的话太劳神了。君王的心里是要装下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只系于一人身上，不利于朝政安泰，也不利于子嗣传承。洛清，你的见解一向很有道理，但这一点朕却不能认同。周恒道：皇爷爷说过，一个不能让自己过得快活的皇帝是最失败的皇帝。我想君王的心里总能腾出一块地方，与任何其他东西都无关，仅装进去一个能让自己真心相待的人吧，只是把那人静静放在那里，就觉得快活了。洛平愣了愣，温和笑道：陛下说的是。既然陛下自己能想得通透，那么大婚之事还请陛下不要为难礼部了。微臣也恭祝陛下早日找到心仪之人。周恒扯了扯锦袍，瞄着躬身退下的洛平几番张口，却不知道自己还想说什么。皇上终于不拿婚礼大典说事了，礼部尚书大大松了口气，碰见洛平连声道谢：洛大人啊，也就你能把皇上的脾气摸顺了，这回也多亏了你啊。别看这个洛平官职不大，在皇上跟前最能说得上话的就是他，因而他们在他面前也不得不放下架子说话，谁敢得罪圣宠正隆的大红人？洛平回礼：尚书大人言重了。皇上年纪尚轻，对侧后立妃之事十分陌生，细细与他说清楚了就好。皇上聪慧明理，不会让大人您为难的。王尚书心说，这事都闹了大半个月了，皇上还不够为难他吗？嘴上应承着，洛大人说的是，若皇上那边有什么嘱咐，还请大人多多担待些。下官明白，尚书大人请放心。官做的久了，那些场面话也都说得越来越溜。洛平在官员中周旋一轮后，回通政司的途中碰上了宁王的车驾。宁王先连看了他一眼，洛平垂手退避。只听得宁王冷哼了句燕氏媚行，便没了下文。近来无论私底下还是朝堂上，宁王见着他都不会有什么好脸色。燕氏媚行这个评价也不是宁王一个人说的。洛平目送马车走远，自嘲的笑了笑。燕氏媚行，他哪里当得起这4个字，真是抬举他了。董太师的孙女董云熙，李宗正的妹妹李梦瑶，这便是他明日要娶进来的2个女人。周恒把2张庚帖放在面前，正红底色的是董云熙，暗红底色的是李梦瑶，烫金的字把2个女孩的命运和自己绑在了一起。洛清，
朕已让礼部布置了，把你安排在姚贵妃的迎亲队伍里。你与李宗正一向交好，不要怠慢了他。臣遵旨。还有，你把姚贵妃迎进紫晨宫后，暂且不要出宫，待朕去飞离宫见过皇后，便到真阳殿找你。洞房花烛夜，陛下这是何意？半分情意也没有，洞什么房？说不定掀开盖头来就是个丑八怪。周唐赌气道：宁王送进来这个女人，大概还想让她给我生个子嗣，她射不了我的正，可以把我弄死射我儿子的正，我断不会让她得逞。洛平笑了，陛下暂且不用想这么多，现下您唯一要做的就是莫负春宵。就算皇后长得丑，不是还有姚贵妃吗？孟瑶我是见过的，是个柔美又有灵气的姑娘。陛下大可不必把那良辰浪费在真阳殿，朕情愿跟你聊聊天。陛下，总之你在真阳殿等着我就是了，不会有人盘查你的。也就这一晚，朕实在不想待在洞房里，你陪我说说话就好。陛下是认真的？当然。洛平敛了笑意，陛下新婚，臣子怎可留宿？没有这个道理。周恒眉峰一竖，你这是要抗旨吗？洛平头疼了。这时候他终于意识到不妥，似乎他低估了小皇帝对自己的信赖。他一个朝廷命官，在皇帝新婚之夜跟皇帝聊天聊一夜，这叫什么事儿？大婚当日，洛平跟着迎亲队伍去了李府。皇后那里的排场比这里大得多，不过这支队伍里都是小皇帝的心腹，大多跟李宗正有些私交，反倒看起来更加亲厚喜庆。红色的软轿抬了出来，洛平四下看了看，软轿边一袭娉婷人影令他的目光停住下来。他没有想到竟会在这样巧合的时候遇见他。那人显然也看见了他，微怔之后便是嫣然一笑。周嫣，那是已嫁作人妇的昭容公主。洛平垂首微笑，两世记忆里好像只有这个女孩子的笑容是始终不变的，总是有些促狭，有些俏皮，又带着些许皇室的娇矜。她是洛平最初喜欢上，也是最先失去的爱慕之人。上一世觉得刻骨铭心的有缘无分，不知怎么的，如今想起来却只剩下美好的部分。昭容公主来到他身边，华服将她的面容衬得严厉端庄，褪去了曾经的稚气。挽起的发髻散下一缕，垂在他的耳边，撩着微翘的嘴角。洛平，洛平见过公主殿下。免礼了。周嫣瞅着他，呼道：我问你，你说过的那个奇女子，说是舞跳的比我还要好，不知什么时候能见到她？本公主至今耿耿于怀，很想与她比一场呢。他说的半真半假，洛平亦答的半真半假，但愿公主殿下不会碰上他。洛平倒是希望那一曲落皇再也不要现世了。周嫣弯着眼角打量他一番，摇头笑道：好了，以后再跟你叙旧，我小皇侄的婚事要紧，可别误了吉时。皇宫中热闹了半宿，红色的剪纸灯笼把整个皇宫笼在喜庆之中。洛平没敢抗旨，迎接完姚贵妃之后，在太监的带领下来到真阳殿，捧了一本闲书，静静等着那个有新婚抑郁症的小皇帝。后半夜时，周恒当真出现在了真阳殿。他踏进殿内，皱了皱眉头，怎么这里的灯火也换成红烛了？真是闹心。洛平无奈看他，唯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陛下放着两位娇妻不闻不问，当真是不解风情。周恒无所谓的撇撇嘴，瞄了眼洛平手中的书，讶然道：洛卿也看许公子的小说吗？信手翻来，随便看看。哦。周恒的脸上有些酡红，看样子是把合卺酒当作消愁酒，喝得多了。他很困，上下眼皮直打架，望着洛平的目光直愣愣的，说着些不着边际的话。我也看过许公子的小说，里面互相喜欢的人好像都是生死相随的。洛卿，这世上真有这样热烈的情爱吗？可以连命都不要了吗？那些都是故事而已。洛平说，即使生死相随了，也未必就是圆满的。那
洛卿，你有喜欢的人吗？洛平看着硬撑着眼皮的小皇帝，那样一副没开窍的样子，不禁莞尔。臣有喜欢的人。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个任性又无赖的人，不过有时也很听话，很温柔。哦，怎么没见你跟他在一起呢？那人在很远的地方。周恒睡着后，洛平唤来太监，把他送回了朝阳宫。东方破晓，他从皇宫边门出来，回到自己家中补眠，心里胡乱想着两件事。一是许公子的小说真是害人不浅，连九五至尊都被荼毒了。二是时间过得真是快，公主嫁了，皇帝娶了，转眼间又是那么多物是人非。远在北京的周唐接到小皇帝大婚的消息，皱着眉头沉吟良久。方静问：将军在想什么？可是担心宁王另有所图。周唐苦恼地说：我在想该怎么把小夫子娶进门。将军，请你先想想怎么应对宁王的邀约吧。北境战事渐渐明朗，北陵军屡遭重创，大王子图克被自家制造的寒玄铁箭射杀，北陵王蒙苏达急火攻心，突发恶疾，于军帐中呕血倒下。如今北陵军中能做主的只剩下刚从北都赶过来的小王子罗摩。罗摩星夜兼程而来，年轻俊美的脸上满是风雪与愁容，探望过重病的父王，他红着眼眶叮嘱大夫好生看护医治，才回到帐中略作休息。进了营帐，罗摩挥退了左右卫兵，斜倚在榻上，嘴角勾起一记浅笑。他这一笑别有一股邪气的阴谋味道。罗摩的长相承袭自母亲的狐族血统，让他看上去比通常的北陵勇士阴柔纤细，不过这并不代表他比他们弱势。与父王和大哥野蛮悍勇的作风不同，他更喜欢一步步设好套子，等着最后最大的收获。阿门索，你说我跟那个大成将帅定下的买卖有没有赚头？他手中把玩着一个天青色的小瓶，问身旁那个寒玄铁般冷硬的侍从。阿门索沉默着，也不看他，仿佛没有听到他的问话，只用侧脸对着他。这半边的脸上有一道筛长的疤痕，一直蔓延到颈侧，看上去触目惊心。怎么不想理我？罗摩挑起眉梢，我知道你不赞同我这么做，出卖兄长，毒害父王，这样的事在你眼里就是通敌卖国了吧？阿门索还是不说话，但紧握的拳头表露了他的心思。你没有想过吗？这场仗再这么打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罗摩说，我们一路走来，你难道没有看见那些拼命开山取铁的老人和小孩吗？北陵倾尽国力也没能打进大城边关，这时候还要叫嚣着直取中原这种鬼话，不是给百姓徒增负担吗？想起来时所见的种种凄凉，阿门索有些动容，转过身看着他，神情却仍是冷淡。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大善人，我做这些自然是在给自己铺路。罗摩的耐心也快用尽了，他起身靠向他，扳过他的脸道：你摆这张臭脸给我看是什么意思？想骂我？想替我那个大哥伸冤？他拿着寒玄铁匕首要杀我的时候，可没有你这般好心肠。阿门索眸光一颤，不由自主地望进他黝黑的眼中，手指轻抚上那条伤疤。罗摩放缓了语气，在阿门索耳边喃喃说：你肯为我挡这一刀，就不许我这样为你报仇吗？阿门索伤疤附近的皮肤渗出红色，理智告诉他该把贴近自己的这人推开，可伸出的手臂分明是想揽住他。他不知所措了，只能僵着身体。罗摩瞟了眼他的手，笑着放开他。那个周唐给的药倒是真管用，悲回风之摇会息，心渊结而内伤。父王服侍后，各种症状都像是心情急怒所致，吊着他一口气，也好让我不用疲于应付那些愚臣。不过我还真有点等不及了。阿门索收敛心神，殿下不可急躁。原本是不怎么急的，但与那周唐几番交锋，看得出来他亦不是好惹的人。他想利用我削弱北陵的实力，再把我逼到不能反抗的境地，让北陵彻底威胁不了他。那样的话，我可真的成了卖国之君了。殿下想要如何做？我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不是王爷吗？他离间我北陵王族，
我也不能让他们大成的皇室好过。罗摩说：“阿门索，你替我探一探大成军营吧。”是，属下遵命。正要离开，罗摩叫住他：“慢着！”阿门索回过头来，静候吩咐。罗摩顿了顿，才说：“要当心，那人身边高手不少，你自己要知道分寸，别把命丢在那儿，一定要回来。”阿门索的目光柔和下来，抬头深深看他：“是，我知道。”罗摩有些不自在的别过脸去。好了，快去快回。将军，请你先想想怎么应对宁王的邀约吧。方静提醒道。周唐只得把小皇帝的喜帖放在一边，叫来了那个送来喜帖，同时又暗中递上宁王密信的信使。信使到了，恭敬一拜：“王爷考虑了这么久，不知考虑的如何了？”方静在一旁直翻白眼。他快要考虑到洞房花烛夜了。周唐指点暗击：“你家主子是在拉拢我，他是想借我的兵，帮他抢回该属于他的东西。王爷是聪明人，定然懂得审时，本王聪明不聪明，不用你来说。”周唐打断他：“你家主子看不到吗？现下北寇入侵，虎视眈眈，就算本王有心要助他，也抽不出兵力。再者说，本王人在塞外，他许我的那些东西，还不知道回京后能不能兑现得了。王爷，北寇主帅病倒，想来已经不足为患，这场仗多半快要结束了。我家主子派我前来，就是想为您打消一切顾虑的。若是有什么令王爷心存疑虑，或者王爷还有什么别的要求，请王爷直说，属下一定悉数禀告主子。”周唐冷哼了一声：“我想要什么，他就给得起什么。他未免也太敢夸下海口了。借兵之事兹事体大，待北境战事了断之后再议。你先回去休息吧。”信使不甘不愿的退下了，眼中颇有不忿之色，觉得这个越王太不识抬举。方静对周唐说：“看来宁王已经沉不住气了，你准备怎么办？”周唐不屑道：“跟他合作？哼，他觉得自己是纡尊降贵来跟我打商量的，连一个信使都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哪敢高攀他？我的将士们拼尽血汗杀敌，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群莽夫，想借就借，招之则来，挥之则去。这点诚意，我敬谢不敏。恐怕王爷还有其他想法吧？”方静悠悠道：“当然。”周唐理直气壮：“小夫子还在周恒那边，我怎么可能让我的人威胁到他的安危？最多假意与他合谋，想办法把小夫子遣开之后，再与他撕破脸。看来目前在朝中确实辛苦，宁王对王位志在必得，他与他周旋这么久，也不知怎么撑下来的。好在听说小皇帝待他不薄。”周唐瞥了他一眼：“你什么意思？”方静苦笑：“没什么意思，只是想到日后他若真为你叛了小皇帝，该如何自处。洛嫔是我的人，我不会让。谁在外面？”方静暴喝一声，转瞬间追出帐外。只见一袭暗色人影快速的融入在夜幕中，他心下大惊，那人是谁？在帐外听了多久？那是何等高明的轻功，竟能躲过数十队巡逻兵，还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听墙角。周唐也是心头一凉，即刻派人彻查军营，看是否还有同党。方静追出数里，那人显然不想与他正面冲突，只管飞奔。如此下去不是办法，方静从袖中甩出数点寒芒，想要先绊住那人的步伐。然而那人中了一镖之后，仅是一顿，速度不减反增。不过没有再在金戈园附近绕圈子，而是直奔北陵旧城而去。方静追到城下3里，不敢冒进，怕有埋伏，只能退了回去。回到帐里，他把情况告诉了周唐。周唐拧眉：“罗摩，一定是罗摩。那个罗摩当真是条毒蛇，随时随地会反咬一口，不得不防。”确实，他本想利用完罗摩之后，继续逼退北陵，直到他们完全臣服为止。如今看来，恐怕没有那么简单。阿门索的手臂动脉被铁镖刺伤，加上他强行运气剧烈跑动，失了不少血。见到罗摩的时候，他苍白的面色让罗摩当下冷了脸。“我怎么跟你说的？
伤成这样，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属下知错。谁让你跪了？给我坐下。来人！罗摩本想叫大夫过来，未免父王对他再起疑心，最后还是作罢。他自己取了药箱，撕开阿门锁的衣服查看，警示的肌肉上有个深可见骨的血洞，周围的皮肤都有些发白了。罗摩小心的给伤口清理敷药，松了口气，幸好没有淬毒。阿门锁望着他盛满担忧的眼睛，心里一阵柔软，因奔逃而急促的心跳也渐渐恢复一种悸动，在这人跟前那种熟悉的压抑的悸动。他跟随本能的握住了罗摩帮他包扎的手腕。罗摩动作一顿，阿门锁意识到自己逾矩了，迅速抽回了手。罗摩没说什么，也依旧没有给他好脸色。说吧，是什么消息让你这般狼狈的回来？阿门锁道，他们提到一个人，为了这个人，大城的那个将军不惜跟他哥哥决裂。罗摩眸光一亮，哦，是什么人？你细细说来。1个月后，罗摩向周唐提出和谈，周唐拒绝。正当他想要深入北陵继续稳定胜局之时，突然再次收到了来自宁王的密信。信中说，小妻子，为兄实在没想到，你居然也与那燕氏媚行的洛嫔有过私交，不知他给过你什么甜头，竟让你和皇上一样对他言听计从。为兄好言相劝你不听，小妻子，既然你因为他而拒绝我的提议，那我只好让他消失了。但愿你切莫再执迷不悟。好自为之。周唐见了这封信，一时面无血色，几乎要立即上马冲回墨城。方静将他拦了下来，罗摩这边尚未了结，你这时候离军是想给宁王一个收你兵权的借口吗？周唐愣了愣，罗摩眼中的混沌散去，他想明白了，咬牙道，是罗摩放给他的消息。罗摩把他的弱点卖给了宁王，以此来牵制他对北陵的野心，所以北陵才会在这时候提出和谈，他是算准了的。哼，这招围魏救赵使得真好。周唐眯了眯眼，既然他做到这么绝，那我也只好顺着他的意思来了。待我执掌天下之时，再与他慢慢算这笔账。宁王想要让洛嫔消失的念头不是1天2天了，只是现在更为迫切。而洛嫔尚未意识到这场即将波及到自己的危机，因为他的记忆里并没有过什么专门针对他的暗战。深冬之夜，窗外的风夹着雪子呼啸而过，在开了缝隙的窗棱中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谁在悲伤的痛哭。洛嫔轻声吟道，悲回风之遥会兮，心渊结而内伤，北陵那边的战事即将结束了吧？蒙苏达一死，其次子罗摩便可接管北陵，而罗摩与周唐之间应该是有着一个叫做悲回风的盟约的。宁王的势力也在蠢蠢欲动了，周唐快要回来了吧？只可惜不是以凯旋之姿。骆大人，皇上召您入宫，请至真央殿面圣。洛嫔叹了口气，整理衣衫。3更天，真央殿，还有比这小皇帝更能折腾人的吗？到了真央殿，侍卫守在殿门口，掩上了大门。小皇帝笑道，洛卿，方才北境监军的信函到了，说北陵已有和谈的意向，看来朕的七皇叔真挺有本事的。洛嫔不动声色，恭喜皇上，此乃社稷之福。七皇叔居功甚伟，待他回来，朕定要好好封赏他。周恒满脸喜气，到时七皇叔凭着军功也好跟宁王抗衡，不至于让朕疲于应付了，终于觉得这皇位做得踏实一点了。洛嫔心中一震，不由看向这个少年天子，就着灯火，他看见他兴奋而微红的脸颊，还有熠熠生辉的眸光。这个孩子自即位以来，时时提心吊胆，夜夜不能安寐，如今他把依赖和希望赋予在自己的小皇叔和亲信臣子身上，却不知陛下圣明，越王英勇善战，他日得胜归来，必会成为您的助力。只是现下朕有些担心，宁王定不愿让自己变得那么被动，他会不会在背后做些小动作？陛下无需劳神，就算宁王有心拉拢越王，
暂时也翻不出什么花样来。况且越王军功在身，何愁在朝堂站不稳脚跟？他自会明白，陛下和宁王，谁能给他名正言顺的地位？洛卿说的是。周恒松了口气。陛下，臣观陛下今日面带喜色，可是还有什么让人高兴的事？没有啊。周恒局促的拉了拉衣角，不就是为北京的事高兴吗？洛平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心下了然，唇角带上温和笑意。皇上这只锦绣荷包煞是好看，不知出自哪位名秀之手。周恒一瞬间红了整张脸，别别扭扭的说：哪里是什么名秀做的，根本就是小丫头的玩笑之作，还有一堆线头露在外面，难看死了。果真如此，陛下又何必把它悬在玉带上？姚贵妃说，带上这个五彩鸟的荷包，可保国运昌盛祥瑞连连什么的。可虽然朕怎么看怎么觉得像是只五色肥鸡。洛平忍俊不禁，陛下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吧。看来臣今后可以安心睡觉，不用半夜被急召进宫了呢。洛卿你什么意思？臣的意思是，紫晨宫的红帐软榻可比真央殿的硬木椅子舒服多了，陛下不妨在那里好好休息，臣就不做那不解风情的佞臣了。洛平含笑，眼里掺着几分揶揄。周恒仍是红着脸，不过一本正经的望着他道：洛卿从来不是佞臣，后宫是一回事，深夜能来这真央殿陪着朕的，永远只有洛卿你一人。洛平争冲，只你一人？这句话太重了，对于他这样的臣子来说。周恒犹自笑眯眯的：洛卿，我派侍卫送你回去吧。洛平没有想到，仅仅是离开家里一个时辰，再见到的竟会是这番景象。浓烟飘荡在府邸上空，府里下人慌慌张张的喊着走水了。四周邻里提着水桶帮着灭火，孩童吓得大声啼哭，整条街都被惊醒了。护送洛平回来的侍卫见状也是一惊，被洛平狠拽了一把，回去禀告皇上，请皇上务必沉住气，暂且不要调查此事。那侍卫这才回过神来，瞥见洛平眼里的火光和紧皱的眉头，应了声是，便消失在街道尽头。火势刚起不久，看得出来最大的地方在主卧。洛平神色一暗，他去见皇上时并没有惊动府里的人，之后主卧并没有人，更没有灯火，现在这情况很显然是有人纵火。下人们基本上都在救火，看样子没有几人被困住。洛平稍稍松了口气，也加入到提水的队伍中。衣袍被火苗烧出了几个破洞，浓烟熏得他有些呛。洛平咳嗽着，正要再去提水，突然被一个年轻伙夫撞了一下。小伙子脸上都被熏黑了，只一双眼睛黑得发亮，一见洛平便急切地说：大人您出来了，您见到云香没有？他说您今日忘了喝药，不是给您送药去了吗？洛平听了一愣，心中大急，云香可能还在屋里，快进去救人！那小伙子用湿被子蒙着当先冲进屋里，果然在床边找到了昏迷的云香。他抱着云香跌跌撞撞跑出来，堪堪避过坍塌的房梁。洛平连忙上前去探云香的鼻息，感觉还算平稳，似乎并不是被烟熏晕的，正觉得奇怪，又看见他后颈处一片淤伤，顿时有了头绪，大概在起火之前他就被人敲晕了。一夜纷扰，直到黎明时分火才被熄灭。云香被送去医治，期间醒过一回。洛平问他可还记得怎么回事，他回答说：今日大人忘了喝药，您一向晚睡，我便想着把药送去给您喝了，谁知房里的灯已经熄了，我到床边喊了声大人喝药，之后脖子一痛，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之后那人便深夜放火，意在烧死主仆二人。关于纵火的主使者，洛平已能猜出一二，毕竟这墨城里讨厌他倒想杀了他，又有胆子在皇城脚下行凶的人并没有太多。大火，又是大火！当初越王府亦是在一夜间被烧毁，洛平不禁自嘲，看来他在哪里都不太受欢迎啊。那么普天之下，何处是归乡呢？当日上朝时，洛平未能来得及更换朝服，一身全是焦黑破洞的衣裳进了大殿。
引得朝臣们议论纷纷。有不明真相的人指责道：骆大人这是干嘛来了？九五之尊面前，您这可是大不敬啊！侍卫怎么当差的，竟也放你进来了？骆平没有搭理他，目光向着前排的宁王看去。宁王此时也在看他，不过脸上神色淡淡，并没有什么表态。骆平忽而冲他一笑，深深一拜，微乱的鬓发随着躬身的动作垂散在他脸侧，将那抹温和的笑意勾勒出感激的神态，让宁王看得愣住了。骆平如往常一样垂手站入队列中，他自然没有看见宁王在他转头的一瞬眼中流露出的万千情绪。他越发不明白这个人了，明知自己要害死他，为何还能这样坦然而笑？小皇帝坐上龙椅，一眼就看见了骆平的狼狈，想到昨晚骆平差人给他带的话，硬生生把火气压了下去。他关切道：洛卿府上昨日莫名起火，今日该好好休息才是，朕可免你上朝。骆平站出来回话：陛下，关于昨晚宅邸起火，臣有话要说。小皇帝道：说吧。宁王瞥了骆平一眼，不知他作何打算。指证他？半点证据也没有，他能怎样？陛下，臣府上有一侍婢，说是看到有人纵火，但没有看得仔细。臣想，大概是臣曾经结的仇家吧。哦，洛卿可知是哪位仇家？居然这么大胆！小皇帝有意无意的往宁王那边看了一眼，宁王视若无睹。臣不知，臣以前断案时招惹了不少流氓混混，昨夜一片混乱，并没有留下证据，根本无从查起。小皇帝怒了，那就是说，那人还有可能继续对洛卿你下手了？骆平道：臣不敢断言。小皇帝气得浑身都在颤抖，明明知道是谁做的，除了胆大包天的宁王，还有谁？可是现在偏偏不能彻查。他知道这时候调查宁王会扰乱局势，那就是功亏一篑，相当于逼着宁王造反，这些他都懂。可是洛卿太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了，如果昨晚他真的被烧死了，那他怎么办？他一个人坐在这四周无一的龙椅上，怎么办？担心和后怕令小皇帝一时失了理智。他道：既然这样，为了确保洛卿你的安危，干脆朕把你接进宫里来，这几日便留宿在真央殿的侧殿吧。此话一出，满座哗然。皇上三思啊！此事太过荒唐，万万不可呀！皇上，骆木全的话不能听信啊！皇上，皇上，外臣不可留宿宫中，这是祖宗定的规矩。不仅是中立的和宁王一派的朝臣，就连一向支持小皇帝的大臣们也都纷纷劝阻。皇上，此事不合情理法度，请皇上三思啊！正吵得不可开交，宁王轻咳一声，殿上顿时鸦雀无声。宁王上前道：皇上，臣以为骆木全妖言惑主，祸乱朝纲，据闻最近常常夜访皇上于真央殿，直至4更天才走，致使皇上与后宫失和，今日居然还以家中失火为由要住进宫里，此等佞臣须以严惩。请皇上不要被他迷惑了，他也是今晨才知道失手了，才知道原来骆平逃过一劫是因为皇上的召见，而这些刚好给他倒打一耙的理由，暗杀不成，那就陷害吧。反正在他的心目中，骆平本来也清白不到哪里去。宁王一派纷纷附和，小皇帝已经气懵了。骆平无奈摇头，若要细算，宁王所说的事全是颠倒黑白，但他不会反驳，也不能反驳，倒不如骆平走到大殿中间，双膝跪下拜倒。陛下，臣愿认罪伏法。此话一出，又是满座哗然。还未等大家议论起来，骆平补充道：依大成典律，迷惑君王、祸乱朝纲之臣，应收押大理寺候审。说着，他望向呆立在一边的大理寺卿，请寺卿依法办理吧。覆水难收。在小皇帝震惊到无话可说的时候，骆平被压了下去。退朝之后，小皇帝立刻摆驾到了大理寺。见到骆平时，
他几乎想冲上去把那身囚服撕烂。什么玩意？怎么回事？洛清怎么就成了祸乱朝纲的罪人了？还有没有王法了？然而他的愤怒在见到洛平的笑容时，莫名其妙的就发作不出来了，憋了半天只剩一句：为什么？洛平微笑道：关进来也好，至少这座牢房里不会走水，不会有人想杀就能杀得了我。请陛下不要担忧，臣在这里也许比在外面来的安全。说实话，他没有想过要住进宫里，原本他就打算给自己造个小错，让自己关进来的，只是没想到最终会以祸君这一罪名而已。皇上走后，大理寺卿来到洛平的面前，隔着牢门看着里面那个依旧有着坚韧风骨的阶下囚，他说：洛大人，还记得我吗？洛平抬头看他，眼中含笑：元旭，我又回来了呀。多年前那个跟在他身后的少卿，如今已然褪去那时的急躁和稚嫩，长成一个稳重果决的大理寺卿了。黑色的寺卿袍下，元旭的手捏着拳，他的声音却平静无波：我没有想到你会以这样的方式回来。自打洛平罢官后重回官场，两人便没有什么交集。在小皇帝和宁王之间，元旭一直是中立的态度，但他总是不由自主的去关注这个人，这个他曾经厌恶鄙视过，也曾经敬佩敬仰过的上司。而这个人现在被他亲手关在大理寺的牢房里，他为他亲手捧上一杯茶。洛平有些讶异，不过没有拒绝，端起茶碗悠哉的喝了一口，皱眉道：好苦。随即又笑道：洛某平生饮茶无数，最难忘的便是你沏的浓茶了。元旭袖中的拳头松了下来：你真的那样做了？他不信这个人会像那些人说的那样不堪。洛平吹着漂浮的茶叶，淡淡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我便为你查清真相。洛平摇了摇头：不急。为何？你做司卿这些年还不明白吗？法理再大，总有奈何不了的人。更何况，他感激宁王给了周唐清君侧的理由。本来这场平衡游戏里，谁最先沉不住气，谁便要输了。他从不在意此身是否成为双方较量的筹码。5年，将军，你这是狮子大开口。罗摩放下手中的紫毫笔，笑看对面的周唐。此次战事本就是北陵先挑起的，王子殿下不觉得你们理应更有诚意一点吗？那也不能强取豪夺，5年的寒玄铁矿全部进贡给大成，你让我们北陵的百姓靠什么维持生计？怎么，除了寒玄铁，北陵就没有其他拿得出手的买卖了？你们的2种马匹、高山草药，还有连接西北的商道，不都是赚钱的好路子？本来寒玄铁的出产量就不高，一个普通百姓1年也弄不到几公斤，而且还都要低价供给你们的军队，他们之前赚到什么了？罗摩不愿让步，将军是大成人，这样评判我们北陵，未免太过自以为是了。周唐好整以暇，这些场面话就请王子殿下不要再说了。你应该知道，若是跟朝廷慢慢商谈，绝不会这么简单就放过北陵。我倒很有兴趣去跟朝廷讨价还价，只怕将军你等不起。听说你们大成的京城里出了大事，皇帝的心腹臣子身陷囹圄，有传言说是祸主的佞臣，也有说是男宠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不知将军有没有兴趣回去审上一审？周唐眯眼，王子殿下倒是管得宽，不过事情一码归一码，京城远在天边，北陵的王城离我却不远，有空跟你磨嘴皮子，我的定北军也可以进城走一遭了。所谓的和谈，一点也不和。大成的监军和北陵王的亲信在一旁完全插不上话，只能看着这2个人剑拔弩张。婷婷在帐外扯了扯方静的袖子：师傅，他们要吵到什么时候？方静看看天色，肚子饿了，他们自然会出来。等急了，那我们先去吃碗面。阿门锁难以置信的看着他们俩吃面，他们还有心情吃面？他咽不下这口气了。
他不服气北陵竟被这样一个吊儿郎当的军师算计那么多次，不服气自己竟被这个人追击到受伤。朋友，站这么久你不饿，要不也来一碗？方静热情的邀请。阿门锁正要说话，大帐的门帘掀开了，罗摩当先走了出来，神态尚算平静，看来是勉强接受了和谈协议。看到阿门锁愣愣的一副被欺负了的不甘模样，罗摩顿时冷下了脸色，挑眉质问方静，虽说我们是败军之将，但也不受这等嗟来之食。方静很无辜，殿下误会了，在下万万没有轻鄙的意思，只不过见这位朋友似乎饿了，殿下你看，我们自己吃的跟他是同一锅的面。罗摩一滞，向罗摩和那碗面投去嫌弃的目光，哼，没出息，这种东西。正嫌弃着，忽然传来一阵咕噜的声响。婷婷被方静踹了一脚，才硬忍着没笑出来。始终板着脸的阿门锁也露出一抹笑意，把碗接过来递给罗摩。罗摩不愧有着王室的良好修养，没有恼羞成怒，紧紧微红了脸，拂袖大步走开。阿门锁端着碗亦步亦趋的跟着。他们现在身处大成军营中，要想回去吃上晚饭，还得穿过整片金戈园。那个饿极了的小王子总会纡尊吃上两口的。我就说吧，他们饿了，自然会把事情谈妥的。方静说：“师傅神机妙算。”婷婷拍马屁：“哼！”一声冷哼打断了两人的对话。周唐从营帐中出来，虽说最初的目的都达到了，但他的心情仍旧不愉快。他眼神极好，远远看见罗摩坐上车辇之前，飞快的吃了口阿门锁喂给他的面条。凭什么？凭什么他们就能这样无所顾忌？而他现在连见上小夫子一面都困难。他要回墨城去见那个人，一刻也不能等了。方静，周唐的声音里都带着肃杀。今日监军便会把签订和谈协议的事传去京城，最迟明晚，我不要再见到他。遵命。婷婷，还有上次你发现的那个宁王派来的细作将领，我要拿他做靶子。你跟军师好好学学，做得干净点。是，我明白。次日，监军大人被人发现刺死于帐中。正当大家惶惶猜测凶手是谁时，婷婷揪出某个将领与宁王私通的信件。信里说的明白，若是能让越王战死在北京最好，若侥幸取胜，便要及时铲除小皇帝派在军中之人，并嫁祸越王，趁机将定北军的兵符收过来。这些信半真半假，经过方静的手，变成了确凿的事实。周唐更是拿出当初宁王密使带来的共谋篡位的邀约函，愤而声讨宁王觊觎皇位已久，朝中势力相争，本与定北军无关。我最清楚，我定北军的儿郎们都是一心保家卫国的英雄，管他到底谁做皇帝。可是就在我们为了家国浴血奋战之时，宁王为了一己私利，毁我战果不成，竟想要置我们于不忠不义之地。近日京城也传来消息，说宁王谋害皇上身边多名肱骨之臣，此等叛国叛君叛民之行，罪不容赦，罪不容赦。听他一席言，随他征战许久的将士们顿时慷慨激愤起来。没错，谁当皇帝与他们无关，但若有人为了皇位而无视他们抛洒的血汗，要把他们当作篡位的工具，他们是绝不会他忍气吞声的。这是定北军的骄傲。周唐接着道：如今北陵退兵100里，承诺俯首臣服，我们戍边有功，当得起王师之名。然外贼已遇，家贼难防，是时候回去给宁王好看了，让他知道我们定北军不是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跟班。我们不做失意之君，不做失意之君。大家都是共过患难的兄弟，本将军有言在此，若有谁的家人牵扯到宁王的利益，或者有谁不愿随我杀回京城抵制宁王，本将军不问缘由，也绝不会怪罪你们。你们仍旧是戍边的大英雄，你们可以即刻启程会京，以绝对的凯旋之姿。而愿意跟随我清君之策，以正朝纲的将士们，你们请站出来。本将军承诺，只要铲除宁王，便与你们封后俸禄，封侯拜将。你们不仅是安邦的武将，更是定国的功臣。
追随越王，定国安邦。几乎所有将士都站了出来。当然，这是在周唐的煽动演说和方进事先安排好的暗中鼓动下才有的效果。不过，一人动而万人动，这就是他们要的效果。小洛平所说的3件事，他们这就在实行了。杀监军，清君侧，秦王。定北军以清君侧之名起义，征讨宁王的檄文，方进兀自斟酌了很久，写废了一篇又一篇，竭尽所能的把这场征战修饰成正义之举。回头却发现周唐早已拟定了下来。看着洋洋洒洒的大篇文章，最后那段文字，方进好奇问道：牧氏，王爷为何要用它来做檄文？周唐难得放柔了眼神，他唇畔带笑：为什么用它？因为这是小夫子与我的定情歌呀。当日满园春色之中，那人便是为他解了这篇文的围。他记得很清楚，那人被领进来，游子带着茫茫然的睡眼惺忪，见到父皇在责骂他，故意脚下绊了一跤，借着自己的狼狈替他岔开话题。后来他便缠着他问：我想知道目视是什么，你说给我听。此文由周唐宣读出来，句式铿锵战役，如同急促的行军鼓点，敲在人心上，震得人热血沸腾。10数万将士们都在听他号令，而他的脑中回响的却是那个天下间最温和的声音：殿下，这篇文章说的是决战之日，那日荷花才露尖尖角，仿佛挣破了脆弱的禁锢，碰触到了那人温暖如玉的手指。小夫子，你可听到我归来的歌声？袁旭遣开了管辖洛平牢房的守卫，在牢门外席地而坐。从前看您在这里把犯人整治的服服帖帖，那些手段真是一个比一个新奇，您到底怎么想到的？洛平淡淡：每个人的情况和心境都不同，对症下药就好。袁旭思忖片刻，拧着眉头道：那洛大人，我该对你下什么药才对？洛平看着他不说话。袁旭苦笑：大人别想太多，我并没有要对您用刑的意思。说实话，我没有见过比您这件案子更难办的事了，动又动不得，放又放不得。皇上和宁王还在校捉禁15天了吧？洛平呼道：什么？我被关进来有15天了吧？是，今日刚好半个月。北疆战事如何了？洛平冷不丁问了这个问题。袁旭有些意外，前日听说越王大败北陵军，已签订了休战协议，正要凯旋归来。洛平露出微笑：这可是大喜讯啊！皇上和宁王都会把精力放在这件事上的，所以袁大人把洛某的事情暂时放一放也无妨，无需担心不好交代。袁旭愣了愣道：洛平，是老天眷顾你，还是你真的神机妙算，身在囹圄，居然还能这般淡定自如？朝中的局势，你看得比我还要透。洛平摇头：整日无所事事，瞎猜而已。正说着，袁旭抬头望了眼台阶，起身相迎：公主殿下。周嫣示意他免礼：多谢袁大人为我安排，请让我与洛平单独聊聊。是。袁旭恭敬退下。洛平。周嫣首次一袭素衣出现在洛平面前，褪去那些繁复的发饰，只高高挽起一个发髻，脸上亦不施粉黛，眉眼间带着周家人的英气。他说：洛平，你还好吗？洛平拢了拢裘服的袖口：在下衣食无忧，过得很好。周嫣笑：你还真是个知足的囚犯。洛平谦道：殿下谬赞了。周嫣也在袁旭刚才坐过的地方席地而坐，聊家常一般的说道：你知道吗？当初父皇对北陵存有隐忧，我一直害怕他会让我去和亲。殿下多虑了，先皇绝对舍不得。是啊，所以他把我赐给了镇远大将军徐瑞。徐将军祖父为开国元老，家世显赫，又年轻有为，做驸马也算门当户对。说的也是，夫君对我也很好，身为皇族之女，我也没有什么怨言了。只不过自洛大人你入狱之后，我心里总有些不安。殿下因何事不安？说不上来，我觉得北疆战胜明明是大喜之事，却不知为何
让整个朝堂动荡起来，暗地里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洛平不动声色，越王手握兵权，殿下所思不无道理。周嫣凛然，如果他当真心怀不轨呢？我夫君守着墨城的最后一道防线，无论是面对宁王还是越王的野心，他都会是首当其冲的王城护卫。洛平抿唇不语，他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周嫣的敏锐超出他的预计。洛平，我要你告诉我，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在下一届阶下囚，站在哪一边有什么关系吗？有的。周嫣说，可能你不相信，你在我心目中是天下间最聪明睿智的人，虽然当初愣愣的，经常被我耍。洛平叹笑，实在不敢当。周嫣等着他的表态。洛平从草铺上站了起来，他走到牢门边，看着周嫣认真的说，殿下，洛某自然是站在大成的君王一边的。是吗？大成的君王吗？周嫣轻喃，眉睫低垂，看不出所想。洛平在墙上画的正字恰好满了5个。那一日元旭来看他，第一句话便是越王起兵了。洛平没有表现出惊讶，我想他是要清君侧。没错，他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元旭道，可是他仗着兵权在手，未与皇上商议，就擅自在这个时候要推翻宁王，瓜田李下，很难让人不起疑心。皇上是什么态度？皇上也有所准备，正在调集镇远将军和领安将军手中的兵马，火速回京。据说四王爷也已经从滨州赶回。既然如此，越王又能怎样呢？就算他战功卓著，可他在朝中的没有势力，最多乘匹夫之勇罢了。夺天下哪有那么容易？洛平一边随口说着，一边以指蘸了蘸碗中的水，在地上练字。与平素所写的正经小楷不同，这幅字他写的大开大合，合着他的半场衣襟，颇有些魏晋遗风，是狂放潇洒的草书。元旭离得远了，看不清他写的什么，犹豫片刻，他道：朝中大臣也都说，越王在朝中势单力薄，仅凭数万士兵，就算得到了皇位，也得不到人心。可我却觉得未必如此。哦，袁大人作何想？我在想，这朝堂上他只得一人心就够了，尽管那人此刻被禁锢在牢狱之中。洛平抬头看他，似有不解。洛大人，当年你被先皇罢官后，我在大理寺见过一个孩子。元旭谨慎的说着，那孩子显然在找着什么，只可惜他要找的东西已经不在了。洛平笑了，袁四卿，你想太多了。那孩子要找的东西真的已经不在了。元旭没有多说什么，负手离去。洛平垂手看向地上的字，水迹即将干涸，已显不出那2个字的细致轮廓。洛平微微皱眉，不甚满意。果然，无论怎样用心，他也写不出草书的洒脱。或者，周唐对于他而言，本就永远也洒脱不了。周唐是一路杀回来的。大军过境，刚开始时，朝廷未能反应过来，几座城池被他直接拿下。由于守城之人均是宁王一派，确实符合清君侧的名头，故而附近城池的守将未敢支援。之后，宁王紧急调度回防，却仍然止不住定北军回城的步伐。进驻华州之时，方静望着铺开的大城全景图，摇头叹息，没了落木泉，小皇帝做事着实畏首畏尾了些。朝中那些所谓谋臣，都是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嘴脸，什么事情都要分成好几派来辩论，小皇帝拿不定主意，这就错失了良机啊。周唐冷哼，是他们自己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以为本王就是那么忠厚老实的匹夫，帮他们打败了宁王就会收手臣服。就算小夫子在他身边又怎样？小夫子会帮他打我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哼，王爷未免也太自信了。有些话周唐不去想，方静也不敢说。比如洛平这3年来任劳任怨的守在小皇帝身边，除了为他们铺路，究竟还为了什么？明日便攻下延州。
周唐在地图上指出线路。王爷，延州是宁王控制六王爷的地方，守城将领俱是宁王的人，但真正的城主是六王爷。三王爷和六王爷与宁王有仇，他们理应算作小皇帝的势力。夺城之后，是不是要把控制权交回六王爷手中比较好？周唐挑眉，我夺的城，为何要给他们？区周阳，让他陪他哥一起守皇陵就是了。这个嘛，方进斟酌道，王爷这么做，就是明摆着要削弱小皇帝了。如此一来，恐怕镇远将军便要在皇城脚下等着咱们了。要战便战，已到了这一步，再瞒藏着掖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周唐道，但周阳绝不能轻易放过，我定要让他吃点苦头。这是为何？方进不明白，周唐与六王爷之间是有什么瓜葛？为他曾经纵狗伤过小夫子，小夫子身上那些血淋淋的伤口，他一辈子也忘不掉。那时候他无力还击，如今要报仇也并不算晚。攻下延州之时，不知为何被软禁于房中，原本应该平安无事的六王爷周阳，竟然被不知从哪里窜入的豺狗咬伤，被救出时浑身是血。越王见状，即刻命人带他去医治，并以战场危险为由，把他直接送得远远的，一直送到沛州地陵。这所有的事，他都没有问过小皇帝一句，其心可招。直到此时，宁王才是真的胆寒了，小皇帝也不得不面对七皇叔要抢他皇位的事实。谁也不愿坐以待毙。此时宁王和小皇帝各自去求援，他们找了不同的人。宁王找的是四王爷周科，而小皇帝去了大理寺的地牢。周恒火急火燎的心情，在见到洛平之后，竟立刻平静下来。洛卿，我来接你出去。他说，多谢陛下。洛平行叩首大礼。这一日，墙上的正字画到了7个半。洛平恢复自由之时，也正是镇远将军与定北军初次碰面之时。镇远将军的皇城禁卫军临时收编了领安将军的5万大军，总共有10万余人，将王城及其四围保护的滴水不漏。周唐的军队分到各个已拿下的城中一部分，剩下的随他前来，总共8万精兵。两方人马都未莽撞交锋，只在各自的地盘上暂歇了下来。洛平登临城墙高处，举目望去，尽是兵阵，如黑云压城。大风烈烈，把洛平无意识的叹息撕碎在上空。终于来了呀，我的君王。之后不久，周唐收到了四王爷的来信。出乎他的意料，这并不是一封讨伐书，而是一封求和信。信中说，宁王去找过他，要他率领滨州的定海军协助击溃越王的军队，但他拒绝了。原因无他，一来他知道定海军的实力，海战为强，他自己也不擅长陆战；二来他说二哥生性猜忌，疑心颇重，若是夺得皇位，定然不会放过他们每一个人，看看他对待三哥和六弟的态度便可知晓。而他要周唐签下一份协议，若他败了，一切自不必说；若他取胜，则不可再为难各位兄弟，否则即使拼得玉石俱焚，他也要把他从皇位上拉下来。他能给予的承诺就是在此期间不再插手朝中任何纷争。周唐答应了。方进说，要讲仁义，这么些个皇子，没一个比得上周科。周唐瞥了他一眼。方进立即补充，当然了，乱世之中，仁义就会显得太过天真。他不支持小皇帝，不信任宁王，反而对你给予希望，其实只是因为他受够了这种兄弟叔侄相残的局面。他想快点结束，自己又下不了手，所以才选择了你。我知道。周唐说，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毁约。这么说，王爷您准备好了？即使要背上抗旨是君的骂名？当然，这一仗我等了这么多年，为了当初那人所说的终有一日，为了能让那人看见自己在极高之处的光华，同一天他出来了。周唐说，他现在又站在小皇帝身边了。他突然发现自己不那么自信了，因为他手中的一纸素笺上
小夫子的字迹分明写着恳求王爷勿杀徐瑞。他用的是恳求，放过敌方主将并非不可。周唐最想不通的就是小夫子为何为了这个人求他。良久，他合上素笺，这仗我不打了。方进的扇子卡住了，没能打开。婷婷整个人晃了一晃，差点从位子上摔下去。王爷，请三思。在出战的接骨眼上主将说了这个话，就算是方进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幸好周唐还是有点理智的，心里堵着的气顺过去后，他道：罢了，当我没说。迟景，本王现任命你为秦王大将军，直取攻城，破宁王的军队。是。方进，你想办法混入城中，引导城中那队人，若他们有叛我之心，即刻铲除。遵命。至于镇远将军徐瑞，还是由我亲自来战。是夜，洛平宿于真央殿的侧殿中，他无法入睡，闭上眼便恍然看见无尽的火海，他的心也如同在火海中煎熬。前日，洛平帮助小皇帝大刀阔斧的剪除了朝中叛乱和畏缩的势力，他当众痛斥那些犹在安慰自己说真龙天子不会亡的腐朽之臣，在这个紧要关头只能主战，拼死一搏。你们这些还要讲和的人究竟是何居心？自然谩骂声接踵而来，说他不自量力，说他挑拨离间，等等等等。可周恒仍然无条件的相信着他。洛平倚在榻上，思绪纷乱，小皇帝就在隔壁的真央殿内吧，一定又是彻夜不眠。他总是这样，一紧张就吃不好睡不着。这个孩子做皇帝做得那么辛苦，又那么努力，会用什么样的心境来面对他的背叛呢？周恒并不在真央殿内，事实上他就在洛平的门外，外面刮着干冷的风，吹得他唇色发紫。伺候的太监几次要上来劝说，都被他挥手赶了下去。他抱膝坐在石阶上，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子一样。他手里捏着小荷包，上面多出的线头有些磕手。整座皇宫安静的出奇，他可以听得见屋里的人极轻极轻的哼唱，那是首他并没有听过的曲调，凤华凤华。一场繁华梦，催得楚雨争。君不见，当年艳艳晴光好，杯酒话相知。君不见，木下灼灼梧桐老，落黄来七尺。程昱催。周唐率领定北军的前锋直直切入墨城外围，镇远将军徐瑞四世反应不及，被逼退数里。正当定北军的将士们洋洋得意之时，周唐呼道：不妙！他想引我们深入，再切断我们的后援。徐瑞不愧是先皇大为赞赏的将领，即使敌人兵临城下，犹自指挥若定。皇城易守难攻，他是要将越王截于外围城外。远远望着城楼上那个年轻将领的身影，周唐高举长剑，退入一封。不想死的都给我冲！拿下外城便有活路。杀！周唐压根就没有给自己准备后援，他以破釜沉舟的攻势撕开外城的兵阵。两军各有伤亡，但显然定北军的士气愈战愈强，他们想进城。自己已经别无退路，但他们的亲人都在城内。3年多的大漠征战，他们对家人的思念日积月累，此刻在这场攻城战中爆发出来，燃烧成熊熊的战意。他们是杀红了眼的戍边精兵，经历过的每一场战斗都是豁出命的打法，这是那些安逸的守城将士无法比拟的，所以他们必胜。直到越王逼至眼前，徐瑞也半步都没有后退。周唐挥退身边要杀敌将的士兵，独自走上前道：徐将军英雄胆色，本王很是敬佩，但大势已定，还请徐将军不要负隅顽抗了。徐瑞脸上有着战火带来的焦黑和血迹，但依然难掩他的英气与傲然。本将军绝不向叛军投降，要杀便杀吧。周唐为难道：可是有人要我留你的命。谁？周唐不答，只摇头叹息，说起来，你是当朝驸马，是我的姐夫，我若杀你，我皇姐定要怨我。
你自己要做英雄是无妨，但我黄姐要怎么办？你有想过她今后的生活吗？做一个大英雄的遗孀，你觉得她会幸福吗？徐瑞愣了愣，目露悲切，我对不起她，你若执意不降，我亦不逼你。我答应了某人不会杀你，只得付了你暂做俘虏，至少以后还能与我黄姐见上面，这样可好？徐瑞思忖良久，垂手道：随便你吧，多谢姐夫了。周唐欣然，不让别人插手，亲自去压他，同时暗中自嘲，自己堂堂越王，统领万军的大将军，居然这样听小夫子的话，想想都觉得憋屈。正要绑缚徐瑞双手时，不料他突然暴起，从靴中抽出一柄利刃，直向周唐的咽喉刺去。周唐未料到会有此变故，一时避让不及，只能抬臂去挡。可徐瑞这一击拼尽全力，若是落在身上，恐怕能生生削断这只手臂。周唐的手臂抵在两人之间，然而预料中的剧痛却没有传来。待他定神看去，只见徐瑞的胸口穿透了一支银色箭头，巨弩射出的寒玄铁箭，铁箭的后劲带着徐瑞的身体飞出丈远，从城楼上坠下。周唐伸手想拉，却是来不及了。徐瑞！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从城下传来。周唐闭了闭眼，站起身来，立于高墙之上，俯视着底下的人群。墙内是婷婷率领的弩队和骑兵，看来他已经按计划把宁王逼入了内皇城，正回来向他请命。凑巧的是，他救了他。墙外是领安王的援军，千万军士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将领被钉死在地。领安王身边的一匹白马上，一个绝色女子正满眼是泪的望着他。黄姐，周唐忽然觉得心中有什么东西哽住了。周嫣翻身下马，走向黄土中自己丈夫的残破身体。她合上他暴睁的双眼，为他梳理着被血浸湿的长发。夫君，我来迟了。周唐直视着周嫣怨恨的双眼，一言不发。周嫣质问道：周唐，你当真是要害死自己的手足至亲吗？二哥、六弟、恒儿，没想到你那个恶毒母亲的遗愿真的要应验了。父皇说的没错，你是周家的诅咒，你就不该留在这个世上。周唐，你站住！周唐转身下了城楼，面对城内自己的将士们，神色冷峻。婷婷见了他也不敢造次，据实禀报王爷，宁王已经逃入内城，即刻可以抓捕。周唐摆手，不急，待他进宫再说。我们向小皇帝逼宫之时，再将他擒杀。到时他身负挟持皇上的罪名，我杀他杀的名正言顺，也可以顺便把周恒。父皇说的没错，你是周家的诅咒，你就不该留在这个世上。周唐忽然笑了，杀了。领安王再来攻城，射战了一天一夜未能攻下，在巨弩的攻势下，他们甚至无法靠近城门1里之内。正如周唐所说，大势已定。是夜，外面厮杀声四起，周唐正在部署攻入内城的兵力，房门吱呀一声开了。他不满道：本王不是说了，任何人不得打扰。来人躬身认错，不知王爷正忙，还望赎罪。周唐走笔骤停，他猛地抬头望着眼前的素衣人，不可置信道：小夫子。然而他的惊喜很快在洛平的注目中消失了。洛平眼里尽是疲惫。王爷，徐瑞不能杀，为何你不听劝？我没有杀他。周唐终于爆发了，被谁骂都好，骂他是诅咒也好，骂他是杂种也好，他都可以不管不顾。可是小夫子不行，他是唯一不能误解他的人。洛平怔了怔，不是你杀的。上一世他亲眼看着徐瑞被周唐斩于城前马下，难道不是吗？不是我要杀他，是他要杀我。周唐怒儿砸了桌上的砚台。墨汁见到了洛平的衣袖和额角，洛平本能的闭了闭眼，也就这一瞬间感觉到一个怀抱拥住自己。小夫子，我没有杀他，他要暗算我，婷婷的弩队不得已射杀了他。
周藏闷闷的说着，边给他擦拭着额角的墨汁。是婷婷嘛，那又有何不同呢？周藏见墨汁擦不掉，一时兴起便要去舔，洛平回神连忙推开他，不用，我自己去清洗一下就好。周藏默然，半晌道：小夫子，你为何要阻止我杀他？你在袒护他们？你可知他们都是想杀了我的敌人？不是的。洛平见不得他眼中的哀戚，忍不住抬手要去抚他的脸，不料衣袖上的墨汁也沾在了周唐脸上，他哭笑不得，只得牵着他去井边洗脸。王爷，你干干净净的脸上留下墨点怎么行？洛平道：你得到的江山不该是沾染至亲之血和千古骂名的，我也不希望你成为一个冷情冷性的君王。小夫子，想不到你也有如此天真的时候。周唐惨笑着，自古以来哪有干干净净的篡位？墨迹沾上了，逝去就是了。是啊，大概我太天真了。王爷，昭容公主要登城楼，我们要不要急急忙忙找王爷，找到井边的守城小兵，看见王爷与身边那人亲密的互相擦着脸，一下子舌头打结。周唐皱眉道：她是本王的皇姐，当然不准动她，不过只他一人不用拦阻，其他要接近城楼的人一律射杀。是。周唐感觉到洛平的手在抖，疑惑道：小夫子怎么了？洛平抬头，眼里映着远处的火光，还是这样吗？小夫子，王爷还记得我与你说过的落黄吗？我记得。你说那是你心中最美的女子用生命献祭的舞。我以为我这一生不会再看见第二次了，我以为这场悲剧不会再重演了。昭容公主一身霓裳，如同洛平初次见她时一样。周唐带着洛平赶到时，他已登上了城楼的最高处，在一轮红月之中起舞。他步履翩跹，宛如来自9天的凤凰，栖息在一片断壁残垣中。红月将他的影子投在地上，一步一步似踏着满地血光。因为战火而躲避到郊外的百姓们也都看见了这般美丽的景象，有小孩子大声叫道：快看呀，那个姐姐好美哦，小生儿你跳的舞完全不能跟人家比啊。那是神女姐姐吧？我哪里能和神女姐姐比呢？你听，神女姐姐在唱歌。周烟的歌声一从夜空中传来，降临到下面的火海与人群中。凤环儿，凤环儿，一场繁华梦，催得楚雨争。君不见，当年艳艳晴光好，杯酒话相知。君不见，木下灼灼梧桐老，落黄来七尺。他俯视着城下的2个人。洛平，我这一曲落黄，比之你心中那名女子如何？不会不如她吧？至少我在你眼里，从开始到最后都是美丽的吧？周唐，你得到天下又如何？你总会有得不到的东西。我今日以此舞驯夫驯成，便是你无论如何洗不清的孽债。风中他的舞袖展如羽翼，从空中翩然而下。洛平眼中迷离。当年艳艳晴光好，杯酒话相知。啊，对，你就是那个色鬼状元郎。回廊中有个浅翠裙长的少女，明媚的笑着。木下灼灼梧桐老，落黄来七尺。洛平，你是站在哪一边呢？牢狱里有个雍容肃穆的女子迟疑的问着。俱往矣。两世的光影交叠，殊途同归，不过是在告诉他，即使穷尽力气，也有他改变不了的事。洛平轻轻掰开周唐与自己相扣的手指。周唐从周烟的尸体上收回目光。你要去哪里？洛平平静的望着他的脸，去为你擦掉墨迹。周唐盯着他，确认道：你会回到我身边吧？你答应过我的。我会的。我答应过，直到你不再需要我。洛平回到宫中时，周恒正在发疯似的找他。据闻宁王玉潜入宫中挟持天子，又传越王马上就要打进宫里来了，四处人心惶惶。禁卫军的严防死守和加紧巡逻，使得整个皇宫更加压抑。
真央殿前的大太监一看见洛平，激动的差点痛哭流涕。骆大人啊，您可来了呀！您是不知道，再见不着您，皇上恐怕就要出宫去巡了。洛平示意他稍安勿躁，皇上一个人在里面。大太监回道：不，还有姚贵妃也在。洛平点了点头，朗声禀报：微臣洛平求见。里面急急回了声：快进来。洛平踏入殿中，只见姚贵妃跪伏在地，一身华服在石板上揉成许多褶皱，神色哀切，似乎方才在恳求什么。拜见陛下，贵妃娘娘。洛卿不必行礼了，你快给朕说说，外面形势究竟如何？洛平没有直接回答，他看了看姚贵妃道：虽说贵妃娘娘身处深宫，但其兄长在朝为一品官员，消息通达，想必已由娘娘向陛下陈述过了。陛下为何不听听娘娘的谏言呢？周恒沉默一会儿，绷着脸道：洛卿这样说，看来事情真的到了无可挽回的境地了。朕知道瑶瑶是为了朕着想，可是朕怎能弃城逃离？这是庸君，是懦夫的做法。这几年来，陛下一直提心吊胆，龙椅上如有荆棘般刺人。陛下您还很年轻，为了这样的龙椅，白白葬送自己的性命，不值得。只要这皇位上坐的还是周家的人，你便有活下去的可能，甚至复位的希望。周恒摇头，这天下是皇爷爷亲手交到我手上的，他老人家处心积虑为我谋划了那么多，我怎能辜负他的期望？陛下，洛卿，朕听说昭容姨娘以身殉夫殉成了。她一介女子，尚且如此无畏，我堂堂大成的君王，怎能自私自利，苟且偷生？皇上，您就听骆大人一句劝吧。这般荣华富贵，既然抢不起，那便不要抢了。我们逃出宫去吧，去过平安喜乐的日子，不好吗？瑶瑶，你别再说了。姚贵妃还要再劝，忽听外面传来大太监尖锐的呼声：皇上，禁卫军统领求见，说宁王冲进宫里来了。周恒一愣，传朕旨意，活捉宁王。洛平轻轻叹息，他知道恐怕周恒再也见不到他的二皇叔了。宁王被擒杀于朝阳宫。周恒听到此消息，怒道：朕说要活捉，禁卫军竟敢抗旨！禁卫军统领汗如雨下，回禀皇上，那对禁卫军不知为何不听号令，属下未能管束好他们，甘受责罚。责罚？现在责罚你有何用？那对人呢？究竟怎么回事？陛下，请听臣一言。洛平道：那对禁卫军大概已经叛变了，如果臣没料错，他们就是3年前越王留下的南山军旧部。这部祸起萧墙的棋子早已经布好了局。周恒听后正冲半晌，颓然坐倒：七皇叔当真厉害，我不如他。又有人来报，说是那对禁卫叛军已杀向真央殿来了。禁卫军统领脸色骤变，立刻率人前去堵截。洛平却知方晋带的秦王之军岂是这般好挡的？殿内又只剩3人，重归于静。周恒捂住了脸，泪水从指缝中流淌出来。不过一死，我周恒便到九泉之下向皇爷爷请罪去。洛卿，你带瑶瑶出宫去吧。洛平看着这个善良而绝望的小皇帝，心中怅然，走上前去缓缓说道：陛下，不要把自己的生死看得太轻了，您活着就是种勇敢。说着，他抬手对准周恒的后颈扎下一针。周恒感觉到一阵刺痛，不可置信的抬头看他，却在看清之前便昏了过去。姚贵妃的轻呼被洛平用眼神制止了。洛平说：按照之前所安排的，带他出宫去吧，我稍后去见他，亲自请罪。姚贵妃应道：好的，骆大人多多保重。不知从何处窜下来一名黑衣侍卫，扒了小皇帝显眼的衣服，丢下一具与他身形相仿的少年尸体，携着他与姚贵妃一同出去。洛平与方静打了个照面，方静目瞪口呆的看着他身后已然变成一座废墟的真央殿。洛平道：
宁王命人四处放火堵截皇上，皇上心神慌乱，困于殿中未能出来，已死于这场大火之中了。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烧焦气味。方静哑然，穆全，你睁眼说瞎话吗？洛平亮了亮手中的银针，众林莫要与我抢功了吧？周堂那里一切由我解释。方静无奈了，他几乎可以想见越王暴跳如雷，质问洛平是不是真的跟小皇帝有一腿的狰狞嘴脸了。这一番乱局，谁人可解？在周堂率军杀入宫中夺位时，洛平去了郊外山中的一座小寺院。这座院落是他当初开酒肆时捐赠给几位禅师的，在他的恳请下，禅师们答应在今后替他收容一人。如今这个承诺得以兑现。在他敲门进去时，一位禅师到了升佛号，对他说了4个字：缘起缘灭。周恒已经醒了，看着他的目光却是万般复杂，有震惊，有愤怒，有怨恨。周恒质问他：你对我好，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背叛我？洛平摇头：我想对你好，是因为你是周恒，但是我不能保住作为君王的你的皇位，这是我欠你的，你仅可以恨我。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呢？对不起，因为我喜欢的人喜欢这江山。洛平的话让周恒骇然。你喜欢的人？洛清喜欢的人？洛清，你有喜欢的人吗？有，臣有喜欢的人。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个任性又无赖的人，不过有时也很听话，很温柔。哦，怎么没见你跟他在一起呢？那人在很远的地方。周恒忽然瞪大了双眼。你喜欢的人是七皇叔？洛平喜欢的人是周堂。周恒一下子难以接受。你喜欢他，所以要让他得到江山吗？那你留在我身边又是为什么呢？你对我说过的话全都是虚情假意的吗？陛下，洛某的真情真意从来都不值钱，也知道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我确实背叛了你，但不曾害过你。天下只能有一个君主，而他比你更适合。那你又何必救我出宫？让我死在他手上不是更好？不能让他杀了你。洛平道：他是周家的子孙，残害自己的兄弟亲人并不是他的本意，我不能让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诅咒。上一世便是前车之鉴，周堂从小就被冠上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本来他并没有罪，可是人们都把他当作带来灾难的人，就连自己的亲生父亲也避之如洪水猛兽。到了后来，他自己也这么相信了，他自己都以为杀光至亲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那时候他亲手杀了徐瑞，冷眼看着周嫣跳下城楼，又把前来阻止的四王爷囚禁于大牢。宁王以挟持君王的罪名被铲除之后，他便借一场大火烧了真阳殿，把自己的侄子当朝的皇帝烧死在其中。陛下，其实你比他幸运的多，因为你的身边一直有那么多疼爱你的人，即使没了皇位，你也还有姚贵妃相伴，而他的身边并没有这样的人。他不是还有你吗？周恒嘲讽道：你为了他欺君犯上，帮他谋得皇位，你为他做了这么多事，事事出自真心，他还不知足吗？洛平摇了摇头，洛某的真心真的一文不值。待他坐上帝位便会知道，这个天下那么大，一切都是他的囊中之物，多我一个不会多，少我一个不会少。既然这样，你为何还要喜欢他呢？洛平微怔，苦笑了一下，没有作答。周恒没有原谅他的意思，洛平与禅师交代了几句，便离开了。只是他没有回到墨城之中，而是独自坐在酒肆里发呆。受到战火波及，酒肆已不像从前那样和乐喧闹，躲避在里面的大多是无家可归的百姓。与皇城中的人不同，比起那个高高在上的主子，他们更加在乎的是下一顿吃什么。洛平把身上的财物全都供给这些人吃喝了，他们很是感激，问他身份姓名。洛平开玩笑般回答：在下姓程名相，大家喊我丞相就好。哈哈哈哈，哪有人叫这个名字的？真是想当官想疯了呀！哈哈。
洛平陪着他们一起笑。这一待就是6天，酒肆里的人干脆都喊他丞相了，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正宗的丞相是谁。洛平远远的看那皇城一主，看大火映照出的红色的天空，听着恍若就在耳边的厮杀声，还有孩童间传唱的那首落黄。而此时周唐已经在墨城里拍桌子摔板凳，砸砚台碎茶碗，发了无数次的火，关了好几名文官了。这几个文官都是赫赫有名的大文豪，包括姚贵妃的哥哥当朝一品宗正李元丰。不为别的，就为那一纸登基诏书。他要登基，这几个食古不化的硬骨头文人偏偏不肯给他拟诏。无论他怎么威逼利诱，他们都是那句乱臣贼子，怎配做我大成的君王。他斩了3个文士以儆效尤，但仍旧有人不惜咬舌自尽，也不愿给他写个一言半语。周唐需要一个有权威的文人替他草拟诏书，来昭示天下前代的朝臣已向他臣服。可他现在的身份不被这些人认可，他总不能自己写一份诏书让自己登基，那就真的贻笑大方了。周唐把桌子拍得颤了3颤，把李元丰给我押上来。若是他还不肯写，就撕了他的嘴，让他再也骂不出来。婷婷战战兢兢的去押人了，临行前向方静投去了求助的目光，想想办法吧，再这么下去人就要给杀光了。王爷这般火大，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件事啊。方静接收到这个眼神的讯息，咳了一声道：王爷，不如我们去请那个人吧。周唐斜眼瞪他，明知故问：哪个人？方静担子到底肥一点，就是那个少年时期便被先皇大家赞扬，忠言直谏，才思敏捷，文采斐然，教书育人最为成功，后来又成了小皇帝肱骨重臣的那个骆木全。他。周唐冷哼一声，挖苦道：他被先皇罢官10年，没皮没脸的提前回来要做官，之后又背叛了全心信任他的小皇帝，明明走投无路了，偏偏还要救他，还拿一个破绽百出的赝品尸体糊弄我，完了还不主动请罪。这种人半点文豪的骨气都没有，我要他何用？方进暗自嘀咕：太有骨气的不是都被您杀了吗？我的小祖宗为你怎么这么难伺候？此时李元丰被押了上来，周唐道：宗正大人，本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哼，我是断然不会给你写上一个字的。你这个不忠不孝的！来人，给我撕了他的嘴！方静连忙插话：王爷且慢。又怎么了？周唐正在气头上，通常这种时候说什么都是白说。王爷，此人动不得呀。方静劝道：他对洛平有知遇之恩，说是洛平的恩师也不为过，他若是真的有个3长2短，恐怕目前定要心情郁结。王爷也知道，越州负伤之后，他的身体一直就不怎么好。李元丰觉得自己肯定要舍身取义了，这个不长眼的手下不知在叨叨些什么，说他是一品官员，影响力大，还算有说服力，怎么竟扯上洛平了？而且他方才在门外分明听见越王大骂洛平，又怎么会为了这个人饶他？岂料周唐默然一会儿，说：那就暂且放过他罢，不过既然如此，用他来威胁洛平，说不定会有一点用的。来人，把他绑上，随我去城郊酒肆。方静，现在立刻！是。方静和婷婷总算松了口气。成了，只要见到洛平，一切都好办了。李元丰完全不在状态。哎，怎么地就放过他了？他怎么没看明白？浑浑噩噩的被押上囚车，他跟着越王来到城郊一家不起眼的酒肆。孩童用稚嫩的声音唱着：当年夜夜晴光好。洛平纠正他们：是艳艳，不是夜夜，当年艳艳晴光好。意思是那一年的阳光明媚，人们言笑晏晏，把酒言欢。哦，当年艳艳晴光好。孩童有听没有懂。目下捉吴童老，丞相先生，吴童煮老了，怎么还端上桌啊？丞相先生，你看我跳的好不好看呀？洛平娃儿，小声儿若是再长高一点，
跳起来就更好看了。小气鱼，你又唱错了，是灼灼。木下灼灼梧桐老，梧桐也不是吃的，是一种树。这句话的意思是，光阴似箭，现在那株梧桐树已经年老枯朽，被大火燃尽了。周唐在门外握紧了拳头，气得浑身发颤。洛平光明正大的在这教人唱落黄，是什么意思？且不说这首歌是他黄姐唱来讽刺他的，他就那么舍不下周嫣吗？另外，他这么耐心的教小孩，是新收了可爱小弟子还是怎么的？所以就把他这个正牌学生忘得一干二净了。还有，丞相先生这个称谓是怎么回事？他在过家家酒吗？骆大人真是不爱啊，自己的学生有难不去理会，对别家的孩子反倒很上心，居然还有闲工夫在这儿教人唱歌谣。小生儿见了周唐黑黑的脸色，吓得躲到洛平的身后。丞相先生，这个人好可怕呀，他要杀了你吗？洛平拍了拍他的小手，不会的，他是个很好很温柔的人，不会杀了我的。小气宇壮着胆子站到洛平面前，对周唐道：不准欺负丞相先生。周唐怒极反笑：我欺负他又怎么样了？轮得到你这个黄口小儿来管？里面的大人听见门口的嘈杂声，赶紧出来看，一见到锦衣华服的越王，便知是个大麻烦，抱起还在叉着腰的小气宇和可怜巴巴的小生儿就跑了。周唐刚听了那句他是个很好很温柔的人，火气好歹消下去一点，负手走到洛平跟前，凑近了说：丞相。谁给你封的丞相？周恒那家伙，他封的还能作数吗？洛平笑了笑：我自己编的名字，过过干瘾而已。周恒被你藏到哪里去了？你不明白吗？他必须死，不然我这个皇位坐得不安稳。他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了。那日他逃出城，就已经远远离开墨城了。世人都当他已死，他在墨城以外什么势力也没有。放过他吧，他毕竟是你的亲侄儿，好吗？熟悉的温和的声音拂过耳畔，周唐纵然有天大的不满，也发作不出来了。他定了定心神，正色道：洛平，我要你为我草拟登基诏书，你可愿意？洛平刚要开口，周唐补充道：你若不愿意，我即刻将他斩首，首级就悬挂在你这酒肆的门头上。洛平脸色白了白，歉疚的望向憔悴了许多的李宗正。李元丰正好有话跟他说：我死不足惜，目前你不要听他威胁，给他这样的乱臣贼子你照，你会成为千古罪臣的。洛平，罪臣之名都是别人给安上的。洛平此生不求盛名，不在意那些。我本就是拥护越王称帝的，恐怕要让李大人失望了。你拥护他？正是。李大人，越王是洛某最得意的门生，他会成为一个好皇帝的。李元丰懵了。洛府烧了，真阳殿也烧了，朝阳宫也烧了，洛平跟着周唐去了翰林院。这几日周唐都待在这里，把文士们全都关进牢里，一个一个相逼。洛平路过那片荷塘，忽然道：还记得你在这里练的字吗？周唐当然记得那个歪歪扭扭的江山，如今那2个字就要真正成为他的东西了。他拉着洛平进到房里：我是名副其实的篡位，你真的不在意成为罪臣？洛平微笑摇手：若真的不在意，便不会在这里等你来寻了。就算是骂名，也不能太难听，否则我为你写的诏书岂不就掉价了？周唐望着洛平，从怀中取出一张生宣，上面是整整齐齐的小楷。洛平把它放在桌上：你看这篇如何？你早就写好了。周唐捧起来看，洋洋洒洒的骈文，恢宏大气，庄重有力，赫然是一篇上等的登基诏书。你是我唯一的学生啊，你要做皇帝，我当然要。洛平的话被闷在了周唐的肩膀上。周唐拥着他：是啊，小夫子，我是你唯一的小唐，现在我终于要当皇帝了，你怎么能不在我身边？就是因为你当上皇帝了，所以我快要功成身退了吧。你要放周恒走，要悼念周嫣，我都可以不计较，可你现在不准以任何理由逃走了。我从来没有想要逃走。
周唐死死盯着他，这可是你说的。洛平一愣，待周唐解他的衣带，才反应过来，登时面红耳赤，不要胡闹。周唐却不理他，用解下的腰带缚住他手腕。你看你还是想要逃？不是，你从来就没有好好听话过，我总觉得你一直打算有一天要离开我的，是不是？小唐，不，轻点。周唐用较重的力道在洛平的脆弱处揉捏着，准备把余下的怒气都发泄出来。然而看见小夫子额头细密的汗水，感觉到这具身体轻微的颤抖，他又不自主的缓下手劲，手指在他的胸膛上游移着，深深吻着这个人。我就要做皇帝了，小夫子，大成的一切都是我的，你也是我的，我一个人的。洛平轻轻回吻他，咽下了那句苦涩的话，可你却永远不会是属于我的。啊！被贯穿的胀痛感和快感如浪潮般席卷而来，洛平睁着迷离的眼看着与自己赤裸相对的人。他已经成长为一个俊朗出色的人，有着王者的美语和气魄，也有着王者的独占欲。是的，他可以是他一个人的小夫子，而他却不可能独占他。这是段绝对不公平的感情，他已经奢求了一世，最终一无所有，还有力气再去奢求另一世吗？桌上的诏书草稿被揉得乱七八糟，洛平沙哑的叹息，罢了罢了，重新誊写一份吧。说着坐在桌旁提笔书写。周唐一脸厌足的坐在他身后，手臂环着他的腰，不轻不重的按捏着。洛平感觉到一阵刺痛一阵酥麻，不禁又端出夫子的架势骂道，还没当上皇帝就开始沉迷声色了，你是想要做一个昏君吗？周唐衔着他的耳垂，我才不是昏君，昏君不会只要一个人。数日后，墨城平定，七皇子周唐于朝圣台祭天祭祖，正式登基为帝，年号征和。那一篇华丽的登基诏书，将他不甚光彩的夺位之举修饰成了天命所归，并将周恒被宁王挟持致死的事实昭告天下，与周恒谥号成景帝。周唐虽然龙袍加身，但朝中大多为武帝和景帝的心腹大臣，即使未明确表示出对他的不服，也都暗中戳过他的脊梁骨，说他泯灭人性，谋朝篡位，其心可诛。相比于当年在越州的尴尬境遇，京城的局势则更加暗潮涌动，稍不留神就会惹祸上身。周唐不动声色地整顿着朝纲，步步为营。在洛平看来，如今的他已尽显王者之风，自有一套处事方法，不再需要他的啰嗦了。不过显然周唐不这么想。洛卿，朕想在今年加开科举，同时改革官制，你曾在通政司履职，在这些方面颇有建树，对此有没有什么建议？这是他在朝堂上的态度。小夫子，你给我过来，坐下。我给你送去的灵芝，你为什么不吃？不吃就算了，居然还把它送人了，你倒是很会耐我的心意做人情啊！信不信我马上降你的职？这是他私下召见洛平的态度。陛下，臣惶恐，这是洛平不变的态度。这日下朝后，周唐再度微服去了洛府，那是他赐给洛平的新宅子，比原先那个被烧毁的宽敞很多，赏给他的仆人势必也不少。不过除了云香，都是年纪较大、样貌平凡的人，总之都是能让他放心的那种。洛府位于墨城的北城区，这里住的人非富即贵，随便一个路人甲都有可能是某某大官、某某老板。周唐边走着边欣赏这条街的繁华，将要到达洛府门口时，有3个人与他擦肩而过。由于他做过一点伪装，那3人没有认出他来，但他认出了他们：翰林学士杨毅、督察院御史杜文官、太常寺寺卿张方志。本来他也没有多留意，然而一句真不知道洛平那种人怎么还有脸站在朝堂之上跃入了他的耳中，让他登时火起，当即折回脚步，跟随那3人进了一间茶寮。竹帘相隔，他听得很清楚。那3人把洛平当作谈资，说着各自的牢骚。杨说：“我与他是同期进入翰林院的，对他的事情清楚得很。他初时确实是个颇有才气的人，可后来利欲熏心了，为了升官，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年头，本分做事的反倒没那么幸运，人家都几个跟头翻过来了，我到现在都还只是个五品。
不说，那是杨兄，你淡泊名利，跟他可不一样。我也听说他当时进了大理寺后，就一心只为自己仕途着想，审案子的时候什么刑罚都敢用，还仗着先皇的赏识倾轧同僚，要不怎么升得那么快。后来终是把先皇得罪了，罢了他的官。张说：哎，没见过比他脸皮更厚的了。先皇前脚刚走，他后脚就来巴结李宗正，死皮赖脸求个官职。可怜小皇帝不懂事，白白信任他这些年，到最后把命都赔给了这个小人。说到这里，他们压低了声音。越王篡位，他也是第一个舔着脸凑过去的。看他那篇诏书写的，马匹都拍得飞上天了。这样无节无耻之人，当真是三姓家奴。周唐听得额上青筋暴起，几乎要把手中的茶碗捏碎。竟然把小夫子诋毁成这样，他想当场把这三人斩了，让他们胡说八道。他们知道什么？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小夫子吃过那么多苦头，这些在朝中安逸当官的人，有什么脸面瞧不起他？虽然有过预料，但亲耳听见这些针对小夫子的骂名，周唐觉得心里阵阵揪痛。那个人明明是真的有才华，他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往上爬，他们凭什么把他说得如此不堪？他是知道的，洛平纵然再怎么贪恋权势，也没有用过卑鄙手段。他为了能让他得到天下，从来没有计较过什么，他不该被这样诋毁。周唐到底没有在茶寮发作，他可以杀了这三个人，却堵不住悠悠众口，这个道理他懂。在进洛府，周唐忽然觉得这座宅子虽大，却显得很荒芜。主人住在里面，只能哭对书本和山水，没有知己，没有相伴。他这样想着，书房里走出一个熟悉的人影来，定睛一看，正是他昨日刚封的方太尉。洛平笑着送他出来，手中捧着一幅字，眼眸都在发光，竟然是严老先生的字。仲礼，这可是千金难求的，你怎么得到的？方进自得的摇着扇子，目权你不知吗？严老是个奇痴，棋艺却极差，我这是从他那儿赢来的。原来如此，那真是可。周唐决定收回刚才的想法。洛平的知己够多了，不需要再增加乱七八糟的人了。他的提醒让那两人同时看过来，见到是他，方进的脸色一僵，识相的拜别。洛平收好墨宝，躬身行礼。周唐去扶他，神色气恼，说了不必，你我不是君臣。洛平没有说什么，将他迎进书房，似乎真的不把他当回事了。严好墨摊开纸，便开始临摹起严老的字。周唐看了他的侧脸一会儿，说道：小夫子，你可知道朝廷里的人是怎样看你的？洛平兀自走笔，无非是奸佞权奴一类，仔细想来，说的也不算错。周唐蹙眉：你不是那样的人。洛平看向他，莞尔道：陛下觉得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便不是，旁人说些什么，原本就无关紧要。周唐见他笑，心里一动，走到他身后，弯下身来，手臂环住他的腰：是他们该死，我不会让他们一直这样对你的。洛平微微僵了一下，一个笔画写颤了。周唐温热的气息扰得他无法专心，只得放下笔墨。陛下，你可以改变疆土、朝政、法典，却不能改变人心。我能。周唐说：我知道你是那么优秀的人，你值得他们所有人的敬重，我会想办法的，堵住他们的胡言乱语。洛平叹了口气，说到这个，仲离都被你封为太尉了，你什么时候升我的官？周唐笑道：你让那些人喊你丞相，就这么想做大官？那时候早点来找我就是了。洛平摇头，那边又是厚着脸皮去讨官做了，王爷不是看不起这样的我吗？我就想，不如效仿诸葛先生，等着有人三顾茅庐。你还想让我三顾？做梦吧，你不会让你有机会让我顾了。你要一直待在我看得见的地方。好啊，那你就封我做丞相吧。周唐在他耳边吹气，端起皇帝的架子说：不如让你做太监总管吧，只需要伺候朕我一个。
洛平咳了一声，其实臣不在乎官职大小，只要能为皇上分忧，就算只是翰林小事赵之位，一爵足矣。那是你做过的最小的官僚吧？你放心，朕才不会像周恒那么小气。周唐说着，就开始上下其手，拉着他往里间休息用的床榻上带。洛平自知反抗无用，也就随他去了。事后，周唐悠闲的缓着呼吸，怀抱着洛平，用手顺着他汗湿的长发。你是我的小夫子，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洛平的声音有些疲倦，不过意志很坚定。那就封我做丞相吧。周唐手上顿了顿，突然又不满意了。洛平，你是为了做丞相才肯跟我上床的吗？洛平不答，心里却是透亮。登基这么些日子，周唐愣是没动他的官职，就是在等他求他。这个孩子越来越会把握他的老师了。次日在朝堂上，洛平一心等着擢升，不料另一件事掀起了轩然大波。叛军。周唐的皇位果然坐得不安稳，有人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起义，抓住的无非就是周唐不是正统继承人的把柄。对于此事，周唐冷笑道：是妓女还要立牌坊，正好，朕就来告诉他谁才是天道。洛平还是没有捞到丞相之位。周唐封他做了文渊阁大学士，洛平淡淡看了他一眼，领旨谢恩。文渊阁大学士，这是个纯粹的文职，有名望却没有实权。于是朝中讽刺洛平的声音更加大胆嚣张，甚至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他们说骆木全聪明反被聪明误，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屁颠颠的写了诏书又如何？周家的皇帝已经不敢再信任他这样的人了，否则说不好哪一天他又跟别人合谋篡了自己的位。因此封个大官是可以，但干预朝政的事还是算了吧。自认为摸清了皇上意图的杨毅、杜文官和张方志三人根本不把洛平放在眼里，甚至在洛平提出科举改革策略之时，纷纷上书提出了反对意见。周唐没有回应他们只言片语，一些有眼色的官员已经发现苗头不太对。果然，不久这三人就因种种理由或贬谪或罢官。众位朝臣不禁摇头，果然是圣心难测啊！皇上对洛平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啊？周唐的态度其实是这样的：文渊阁距离皇宫最近，我可以随时来看你啊，而且召你进宫也很方便。小夫子，你生气了？臣不敢。他说的冷淡，周唐赶忙收起了嬉皮笑脸。小夫子，你听我说，我让你待在这个位置是有长远打算的。是吗？不知陛下作何打算？洛平确实不理解周唐这样做的用意，明明上一世的此时，他很干脆的就让自己做了丞相。周唐正色道：我会让你当上丞相，但不是现在。现在朝中的势力太不稳定，你在这些旧臣心目中的名声也不大好。与其让你上位之后受他们的气，不如先培植出一批自己的门生，到时候会轻松很多。洛平有些正冲，他没有想到周唐居然会为他考虑这么多。当年他刚做丞相之时，的确受了不少怨气，直到朝臣完全换血，才稍微减轻一点压力。我不想让你太过劳累了，你已经为我做了那么多，我要让你一面掌权，一面享福。周唐邀功似的说，而且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什么事？洛平这么问了，但其实心里已经有了数。我要你帮我编一部书。周唐的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他要囊括古往今来有关大成的一切，历史、周制、文学、丹青、哲理、宗教，我要让我所拥有的这些，即使在我死后，依然能让后世之人铭记。小夫子，它将是一部能让你我的名字名垂青史的典籍。《承天通鉴》。洛平喃喃道。周唐愣了一下，对，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就叫《承天通鉴》。好，洛平说，我会为你编撰出这部书来。周唐的这份野心他很清楚，上一世直到被囚禁于无赦牢中，他都还在完善这部典籍。那时候他万念俱灰，
这部书几乎成了他生存的唯一支柱。如今他依然对这部书有着很深很复杂的感情，至少他能在活着的时候给周唐留下一样有意义的东西，比他在判官那里见到的那几页自己的人生要厚重得多。自从周唐把承天通鉴的任务布置下来，整个文渊阁乃至翰林院都忙得不可开交。洛平作为主编，经常忙到无暇回府休息，几乎是在文渊阁里安了家。说起来，这也算周唐的用意之一。洛平住在文渊阁，他便有很多机会见他。只可惜有关叛军的消息接二连三的放到他面前，他自己也是焦头烂额。这时候他就会想，当皇帝似乎也没有那么好。那些叛军多是打着先皇旧部的旗号，口口声声说要扶持三王爷四王爷，总之明目张胆的雇佣军挑事端，弄得当地民怨四起。正当他们自我膨胀之时，三王爷周普和四王爷周科同时呈书殿前，表明自己绝无反意，与叛军撇清一切关系，并声称拥护周唐，主张对冒用他们之命的人绝不姑息。这无疑是给叛军们当头一棒，他们造反了能怎样？自己做皇帝，周家岂会放过他？可此时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上。周唐把军事调度全交由方进方太尉，命他严惩叛军。不过当看到南边突现的一支叛军时，他震怒之余也略有犹豫。那是一支名为安世军的部队，据传言他们的领头人是程景帝周恒。方进小心翼翼地问道：陛下，此事怎么处理？周唐斟酌良久，搁下了这份军报。他可以逼周普和周科表态，却不能触及到周恒。最关键的是，那个所谓的周恒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曾苦口婆心劝他放过周恒的小夫子，又该如何自处？周唐没有回答方进的问题，而是起身道：你退下吧，朕要去一趟文渊阁。方进退出殿外，目送皇帝的车碾向文渊阁行去，凄然叹道：牧犬啊，何苦来哉？周唐驾临之时，洛平正忙着校对一本乐史。经过上一世的摸爬滚打，他对编撰《承天通鉴》很是得心应手。那时候走过的弯路，如今全都可以避免，这使得他的进度出奇的快，而且几乎没有错漏，这让那些抱着挑剔心态来看待他的老学究们都不得不服。周唐照例检视了一番编撰工作，照例大大夸奖了一番，照例提出要与骆学士私下谈谈。骆平却从这些照例中看出些许不同来。他抬头看了眼周唐，对上那双严肃深沉的眸子，心下恍然，这次不是来捣乱胡闹的，恐怕是来兴师问罪的吧。果然进了内室，周唐便道：南州有支叛军，竟然用死人的名头来造反，小夫子，你说他们是不是很可笑？骆平道：陛下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周唐看着他：我接到军报，说是周恒在南州起兵，意图卷土重来。骆平不动声色：陛下来找我，是想问我那人是真是假吗？周唐道：小夫子，放走那人的是你，说他不会起兵的也是你，你想要保他，我不曾违逆你的意思，所以这时候我只有来问你了，如果那是周恒，你还要袒护他吗？骆平直视着他回答：陛下，你是一国之君，在臣的心里，你也是唯一的天子。有人要反你，无论是谁，你都可以一网打尽，不用询问臣的意思。周唐展颜笑了：小夫子，有你这句话就够了，你果然还是最在乎我的。说着就要去抱他，被骆平让开了。陛下没有别的事情的话，臣就先去做事了。慢着，周唐连忙喊住他：其实不管那人是不是周唐，我都没有打算像对待其他叛军那样将他们一网打尽。骆平疑惑：为什么？因为小夫子，你一心想让我摆脱世卿的骂名，我不想辜负你的期望。尽管我们对外都称周恒死于宁王手中，可世人都说是我杀了他。那么这次就让我证明给他们看，我对周恒没有丝毫愧疚，我可以坦然面对他。如果那真的是周恒，我就尽力劝降他；如果是假的，
我就替我侄子报这个冒名顶替的仇。洛平难掩吃惊，他的小唐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长成了一个懂得权衡和掌控人心的君王。他不再是那个意气用事的少年了，他对他的依赖也会越来越少了吧。洛平定了定心神，既然陛下早有决断，又何必来问我？周唐喜滋滋的扒在他耳边，那不一样，比起应对之策，我更在乎小夫子的态度啊。要是你还要替他求情，我就要拿戒尺打你屁股。小夫子，我看许公子小说里的那些夫子们都会那一个戒尺教导学生的，为什么你不这样？好像你从没有教训过我。陛下很优秀，也很听话，没必要教训。还有，陛下当以国事为重，不要再读许公子的小说了。哪有学生嚷着要夫子抽的？那我赏你一把戒尺吧，以后我要是做皇帝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准许你用它来教训我，可以抽我的屁股，抽疼了也不怪你。周唐完全没听进洛平的话，臣没有这方面的兴趣。洛平继续编撰着通鉴，假装没有注意到盯梢自己的暗卫。周唐亲自去南州惩治周恒率领的叛军，还不忘留下一支暗卫护着洛平，顺便看他有没有私下接触什么人的意思。周唐觉得洛平那么笃定的让他去剿灭叛军，很可能是因为确定那不是周恒。那么真正的周恒在哪里？小夫子和他还有来往吗？这些都是皇帝陛下十分在意的事。这种不信任，洛平倒是习以为常了。他要监视就让他监视吧，反正他与周恒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除了知道他还在那座禅院，对他的近况一无所知。周恒没有原谅他，他也没有脸面出现在他面前。于是周唐行军中收到的汇报中，只描述了骆大学士编书的认真与艰辛，与方太尉偶尔互相登门拜访，出门买茶时巧遇张尚书的女儿，被婷婷缠着说要讨2首情诗，找许公子要了2本小说做编书参考，在墨香书院收了2名门生，吃烤鸭时吃到烤鸭西施多给的一只鸭腿之类的事情。周唐当即下令行军提速。京城太不安稳了，他要赶紧回去盯着小夫子才行。南面战事频频传来捷报，那支军队果然是冒用了景帝的名号。天子率领王师浩浩荡荡降临南州之时，领头之人已被吓破了胆子。那人找了个与周恒年纪和相貌相仿的少年，以替天行道之名征兵征粮。皇帝斥责他假冒景帝，为一己私欲欺君造反，当场将其斩杀。但对于那名少年和其余参与此事的将领、百姓，他都不予追究，甚至下旨对刚经历过洪涝灾害的南州发放补助。他说，皇侄虽非朕所杀，却是因朕救护不利而死，朕只能竭尽全力善待他的百姓，才能赎罪万一。这一场平乱中，周唐十足的人君表现感动了大成天下的百姓。原本犹豫着要不要为这位争议颇大的君王效力的傲骨文人们，也都坚定了赴京赶考报效朝廷的决心。与此同时，各地叛军也都在朝廷的镇压之下逐渐偃旗息鼓。就在周唐拔营回朝之时，大成的中元节即将到来，这是夺位战事出歇之后百姓们过上的第一个安宁祥和的节日。在大成，这个节日有一个传统习俗，放河灯。而在墨城这个最繁华富饶的城市之中，这一习俗又被会玩闹的文人雅士们变成了一场全城同乐的游戏。周唐高兴的想着，这是他第一次好好的过这个节，一定要小夫子陪他一整夜。每年中元节，墨城的晴水河上便会举办一场盛会。想要祈愿的人们，除了自己在岸边放河灯以外，还可以前往晴水中央的一艘官船上，花钱购得一只漂亮的河灯，并在一条香烛和一条围成的华丽河道中放下自己的河灯。河灯在放入水中前会依序挂上号牌，而在河道两侧的宾客可以花10文钱，告诉船家自己想要的河灯编号，请他帮自己打捞上来。由于这些河灯都出自名家之手，但是外表就很有收藏价值，加上常有闺中小姐寄情于灯，谁捞到这样的河灯便是一种缘分，所以每年都会有许多人在此花大把的银子捞河灯。据说高祖时期，
一位布衣青年便是在中元节的河灯会中捞上了公主放下的河灯，最终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还有传说讲到，某个失意的小官吏将自己的理想抱负写于河灯之中，谁成想让当朝丞相捞了上来，而且大为赞赏，很快将其举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到后来，一些热恋中的情侣也会在这里玩游戏，将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话写在河灯中，然后互相告知自己河灯的编号，打捞上来后也算是两人间甜蜜的定情信物。今年的河灯会格外热闹，墨城纷纷扰扰折腾了好久，现在终于安定下来，远征的将士们也都归来了，大家都有许多丝绸念想要抒发，于是河道上的船夫们忙得快要转起来，小舟上放满了顾客要的河灯，再一并带回岸上去。周唐是中元节当夜率军归来的，进城后他立刻撇开士兵和护卫们，独自策马来到秦水河边，长舒一口气，总算赶上了。夜色朦胧，他一身戎装风尘仆仆，可是难掩那股英气和威严，出现后立即吸引了众多女子的眼光。他显然是来挑选河灯的，许多官家女儿都在肖想着，自己放下的河灯若是能被这位年轻将军捞起，说不定又是一段才子佳人的美谈。周唐呆望着那条烛影摇曳的河道，里面缓缓漂浮着上百盏形态各异的河灯，有小楼阁，有芙蓉花，有飞鸟走兽，看得人眼花缭乱。他唇角带笑，眼波中漾着旖旎水光，招手唤来一位刚靠岸的船家。路过官船时，时间还很早，洛平想起上一世放下的河灯，里面写的什么他已记不清了，似乎是些忧国忧民的酸句子，还有一些对皇上的祈愿。他不由得停下脚步，心想，若是这回他也放下一盏河灯，不知编号是否还会一样。想到此处，他信步走上官船，随手选了一盏河灯，写了几句话进去，递给船工。忙碌的船工看都没看一眼，挂上的小号牌就丢进河中，报给他一个数，27。洛平一愣，哑然失笑，当真与上一世是一样的编号，这两场命运真是太奇妙了，有时让他觉得是完全重合的，有时又好像是分道扬镳的。周唐鬼使神差的报给船夫一个数字，那是小夫子在烧糊涂的时候在他耳边叨叨的，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居然对这个事记得这么清楚。他知道自己挺傻的，就算小夫子说的不是胡话，那盏灯恐怕也是以前放过的，这次的编号必然不同了吧。可他就是报了这么一个数，然后紧张兮兮的等着。不知过了多久，船夫递给他一只河灯，说是第27盏，已经飘了老远了，快到河道尽头了他才找到。那是盏再普通不过的荷花灯，没有丝毫特别的地方。周唐翻看了一下号牌，确实是27号。他心说，多半是哪个没眼光的穷酸鬼，就买个这模样的河灯，还指望能有什么贵人看中他捞他上来。他已经没抱多大希望了，估计小夫子还在文渊阁里忙活着，根本没有空来这边玩乐吧。沮丧的想着，他取出河灯中的尖子，瞬间他僵住了。那张纸上赫然就是小夫子的笔记，而且有着小夫子一贯的简练风格。此生堂弟开荼蘼，3遍荣华不如你，匪报兮，永以为好兮。继往生周唐看得指尖轻颤，脆弱的纸张簌簌作响。他回过神来，赶忙把这张尖子收进怀里。这时候再看那盏荷花灯，顿时觉得清丽脱俗，高贵典雅，绝非凡品，比其他那些花里胡哨却没有内涵的好太多了。除去最后那行继往生，周唐认为这3个字大概是随意的落款什么的，不重要，也不需要深究。前面几句分明就是小夫子写给他的情书，这样都能让他找到，说明他和小夫子的缘分是天意啊。周唐跨上马就往洛府赶去。既然小夫子出来放河灯了，那文渊阁今日定是放假了。他想赶快见到他。周唐进洛府时，洛平已经熄灯入睡了。他挥退了诚惶诚恐的仆人，坐到洛平榻边。屋里太暗，他只听见平缓的呼吸，看不清洛平的脸。想了想，他点燃了那盏河灯中的余蜡，就着微弱的光端向自家小夫子。小夫子的眼下有一片阴影，想是日夜劳累，睡眠不足。
周藏本来想好好与小夫子缠绵一夜的想法，就因为这张疲倦的脸烟消云散了。他恋恋不舍地抚摸着洛平的眼角和面颊，觉得心里满足的都要化掉了。他吩咐仆役打水让他沐浴，洗去一身尘土汗水之后，他蹑手蹑脚地爬进了洛平的被窝。洛平到底被这动静惊醒了，初时一惊，待感受到熟悉的温暖，他慢慢放松身体。他还没有醒透，说话有些含混：“陛下荣归，可看见百姓点的河灯了？”周藏对着他白皙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吻上去：“看见了。我还看见第27盏的荷花灯，里面有一封写给我的情书。陛下英武，定然有很多。”洛平忽然完全清醒了。第27盏。周藏献宝似的把那张笺子与河灯拿给他看，洛平默然无语。他没有想到周藏会捞起自己的灯，这也太凑巧了。周藏看出他的疑惑，笑道：“你忘了？你在越州时与我提过27这个数字的，不过依我看，还是缘分做得主。”洛平心下叹息，当真是天命啊。周藏望着他有些怔愣的侧脸，耍无赖道：“小夫子，让我抱抱你吧。”洛平一僵：“我知道你很累了，不会胡闹的，我就想抱抱你。”洛平没有说话，周藏就当他默认了，伸臂把他揽进自己怀里。不一会儿，周藏就把脸贴到洛平耳边，一边轻轻舔着他的耳垂，一边用手指头在他肚子上画着圈。“小夫子，从小我就觉得你身上好香啊。”洛平长叹一口气：“陛下，想做就做吧，你这样臣也睡不着。”周藏一听这话，立刻翻到他身上，眼里晶亮晶亮的：“小夫子，就一次，我保证。”事实证明，即使是一言九鼎的君王，在床上说的话也完全不能算数。洛平算是累晕过去的，不过睡得很香甜，时常紧蹙的眉头都舒展开来了。周藏痴痴望着他的睡脸，自得的想：小夫子是喜欢他的，可是太害羞了，以后河灯节必须年年办，还要办得越来越红火，这样他的小夫子的心意就会飘到他心里来了。这一夜外面在狂欢，而仅有他们两人的世界里是狂欢后一场安宁的美梦。贞和3年，新年初至，街上燃放着火红的烟花爆竹，孩童撒了欢的玩闹，手里的冰糖葫芦掉了一颗在雪地上，砸出红色的凹坑。孩子舍不得，伸手要去捡，被大人拉住：“掉地上的就不要了，脏不脏？”于是孩子只能咬着手指头，一步三回头的走远了。路边一团小小的人影迅速窜了过去，黑手抓起那块包裹着糖葫芦的雪就往嘴里塞，塞满整张嘴之后艰难的咀嚼着，像是吃着什么人间美味。噗噗噗，小乞丐吐出嘴里的山楂和意犹未尽的咂嘴。一双毛边锦靴出现在他面前，他抬头去看，冷不防被阳光晃了眼，忙用手去捂眼睛，感觉到那人似乎蹲下来遮住了日头，他才慢慢张开手指，眼前是一只白净修长的手掌，手掌的主人说：“走吧，我带你去吃糖葫芦。”小乞丐歪着头，鼻涕划过嘴角，拖到了下巴。他不认识这个人，可是这个人的声音很好听，眼睛也很温柔，而且还说要给他吃糖葫芦，反正不像是坏人。小乞丐又回头看了看，确定那人是在对自己说话，于是战战兢兢的开口：“甜甜的，糖糖，好吃。”说着，他伸出沾着糖浆的小黑手，想去碰那人的手心，犹豫了一下，改去抓那人的袖口。那人丝毫没有嫌弃的样子，笑着牵起他的手，往卖糖葫芦的大爷那里走去，给他买了2串，就把这孩子领回了家。洛府的家丁看见自家老爷带回一个小乞丐，茫然问道：“老爷，这是？”洛平道：“以后他就是我的养子，名字叫洛小安。”家丁躬身道：“是，小的知道了，老爷，安少爷，快进屋吧，风大了。”洛平拉了拉专心舔糖葫芦小乞丐：“小安，进来吧，到家了。”周藏看完官员们贺新的折子，略有些烦躁。什么伺候那妃选秀女，趁着日子喜庆，那些人又把这些话翻了出来，唠唠叨叨了3年，每次都被他以朝政未稳，不谈家事为由回绝。
那些老臣也就算了，刚选拔的几个年轻官员也这样明里暗里的劝，快要让他烦死。娶老婆？娶那么多老婆有什么好？看看他父皇吧，女人一堆，子嗣一堆，处心积虑了大半辈子，结果皇位还是没能妥善交给自己最疼爱的皇孙。他知道那些官员不过是想把自家女眷往宫里送，也好让自己在朝中站得更稳当，可在他看来，什么样的女人都入不了眼，分明一个都比不上他的小夫子。想到这里，他唤来暗卫首领，呷了口茶问道：今天他气色如何？都做了些什么？暗卫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自然知道皇帝陛下问的是谁。陛下正是繁忙，那位大人亦是公务缠身，自从两人少有时间私下见面，陛下便时常派他们掌握那位大人的衣食住行。暗卫恭敬答道：骆大人精神不错，今日出门散心，捡了个孩子回府。哦，捡了个孩子。周唐猛地一愣，拍案而起：捡孩子？哪里来的孩子？陛下！暗卫吓了一跳，慌忙回答：是路上遇见的小乞丐，骆大人大约是看他可怜，就带回去了。他说了些什么没有？回陛下，骆大人好像说要收那孩子做养子。周唐怒极：好，大过年的不过来陪着朕，说是通鉴正编写到紧要关头分不开身，亏得朕在这里成天为他操心，他倒是悠哉，白捡个儿子回家养。谁准他养儿子了？说着，他扔下一干折子，大步走出真央殿，回寝宫生了好一会儿闷气，几次叫人去传洛平，又半道上把人叫回来，弄得传令太监一头雾水。最后他终于放下面子，换了衣服就要去洛府。暗卫偷偷抹了把汗，他还是没想明白，皇上何至于发这么大的火？人家骆大人发善心捡个孩子怎么了？皇上居然比上次听闻骆大人出入烟花柳巷还要震怒，这到底算怎么回事？洛平嘱咐家仆给小乞丐洗澡，没想到闹得整个后院鸡犬不宁，洛平给吵得无奈，最后只得亲自过去安抚。大老远的就看见小乞丐光着瘦骨嶙峋的小身板往木桶外面翻，两个家仆都拽不住。洛平走过去，挥退使劲拉扯他的家仆，见到小孩惊骇的眼神，轻轻拍抚他的后背道：乖，洗完澡给你吃好吃的。小孩一见是他，立刻不闹腾了，小声说：好多水，掉下去会淹死。啪！洛平看了眼木桶，心下了然，这桶对于小孩子来说确实有些深了，这孩子甚至站不到桶底，难怪这么害怕。想了想，洛平捋起袖子，伸手架着他的胳肢窝，柔声道：别怕，不会掉下去的，你看，我会扶着你。感觉到那双温暖的手臂护着自己，小孩整个人抱了上来，搂着洛平脖子，死活不肯松手。洛平莞尔笑着揉揉他的头发：好了，马上就洗好了。家仆们赶紧趁此机会替小少爷擦皂脚洗身体，小孩搂得太紧，洛平边哄着边让他稍微松松手，他也算听话。不一会儿洗好了，洛平的身上已湿了一大片，给他换上干净的衣裳，干燥的头发梳顺了，那孩子看上去倒也标致，就是干瘦了些。坐在饭桌上，小孩伸手要去抓饭菜，被洛平制止了。洛平要他坐端正了看着自己，听完训话才可以吃饭。听好了，以后你的名字叫骆小安，是我的儿子，你要叫我爹爹，明白了吗？小孩盯着糖醋排骨吸口水，点头表示明白了。他指指自己：骆小，然后眼巴巴看向洛平：爹爹，小安想吃肉。洛平神色严肃：不可以用手抓，来，跟着爹爹学，用筷子夹，夹不起来不许吃。骆小安老老实实的拿筷子，小手纠结了半天，夹起一块排骨又掉了，再夹再掉。洛平耐心的演示，一遍又一遍矫正他的姿势，直到他把一块排骨夹进自己嘴巴里。骆小安急吼吼的吃着，生怕别人跟他抢的样子。洛平叹息，夹了2块肉到他碗里：小安不用急，慢慢吃，都是你的。骆小安正埋头苦吃，嘴巴里包得满满的，闻言抬起头来，艰难的用筷子夹了一块排骨放到洛平碗里，
小安的，还有爹爹的。洛平笑着夸奖，好孩子。这日晚饭吃得早，饭后外面飘起了雪，小安晃着脚坐在洛平身边看他写字，不敢插嘴打扰。忽一阵寒风吹进来，他裹着小袄子打了个寒战。洛平问道：冷吗？小安摇了摇头。洛平放下笔，捏了捏他的手，一片冰凉，随即吩咐家仆在书房里添上一个火盆。他自己不怎么畏寒，小孩子可吃不消。火盆慢慢烧着，屋子里渐渐暖和起来，小安昏昏欲睡，脑袋一点一点的就要撞桌子。洛平听见轻微的一声咚，转头看见小安眼泪汪汪的捂着头，忍俊不禁。去床上睡吧，他说。小安还是摇头，挪了挪屁股，与他挨得更近了。洛平见他执拗，便也不强求，继续写着关于丹青名家萧正元的初稿。小安忽然说：爹爹，字好看。小安也想写吗？想。洛平笑了笑，把他抱坐在自己膝上，手把手教他写字。初时小安兴奋地盯着墨水画出的笔记看，没写几个字就失了兴致，后来已在洛平身上又打起了盹。周堂进来看到的便是这番景象，洛平宠溺地抱着个孩子，手把手教他习字，孩子紧紧偎在他怀里，半梦半醒，一脸幸福。周堂看不下去了：洛平，你对你儿子还真好啊。洛平似是料到他会来，搁下笔墨，轻轻推醒了小安，起身相迎：微臣拜见陛下，陛下快请坐吧。小安看看对面凶神恶煞的人，拽着洛平的衣袖，一脸茫然。周堂一撩锦袍落座，斜眼瞥见屋里的火盆，道：你不是不怕冷吗？怎么怕儿子冻着了？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野孩子，你这就养起来了。周堂心里那把闷火越烧越旺，他就是看不得洛平对别人好，尤其是小孩子。洛平是他一个人的小夫子，别人凭什么来霸占？还有刚刚小夫子怎么回事？抱着他手把手地教写字，他都没有过这种待遇。最可恨的就是这个死小孩，居然窝在小夫子怀里睡觉，还抓着小夫子的衣袖，做什么？装可怜吗？这招他早就玩腻了，气得很了。周堂口不择言的毛病又犯了。洛清要是寂寞了无聊了，大可以到宫里来找朕，在外面随便捡个乞丐算什么？你就这么清闲吗？还是说你想再养大一个学生，改日好篡了我的位？微臣不敢。陛下，这孩子不是随便捡的，说起来他与陛下也有点瓜葛。周堂一肚子的火气被噎住了，怎么回事？他是谁？他是年前被陛下斩于午门的郑詹氏的私生子，郑詹氏的家眷子嗣该充军的充军，该流放的流放，本来是没什么人在京城了，可独独漏了这个长在市井的私生子。洛平细细道来，前几日臣去勾栏街查访过此事，这孩子却为郑詹氏与一名官妓所生，那官妓得知郑詹氏获罪，因怕受牵连，早已离开京城了，只留下这个儿子。周堂回想起这档子事，冷哼一声，原来你去那烟花柳巷是为这件事。既如此，那这孩子也断不可留在京城了，找到其母一并流放才是。陛下，郑詹氏获罪，微臣也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心中有愧。如今这孩子的母亲不知远走何处，要找起来实在不易，臣以为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这孩子本也没什么错，他压根就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更何况……洛平垂手看了看骆小安，叹道：更何况他还是个痴儿，什么都不懂，更不会对陛下您有什么不利，所以臣斗胆，还请陛下放过他吧。周堂讶然，他是个痴子，看着挺有灵气的呀。洛平道：他确实是个痴儿，现如今已是7岁了，却连话也说不利索。陛下7岁的时候都已经出口成章了。暗里被小夫子夸了一句，周堂的自尊心稍稍得到了满足，他才不会跟一个傻子计较。但是说来说去，你就是想要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吧。不管怎么说，他是罪臣之子，这样于理不合，
我不同意。就算不去找他娘，也要把他送出去给别人养去。陛下，微臣已收他做养子，从此他与郑家就没有半点牵扯了。现在他名叫骆小安，不过是我从路边捡回来的一名小乞丐而已。微臣一生旨尽忠陛下，恐怕也不会娶妻生子，还请陛下不要为难微臣的儿子了，就当赏给微臣的恩典，好让微臣身边有个孩子解解闷。骆平说的恳切，跪地陈情。周唐本想回他有什么闷我给你解就是了，然而转念一想，却是枉然。他是君王，不可能终日陪在骆平身边，骆平也不会接受由一个皇帝来向他尽孝。今时不同往日，他们不再是荷塘边的师生了。他给得了骆平荣华富贵，却给不了他一天的时间偎在他身边听他说故事了。周唐心内苦涩，忙去扶他起来，半晌道：小夫子，你这是逼我。罢了罢了，随便你吧。只2点你要记住了：一，这孩子的身世不可张扬；二，你与他是父子，可不许有什么乱伦的事情。骆平无可奈何，陛下想到哪里去了？话未说完，周唐已烦躁的上前抱住他，当着骆小安的面咬起了他的耳朵，啃起了他的脖子。你做他爹是不要紧，但你还是我一个人的小夫子。颈间丝丝抽痛，骆平不禁低吟一声，顿时有些尴尬。正想要推开，还没有所动作，周唐居然嗷的大叫出来。骆平吓了一跳，忙问怎么了。只见周唐抹开袖口，瞪着手臂上一圈牙印，掐着骆小安的肩膀，恨恨道：你小子找死！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敢咬我！你竟敢咬我！骆小安在他手里扑腾着道：爹爹痛！放开爹爹！坏人！放开爹爹！书房里一阵吵闹，骆平扶额，不知如何是好。不过转念一想，又觉得有趣的很。周唐已经很久没有和人玩闹过了吧？这孩子吃是吃了点，却是很好的孩子，没有心机，不贪功利，宛如赤子。闹完了，周唐把骆小安捆了个结结实实，扔给家仆带去卧房睡觉。随后问骆平：你一直说最近忙着编通鉴，年假都没放几天，现在弄得怎么样了？骆平回道：大致编好了，归类与誊写工作都已完毕，今后若有补充，直接加进去就好，陛下明日便可验收了。周唐很满意，那好，待我阅过，若是合格了，定要大大的赏你。骆平道：陛下，臣的愿望您是知道的，臣想要做丞相。周唐抚摸着他的唇，丞相之位空缺3年，是时候把它填补上了。小夫子，你再贿赂我一下，我就把这个官位卖给你，好不好？小夫子，你再贿赂我一下，我就把这个官位卖给你，好不好？骆平抿了抿唇，陛下带头买卖官职，不怕上行下效，兴起朝中不正之风吗？周唐厚着脸皮道：这是我作为皇帝的特权，谁敢效仿，谁敢有异议？骆平拉住那只往里一探去的毛手：陛下有这样的想法可不行，为君者。周唐凑上去堵住他要说的话，辗转深吻了一会儿，直到感觉骆平身体放软，才松开他道：最怕你这时候说些不解风情的话，这都有10来天没好好独处了，你都不想我吗？骆平被他磨得无言，他面色浅红，气息微乱，分明也动了情。周唐硬忍着自己的念想，手臂圈在骆平的腰上揉捏，声音隐隐透着委屈：小夫子，做皇帝没有做你的学生快活。陛下不要孩子气。骆平看着他染上情欲的眼，心神不自主地陷了进去。这个人把他的心攥在手里，攥了2世了，私心上他也希望他只是小唐而不是帝王，但怎么可能呢？叹了口气，骆平直起周唐的手臂，在那圈牙印附近轻抚：不疼吗？周唐反问：你心疼吗？指腹轻轻颤抖，两人皮肤上的热度互相渗透，带来一阵酥麻。骆平道：小安年纪小，不懂分寸，你不要跟他计较。周唐眸色渐深：我不跟他一般见识，那就子债父偿吧。骆平愣了一会儿，眼中含笑，把周唐的手臂拉到自己唇边，小心翼翼地吻在伤口附近。好，那就连同我的丞相之位一并偿了吧。周唐先是懵了，好不容易回过神来，
只觉得手臂上那个吻印无比灼烫，顿时情难自禁，急躁的起身压住洛平，手上胡乱扯着他的衣襟。洛平任他把自己按倒在床榻上，两人身体交缠，他感觉到周唐抵着自己的硬物，于是伸手想帮他疏解，周唐却不让他碰，只在他身上一下下蹭着，蹭得洛平也耐不住起了反应。小夫子，小夫子，你舒服吗？别，陛下，下腹失年，带着刺痛的啮咬令洛平的身体阵阵战栗，洛平的脸颊、耳朵都泛起一层红，身体缓缓打开。周唐贪婪的看着这人，真的觉得此生就他一个就够了，什么皇后嫔妃他都不要，只要这人愿意留在他身边，他什么都愿意给他。啊！洛平口中溢出似痛苦似欢愉的呻吟，周唐紧紧抱着他，直到两人一起攀上顶峰，那种极致的快感让他无比舒心。你喊我小唐吧，就准你一人这么喊我。夜半，周唐待洛平睡着，亲了亲他汗湿的额角，悄然回宫。纵然满心不舍，他也不想给洛平带来麻烦，什么祸君欺主的罪名，他不会再让人有机会安在小夫子的身上。回到宫中，他深夜召来大理寺卿，取了那名被他斩首的詹事郑为人的卷宗来看。郑为人犯的是窝藏叛党的罪名，叛党俱已伏诛。郑为人承认自己被叛党谎言迷惑，接受了撤职入狱的责罚，但洛平呈上其著作《云川志略》，圈出了里面暗喻当今天子不顺天道的一段话，坐实了他有叛心的罪名，大理寺一而判了他死罪。《云川志略》本是部闲书，说的是各种各样或离奇或有趣的故事，里面花鸟鱼虫的描述特别多，看得出郑詹事是个是养宠物的雅士。周唐细细看了那段圈出来的话，说的是鸠占鹊巢，结果斑鸠受到报应，在一场雷雨中被闪电击中，亡于巢穴的故事。要说暗喻他篡位之事，确实有那么点意思，可要说无心之谈也是可以的。洛平把这个作为定罪的证据，主要还是借了郑詹事窝藏叛党的东风。至于郑詹事是否真有叛军之心，逝者已矣，追究也无用。袁嗣清在下面无措的处着，不知皇上什么心思，正犹豫着要不要询问，周唐终于开了金口：没事了，你回去休息吧。卷宗封存好，以后任何人问起此案，一律不准答复。臣遵旨。虽不知其意，袁旭好歹松了口气。周唐揉了揉太阳穴，皱眉沉吟：小夫子，你决意要他死，我便顺了你的心。可你既指出他的确凿罪证，又何来愧疚？如今还巴巴的求着要替人家养个傻儿子，天下间再没像你这样折磨自己的人了。周唐走后不久，洛平睁开眼，他根本不曾睡熟，径自打了水沐浴，洗去一身湿腻的情欲气味。他披衣步入小安的房里，小安正睡得香甜，手脚都还被缎子捆着，小脸上挂着一条亮晶晶的口水。洛平走到床边坐下，轻声为小安解手腕和脚踝上的缎子。周唐打的是死结，估计是气急了，绑得很紧，洛平费了些力气才解开。小安终归被吵醒了，睡眼迷蒙的望着洛平：爹爹。洛平拿缎子给他擦擦口水，温言道：是爹爹不好，把你吵醒了。小安发现手脚可以活动了，便坐起来偎到洛平怀里，鼻头嗅了嗅，爱娇的往他胸口拱：爹爹你好香哦。爹爹刚洗的澡。爹爹来陪小安睡觉吗？洛平拍抚着小安的后背，柔声哄着：爹爹来看你睡得好不好。小安乖乖睡吧，盖好被子，当心着凉，爹爹陪着你。小安听话的躺下，又担心的问：坏人走掉了吧？没有欺负爹爹了吧？洛平给他掖好被角：小安不用担心，他不是坏人。小安眼皮直打架，不过仍旧愤愤道：他咬你，他咬我是因为……洛平顿住了，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得含混过去。总之他不是坏人。小安你记住，他是我们的靠山，唯一的靠山。哦，记得了。小安也不知听懂了没有，话音刚落，就抵不住困倦睡过去了。洛平望着他纯真的脸，心下黯然。坏人不是周唐，
坏人是他自己。他为了某些尚未发生的事，谋害了尚且无辜的人。上一世，郑为人于征和3年受叛党撺掇，勾结外戚，说服了武帝的皇后贺氏一族，共同挑起了一场宫变，史称通淮门之变。自大成开国以来，贺氏一门出过2位皇后、4位文臣、7位将军，在朝中的势力根深蒂固。3年来，周唐一直在想办法制衡贺氏，可惜还是慢了一步。当时朝中刚刚兴起的支持周唐的一派官员，统统受到贺氏的威胁和打压，身为丞相的他也差点遭殃。最后周唐逼不得已，用最残忍的手法了结了此事。夺位的第3年，他派遣方进手下的心腹部队血洗了贺氏满门。率队的婷婷说，那一夜杀得他手都软了，比在战场上还要艰难得多，因为小孩子的哭声一直在脑子里挥之不去，像复仇的诅咒一样。那是莫城的又一场噩梦，贺家的亲信将士一律斩杀，所有跟贺家沾亲带故的人全都难逃一死，满城都是浓郁的血腥味，淮水都几乎被染红了。宫变的确是被制止了，可是郑为人在被诛9族前的一篇纠之历流传至大江南北，官府将其列为禁文，却屡禁不止。那篇文章里痛斥周唐是凶杀直，泯灭人性，将莫城惨案公之于众，预言大成在他的统治下将受到天谴。这成为了周唐为君之路上最大的污点，甚至因此而被人称为暴君。骆平不能看着这样的事情重演，所以他向方进检举了郑为人窝藏叛党一事。而事实上，年前之时，郑为人与叛党的牵扯并不深，更没有与贺氏提过什么宫变。但他不得不防患于未然。这一世的贺氏虽被周唐大刀阔斧的剪除过，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周恒没有死。如果让他们找上周恒，就会有更大的借口和麻烦。他想要丞相之位，他需要更大的权力来遏制这些事。可是既然周唐不肯轻易给他，那他只好捏造出更加确凿的罪证，用郑为人一个人的命来换太平。骆平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不对，事情都还没有发生，还无罪的人已经被他害死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对周唐解释，也无法面对自己心里的愧疚。直到偶然间找到小安，他想，郑家的这个孩子说不定是老天给他弥补过错的。小安是个痴儿，什么都不懂，他可以让他无忧无虑的过一生，代替他自己无忧无虑的过一生。正月15这一日早朝时，周唐命人把文渊阁所编的《承天通鉴》搬到了大殿上，整整4大箱，分为礼、书、易、杂4大类，又分16纲64目，几乎囊括了古往今来的各个领域。不光是骆平的门生，就连一向对他抱有轻视之意的官员都看得瞠目结舌。骆平说，这里是选编，还有27册尚在补充修订中，日后也需不断完善，还请陛下先行过目，如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臣会仔细修正。周唐点头，吩咐太监把书册分发给众位爱卿看看吧。大臣们一边审阅，骆平一边做着适当的解说。周唐翻看着那细致的目录和纲要，再抬眼去瞅骆平温文尽责的模样，心中颇为自豪。看看他的小夫子就是这么有能耐，他是这世上最了解他心意的人，只有他能编出的完全符合他构想的旷世巨编，这要是换了其他人，指不定要反攻多少次。殊不知，骆平当年在编写此书之时，来来回回熬了多少次才摸清他的意图，编这一部书几乎耗尽了他的精力。而这一遭不过是熟能生巧罢了。满朝文武瞥见皇上满意的神色，心里明白得很，自然不会故意挑落大学士的毛病来触眉头，更何况他们也实在找不出什么毛病来。于是周唐轻咳一声，做得很好，骆卿辛苦了。这些年来你忠心为朕做事，政绩斐然，众位爱卿也是有目共睹。世人常有锦上添花之举，骆卿却一直是在为朕雪中送炭，朕大为感佩。听闻先皇在位时曾把骆卿比作贤相魏征，不知朕可否有幸得你为相？骆平跪地叩首，谢陛下恩典，臣定当为大成鞠躬尽瘁，不负先皇与陛下的期望。下手有个年轻官吏想要出列说些什么，被同僚拉住了。还看不出吗？
皇上空了3年的丞相之位，就是等着他呢，你别瞎掺和。那人撇撇嘴，嘟囔道：“我就想不通了，怎么周家的皇帝都跟被他眼住了似的？”洛平退回位子上，似有意似无意的往他这边看了眼。那人一怔，垂下头去，不敢看他了。淡淡笑了下，洛平心中有数，贺家旁系长子贺宇之，世家子弟，交金是交金了点，人却是有能力又直率的人，而且他的双胞胎妹妹今晚宫中设宴闹元宵，众位爱卿都来同乐吧。周唐的话打断了洛平的思绪。谢皇上。百官应和。临出宫时，洛平从大太监那里得了张皇上亲书的字条。谢过大太监，他把字条拢在袖内，上了车驾后展开一看，不禁正冲。城西贺府。贺宇之在花园里荡着秋千说：“哥，伯父不是总说要把我送进宫吗？我都没见过那皇帝长什么样呢，你就让我今晚去瞅瞅吧。”贺宇之摇头：“皇上有什么好看的？之儿，你还真把伯父的话当真了？”贺宇之一荡老高，甭管我当不当真，皇上即位3年，至今为那一妃一嫔，京城里世家的姑娘可都在巴望着选秀女，我怎么就不能好奇一下？更何况皇上说了元宵宴可以带家眷，哥你就带我去嘛，胡闹！现如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皇上在整治贺家，主家拆的拆，扁的扁，就剩下咱们一脉留在京城，贺家的势力早就算不得什么了。要我说，伯父他们是舍不得以前的风光，还在痴心妄想。送你进宫，那不是让你当皇妃，是让你当人质。哥你真是无趣。贺宇之撅着嘴跳下秋千，你们那些大道理我不想听也听不懂，我不过是想凑凑热闹，什么皇妃我才不在乎。你也说了，咱们贺家已经不再风光了，现在排在我前头的千金小姐多了去了，轮也轮不到我。你知道就好。所以啊，你带我去看看又何妨？皇帝要是不好看，我去看看宫里的花灯也好吗？小姑娘一边说一边晃着亲哥哥的胳膊撒娇，贺宇之给他求的没办法，只能勉为其难的点头，心说反正到时候离皇帝8丈远，应当没什么关系。贺宇之一见他答应了，欢呼一声就要去挑衣服，走了2步又折回来。哥，我记得你常常提起一个姓骆的官员，是不是他老欺负你？贺宇之皱眉，问这个干什么？贺宇之笑得狡黠，嘿，哥你是君子，官场上你不好下手，我一介小女子可以替你报仇啊，小整他一下就是了。贺宇之一个毛栗子定在他脑门上，啼笑皆非。你给我省省心吧，人家可是官居一品的大丞相，才不稀罕欺负你哥这样的芝麻官，我呀，只是看他不顺眼而已。贺宇之捂着额头，仔细瞅了瞅哥哥的表情，啧啧道：“哥你知道吗？我跟你是双胞胎，你心里想什么，我一看就明白。你这不叫看他不顺眼，你这叫什么？叫羡慕嫉妒恨。”贺宇之说完就跑，哈哈笑着，别不承认了吧，明明很想向人家请教，偏偏摆出一副跟人作对的面目。哥哥你别的不行，口是心非最拿手了。死丫头乱说什么呢？贺宇之拿起茶盏作势要砸，当然没能下得去手。讪讪收回动作，袖口无意间拂去石桌上几瓣梅花，鼻端飘过一缕清香。他脸上正青正白，也不知在想些什么。傍晚时分，贺宇之坐在马车里，挑着帘子往外看，他哥哥在一旁百无聊赖的翻着书。正看到许公子写的佳节志，良人来那段唱词，忽听贺宇之说道：“我真想看看那个骆丞相是个什么模样的人，是个严厉的老爷子吗？像伯父那样凶的？是个贪官吗？左右手上都戴着翡翠大扳指的？”贺宇之叹了口气，和尚书轻轻敲在妹妹头上：“你这个脑袋瓜里成天都在想些什么？还翡翠大扳指？你当他是土财主？怎么，他若不是贪官，哥你为什么看他不顺眼？”贪官吗？贺宇之想了想，我还真没见他贪过什么。其实他看上去挺清雅的，说话温文有礼，神色也一直淡淡的，没什么飞扬跋扈的样子。贺宇之凑过来嘻嘻道：“哥，你看你说什么看人家不顺眼，我胡乱说几句而已，
你都替他辩护半天了。贺于之脸色一整，我还没说完呢。可是那个人他的所作所为让君子所不齿，为了一己私欲背叛景帝，巴结讨好皇上，暗中打压朝臣。他说的谏言，皇上没有不听的。你是不知道，我们贺家到了今天这地步，他可是出了不少力啊。哦，贺于之愤愤点头，原来是这么老奸巨猾的一个人啊。贺于之不想再说，掀了车帘支着脑袋透气，倏然目光一凝，随着车架的前进，他不由自主的扭着脖子去看。哥，贺于之发现他的异常，问道：你在看什么呢？贺于之回过神来，略一思索，让马夫停车，指了指后面，对他妹妹说：那个就是老奸巨猾的洛丞相。贺宇之好奇的往后看去，只见一个地方拥了好多人，哪里能分得清谁是谁？哥，你耍我呢吧？那是市井小贩卖东西呢，堂堂丞相大人怎么会在那里？再说了，就算他在，那么多人，你就一眼就能看见了。没耍你，你不是说想看吗？一会儿晚上天色暗了，我们离皇上太远，绝技是看不清楚的，不如现在让你过过瘾。就那个白衣服翠流苏的，我看看。贺宇之伸着脖子看了，果然见到众多平民中混着一个白衣卿相，那人修长手指递过银钱，面孔在小贩起锅时的一团白雾中渐渐清晰。好年轻！贺宇之不禁惊呼：丞相不都该是糟老头子吗？贺宇之揪着他领子，把他拉回车里，示意马夫继续前行。好了，看也看了，侄儿我可告诉你，这人我们惹不起，你千万别胡闹。知道了，哥。贺宇之悄悄掀了帘子往回看，就见那人唇畔含笑，把什么收进了袖子里，似有若无的往他们这边一瞥，转身上了车架。他赶紧收回目光，愣回神。明明是很温柔的人啊，瞥了眼哥哥，他想，果然不是看不顺眼。可能有时候所谓的不是君子的人，反倒更加让人仰慕吧，只不过世人大多不愿承认而已。宫里长了灯，各色花灯悬在回廊上，笼着月晕烛光，别有一番朦胧滋味。比之中元节时盈盈的淮水河灯，又是不同的意境。周唐坐在上首，贺宇之坐在哥哥身边努力看去，还是一片模糊，压根连眼睛长哪都看不见，只能依稀辨认出众臣左右第一位的模样。贺于之告诉他，左边第一位是方敬方太尉，右边第一位就是洛平洛丞相。这两个人啊，怎么说呢？一文一武，亦敌亦友，总之都是让人看不透的人。哦，元宵宴上来的不仅仅是文武百官，更有或温婉或娇俏的女眷，四亲的女儿，尚书的妹妹，御史的小姨子，应有尽有，个个花枝招展，纯美可人。贺宇之看着那么多的美人，心想，真正来看花灯，估计一个都没有，包括他在内，全都是冲着上首那三个人来的。皇帝、太尉、丞相，当朝最有权势的金龟婿，谁不想亲近？宴起时，礼官呈上西招，南来和北邻的岁贡，贡品极其丰盛，金银、马匹、寒玄铁、琥珀香、植竹玉、南海珠等等，琳琅满目。看得出来，皇上心情极好，当场赏了方太尉一张乌金弓，赏给洛丞相一块植竹玉，并亲自挑选了一柄玄铁宝剑，朗声道：当初朕征战于北境沙场，曾有过一柄寸雪剑，那柄剑是朕心中至重之人所赠，朕用它杀敌过万，夜夜枕之而眠，可惜最后他断在疆场，未能寻回。天下安定之后，朕却总觉得身边缺了点什么，今日终于想起来，是缺了柄剑，提醒朕居安思危。故朕于此剑寸雪之名为天子剑，剑寸雪如见朕。底下人山呼万岁，心里琢磨着，哦，皇上心中至重之人，那是谁？周唐兴致正高，眼望着洛平正然的表情，不禁有些自得。小夫子，你看，你对我的情谊，我半分都没忘记。只要你如寸雪般相伴于我。洛平抿了口酒，避开了他的注视。南来和北邻的使者依次觐见，周唐回了他们百年交好之类的场面话。礼官又唱道：西昭国师携公主殿下向陛下贺岁。
洛平一听，身体僵了下。周唐看见了，想起洛平与西昭的牵扯，眉头微动。西昭国师年逾50旬，然而看上去竟像是30岁的人那般年轻，广袖迎风，眼眸中好似流霞倾泻，颇具道骨。香婉公主更是绝色美人，一身西昭华服，衬得肤色赛雪，眉眼间与洛平的母亲有些相似，一颦一笑皆是多情。国师行礼，恭敬道：“陛下，大成千秋万岁！西昭愿与大成世代相依，我王为表诚意，命我带香婉公主前来献于陛下，望陛下不吝怜惜，与我西昭永结秦晋之好。”周唐脑中一空，礼单他是看过的，说过国师会亲自前来献上西昭至宝，可他没想到这个宝物竟是西昭王的女儿。百官也都没有料到这一出，一时哗然。洛平坐在原位并无动作，只是若细看会发现他扶杯的手指关节有些泛白。半晌，周唐道：“国师请起，此事重大，请先带公主休息，容后再议。”西昭国师淡淡望了眼身畔不远处的洛平，没有说什么，与香婉公主一同退下。香婉公主顺着他的目光也看了眼洛平，唇角忽地勾起一抹笑意。殿后，真央殿。小夫子，你刚刚说什么？陛下，臣以为如今天下安定，百姓安康，陛下是时候考虑纳妃了。香婉公主身负国家荣辱使命而来，请陛下不要妄下决定，损害两国邦交。洛平！周唐气疯了，强自压下怒火，不敢置信地看着他。这就是你做了丞相之后给朕的第一句谏言。陛下，我把这个公主原封不动退回去又如何？他西昭动得了我？对，我倒是忘了，你娘出身西昭皇族，你是在为西昭说话吧？周唐怒不可遏，谁都可以劝我纳妃，就你不行。洛平闭了闭眼，陛下，你是君王，你不可能终身不娶，不要因为与臣怄气就置国事于不顾，那臣便是大成的罪人了。朕喜欢谁是朕自己的事，不是国事。是，陛下喜欢谁是您自己的事，可是陛下要纳谁为妃，就是国事。洛平忍住声音的颤抖，臣斗胆，恳请陛下接受香婉公主，同时纳一位大成女子为妃。一个还不够，你还要往我怀里推什么人？贺家之女贺雨之。清脆的一巴掌扇在洛平脸上，登时起了5个红指印。周唐自己也傻了，小夫子，我不是。洛平语气平静，贺家虽然落寞了，可是机威尚在。前阵子陛下大力剪除贺家在朝中的势力，令他们十分不安，此时与他家结亲，小夫子别再说了。此时与他家结亲，可以安定旧臣的心，而与香婉公主成婚，亦是对两国有百利而无一害，请陛下仔细思量。行了，我娶，我把他们2个都迎进宫里来。周唐被逼疯了，陛下英明。周唐抖着手去抚洛平肿起的左脸颊，还有嘴角渗出的鲜红血迹。小夫子，你说什么我都听，你让我娶他们我就娶，这是国事。那你知道我喜欢的人是谁吗？洛平后退一步，跪伏于地，深深行了一个君臣之礼，一句话也没有再说。洛平回到府中，就听见骆小安吵闹着，还不肯睡。他步入骆小安的房中，挥退仆人，抱着他轻轻的拍着：“小安乖，爹爹回来了。”小安窝在他怀里：“爹爹，小安肚子饿，睡不着。”“爹爹给你带了吃的回来。”你看，洛平从袖内取出一只小瓷盅，打开来，里面是凉了的汤圆。爹爹忘了，去给你热一下再吃。不用了，爹爹，好吃。小安大口大口的吃着，抬头想要喂洛平吃一个，突然愣住了。爹爹，你的眼睛里盛了太多的东西，盛不下了，就溢出来了。周唐在洛平长久跪他的地方，看见一只小瓷盅，打开来，里面是凉掉的汤圆。礼记汤圆，他今天早上让人给他带的字条上就写着礼记2个字。多年前的元宵节，就只有他们2个人过，
小夫子，这段我背不下来。罢了，你已经背了很多了，先吃点东西吧。这是什么？李记的汤圆啊，我忘了，已经凉了，去给你热一下。不用了，小夫子，好吃。李记汤圆是莲蓉馅的，和小夫子的味道很像。要是能把小夫子包在嘴里吃掉就好了。贺雨之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被推到台前。她一个落寞的王公之女，就这样再次站到了最接近君王的地方，而且还是骆丞相亲自来迎。穿上喜袍的时候，他都以为自己在做梦。出家门时，耳边明明有着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可不知怎么的，他还是听见了人群中的窃窃私语。他们说，皇上这是打一棍给个甜枣，他不过是贺家送上的牺牲品。他们说，让他进宫不过是皇上开恩施舍，论身份论姿色，他哪样都比不过西昭的公主，定然不会受宠。他们说，如果不是骆丞相在皇上面前提起他，他才不会有这个福分进宫，指不定他家大伯父给了丞相多少好处。贺雨之捂住了耳朵，没有一个人在祝福他。他这一辈子就莫名其妙的被安排了。大伯父的经营，骆丞相的谏言，皇帝的一纸诏书，轻易的锁住了他。他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骆丞相会垂青于他呢？那个甚至没有见过他的人。精致的妆容下，贺雨之的神情一片空白，像是个不知所措的傀儡。此时教帘掀开一角，一个陪嫁丫头递给他一方金帕，小姐别哭了，哭花了就不好看了。贺雨之下意识的接过金帕，忽的一愣，他没哭啊，还有这丫头怎么回事？怎么他自己的陪嫁丫头自己不认识？刚想询问，帘子已经被放下了。他注意到自己手中的金帕里包着一样东西，那是一小串空心的念珠，而那张金帕上写着几行端正俊秀的字：贺小姐，我并非要加害于你，而是有求于你。只要你在宫中为我做一件事，我就可保你登上皇后之位。你的随嫁侍女慧慧是我安排的人，以念珠为戒，可藏信于其中，交于慧慧即可。静后勿忧。洛贺雨之吓出一身冷汗，单看前面的话，他觉得一点也不可信，而且更像是威胁。可当他看到最后的落款时，心中不由一震。骆丞相，这样一个有着通天本事的人，要他做什么？还许他皇后之位？贺雨之微微掀开车帘，看向迎亲队伍最前面的那人。那人回首与他哥哥说了两句话，依旧是一派波澜不兴的淡然，而他哥哥把头扭了过去，爱搭不理。他看到了车帘掀起的一角，像是对他微笑了下。贺雨之拨弄着手里的念珠，唇角慢慢弯了起来。那个微笑，大概算是他今日收到的唯一一个祝福吧。方进迎的是西昭公主，国师随行在侧。国师随意说起，听闻大成的丞相是三朝元老，是个极为传奇的人物。那日所见，没想到如此年轻面嫩。方进笑道：骆木全，国师别被他的外表骗了，他可是不负盛名。哦，怎么说？所谓老谋深算，只有他能把大成的气运摸得那么准。他为人严谨守礼，清廉正直，堪称国之栋梁。国师此次前来做客，会有很多机会见识到此人的厉害之处。那是我的荣幸。丞相大人和太尉大人一文一武，俱是能人，深得皇帝陛下的器重。大成有明君有贤臣，定会负责千百年。过奖过奖。方进跟他打着哈哈，想起元宵宴上这位国师与公主对洛平的一瞥，暗暗皱眉，心中有些犹疑，但又摸不到头绪。宫中一下迎进两位娘娘，好一阵忙乱。当夜宴进出宫时，方进拦住了洛平的去路。木全，你我很久没有对饮过了。洛平看着他，眸中带笑。好啊，正好没有尽兴，走吧。身上都穿着官袍，他们不方便跑去酒馆，就去了方进的府上。太尉府十分雅致，专门设了暖阁，里面有仆役温酒，还有位歌姬抱着琴侍候。洛平先是一愣，
随即笑道：“重礼好享受。”方静亲自给他斟上酒，那也要有知音作陪才有意思。歌姬十指纤纤，在琴弦上弹出一曲《雨霖铃》，婉转唱道：“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谁人说？”洛平数杯酒下肚，此去经年，良辰好景，不知今宵酒醒何处？酒醒后的落木泉，可还是今宵的落木泉？方静摇头，这才喝了多少，就要醉了。洛平摆摆手，无妨无妨，众离见笑了。方静道：“木泉，你对西昭国师和那个香婉公主怎么看？一个千年老妖，一个蛇蝎美人。哈，在你看来，他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难得见你这么口无遮拦，木泉，你不是真的醉了吧？”“没，我这是就要醒了。”洛平很感激方静请他喝酒，回去的时候半醉，脸上被熏得微红。方静要着人送他，洛平说不用，这一路没有多远，他也想吹吹风醒醒酒，省得回家熏到小安那孩子。“你还真拿他当亲儿子了。”“聪明小孩养大了费心，还是笨一点的孩子好，放在身边可以养一辈子。”方静叹了口气：“罢了罢了，不跟你这个醉鬼瞎扯了，走吧，路上当心点。”洛平踏着还算稳当的步子走出门，凉风从袖口鼓了进来，说不清给吹得清醒了还是糊涂了。他转身看了眼皇宫，那宫墙隔着他和他的君王，眼睛舍不得离开那个方向，他就一步三回头的往家走。在他的臆想里，有一个小孩子朝他跑过来，别扭的问着：“小夫子，你怎么没有来？小夫子，你怎么才回来？”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不在他视野中宫门的方向，而在他的身后，在他的家门口。洛平转回来看着那人，神色木木的。“陛下。”“是我。”“陛下不去两位娘娘那儿，跑臣家里做什么？朕娶了2个觉得不够，还想娶第3个不行吗？”周唐隐隐有怒。洛平呵呵笑了：“陛下，这第3个你娶不了。”“娶不了正好，这就叫家花没有野花香。”周唐见他面色酡红，凑近了要去亲，鼻端窜入一股浓烈的酒气，当下就炸了：“你去哪儿鬼混了？知道我在这里等了你多久吗？”“好了好了，陛下既然来了，先进屋吧。”洛平顺了顺他的气，不过是与仲离喝了些酒，谁会想到陛下会在今夜登门？谁会想到那宫里竟真的是良辰好景虚设？“老爷，安少爷他……”仆役说了一半，就看见自家老爷身边一脸阴雾的客人，当下什么话都憋回去了。洛平对他道：“吩咐厨娘帮我煮一碗醒酒汤来。”周唐冷哼一声：“不必了，你今晚就别想醒酒了。”那仆役一时不知该听谁的，洛平暗暗叹气，使眼色让他先退下。他其实真的有些晕乎，周唐在他眼前都是2个影子在晃。“怎么头晕？”周唐拉着他坐下，从后面拥着他，给他揉着太阳穴：“是因为我成婚，你才这般折腾吗？”力道恰到好处，背后温暖的怀抱让洛平不觉闭上了眼。周唐的气消了一些：“小夫子，你到底以什么心情把女人推给我的？”洛平皱眉不语。周唐一点点把唇印在他后颈，把本就泛红的皮肤吻得更加红透，手指灵活的解开他的衣襟，在他的胸口心脏处揉捏：“我是你的小唐啊，你怎么舍得让给别人？”洛平仰起头，贴在他耳边轻声说：“不舍得又能如何？”周唐按住他纠缠：“你不舍得，我就是你一个人的。”“呵呵，我一个人的。”洛平用力勾着周唐的肩背，把自己送上去，像是真的要独占他。“小夫子！”周唐急迫的分开他的身体。压抑的喘息中，洛平抚摸着他的后脑：“小唐，我老了。小夫子，你瞎说什么呢？”“慢着，你叫我小唐。”周唐一激动，动作重了些。洛平闷哼一声，浑浑噩噩的，没有再说剩下的话。他老了，玩不起再一次的抛弃游戏了。骆小安听说爹爹回来了，可是等了半天也没等到人过来，只好自己啪嗒啪嗒
跑去爹爹房里找人。听见爹爹的声音，他高兴的推开房门：“爹爹，小安睡不着，抱抱。”啊，小安你，谁准你进来的？出去！骆小安被眼前的情况吓了一大跳，他看见爹爹被那个坏人按在床榻上，两人的身上附着匆忙间盖上的被子。爹爹的脸红红的，眼睛润润的很好看，表情说不出是痛苦还是什么，而那个坏人就很狰狞了。骆小安迷茫的：“爹，抱抱。”他睡不着，还要你抱着睡。周唐愤怒的转向骆小安：“你多大了，还要人抱着睡？回你的屋去！”骆平手忙脚乱的披衣服去抱小安，把他送回房里。骆平回来以后，周唐还在赌气，他按了按疼痛的额头，主动抱着他：“好了，睡吧。”酒醒后的骆木全真的不是曾经的骆木全了。方静也很是尴尬，他对国师所说的严谨守礼、清廉正直，堪称国之栋梁的人，成天遛鸟观花，不上早朝，茶馆酒肆里少不了他的踪影。关键是皇帝不管，皇帝说随他去吧，他不劳神，朕就不烦心。国师几次想要拜访丞相府，骆平不是称病就是不在，完全没有要接待他的意思。不过他这样的转变，周唐也难以适应。他从没见过小夫子邋遢成那副模样，从前那个谨慎刻板的人，似乎一夕之间玩世不恭起来。像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骆丞相出门踩到狗屎摔了一跤，没来得及换衣服就被皇上召见。皇上见他一身狼狈，骂道：“怎么又把自己弄成这样？”骆丞相很委屈，回皇上：“是狗屎的错，不是臣的错。”“那上次掉水池里呢？”“是台阶的错，不是臣的错。”“还有上次从床上滚下去呢？”骆平顿了顿：“那是皇上您招臣侍寝的错。”周唐看着殿前争论不休的两人，一个头两个大。陛下，兵部的经费已经连续拨了3笔，难道大成没有别的地方需要用钱吗？不能一味满足他们无止境的要求啊！骆卿、骆丞相，这是我军方的事情，恐怕还轮不到你一介文官插手吧。陛下，日前得到北陵上贡来的千金寒玄铁，总不能把他们收在库房里当黄金囤着，要把他们铸造成更多的兵器，就需要经费来冶炼锻造，单是铸造师的聘请费用就耗尽了兵部的余款，臣不得已才上书再次恳请陛下批准拨款。方清，胡扯！去年与今年的寒玄铁数量相差无几，为何今年超出预算这么多？难道不是你们兵部将士自己私吞了吗？反之，吏部和户部的经费一再缩减，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陛下，您且看看，新进官员的俸禄实在太低，补给汉区的银两也从10万削减到7万。军事实力固然重要，但也不能拆东墙补西墙。骆丞相大人，你10日未曾上朝，请你把事情弄清楚了，再向陛下谏言。太尉大人，你趁我不在，擅自呈上施压2部的折子，实乃小人行径。够了，都给我消停点！周唐终于忍无可忍，兵部拨款削减2万给户部，吏部把进来的开支明细都交上来，让朕过目。就这样退朝。下了朝，周唐那个气啊！小夫子好些天称病不肯上朝，不上就不上吧，他也不想他过于劳累，只要他过得快活就好，最好什么也别烦神。谁知不来则已，一来就跟方静吵得不可开交，他这是要做什么？本想把骆平叫过来好好问问，差了太监去门口堵人，结果回来禀报说骆大人出了殿门就不见踪影了。周唐登时火冒三丈，人呢？人呢？他这都3天半没跟他独处了，人呢？跟人吵完架就跑，跑哪儿去了？有什么委屈不满找他来说啊。玩失踪算怎么回事？御花园的半路上碰见香妃，也就是香婉公主，温柔又关切的问他为何是动怒。周唐皱眉回说没事，想要绕过回廊，忽而闻见香妃袖里清香，不由愣了一愣。这一愣，香妃便跟了上来。
皇上可是上朝时遇到什么烦心事了？臣妾对政事一窍不通，也不知该怎么给皇上排解忧愁，要不臣妾给您歌舞一曲解闷吧。不必了，朕还有事。周藏一愣后就回过神来，方才他闻到的那阵清香与在小夫子身上闻过的味道有些相像，想来是西招香料的余味，没什么奇怪的。洛平不是出了宫门就凭空消失了，而是平时他都走西宫门，这日他走的是东宫门。他先在东宫门处遇到了方进的轿子，憋着朝堂上那股气，他就是不肯给他让路，在门口僵持了好一会儿，最后方进无奈退步。他不退不行，后面都堵了半条街了。不过退步之后，他在洛平的轿子经过自己时，意味深长的看了他一眼。洛平回了礼，给了他一记不屑的扭头。方进正冲着关好帘子，随着车架晃悠了几下，闷声笑了起来。好个落木拳，这又是玩的哪一出？洛平抢在最前头出了东宫门，却又不急着回府，反倒吩咐轿夫先行回去，自己在路边等起了人。一旁卖饼的老板见他身着华丽官服处在店门口，殷勤的上来招揽生意。这位大人，小店刚出炉的老婆饼，香酥可口，老婆饼。洛平牵了牵嘴角，挺有意思的，给我包上6个吧。还好嘞。老板这箱刚包好，就见此人丢下银钱，抄起饼去拦了一顶小轿。贺大人，洛平一道，还记得你欠我的人情债吗？那日说好要请我吃一顿香满楼，怎可翻脸不认账？贺宇之脸都气白了。你不过是帮我打听了下妹妹的消息，我什么时候应承过你香满楼的？你这个人，洛平失望道，当真不请？哎，枉我还特意给你备了礼。贺于之从未如此居高临下的看过这人，见他垂目，睫毛头下一片阴影，面上一红。我也没说不请，只是洛大人你太突然了。洛平展颜，笑得温和。那便好了，我们这就去吧。小轿子再不动两人，洛平就跟他往香满楼徒步走去。贺于之支吾道，那个洛大人你给我备了什么？洛平将手里的纸包递给他，刚出炉的老婆饼。贺于之瞠目结舌，姥姥婆饼。不远处的大理寺官员碰巧见了这一幕，忍俊不禁。少卿问袁大人，洛丞相这是要做什么？巴结一个小杜斯？不至于吧？袁旭摇头苦笑，他这是要审犯人了呀。墨城天街第一家5味珍馐香满楼。洛平让小二上了坛300酒，给贺于之和自己满上。我曾与你父辈同朝为官，算是比你虚长一辈，叫你一声于之可好？贺于之抿唇，洛大人想怎么叫就怎么叫，下官哪敢有异议。酒水入杯，散发出一阵甜香。洛平没有在意他的刻意疏远，沈然道，不愧是贺家人，要博得你们的好脸色真是不简单。贺家没落，洛大人贵为丞相，要我们的好脸色做什么？墨城里谁不知道当今最有权势的人是你洛木权，何必跟我在这惺惺作态？洛平淡淡笑着，执杯敬他酒。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更何况是大自己好几级的官，贺于之不好推辞，负气咕咚一口全喝了。贺家虽然被皇上有意削了权，但是并没有彻底脱离朝政。于之，你的父亲在宁王叛乱时受了牵连，伯父也因此而被罢官，可是皇上并没有赶尽杀绝，不是吗？依然让你在朝为官，还把你的妹妹接进了宫里，可以说大臣并不想完全失去贺家的扶持。听骆大人你的意思，是想跟我们贺家攀关系？贺宇之哼了一声，皇上对你言听计从，我妹妹进宫的事就是你一手安排的，恕我愚钝，实在不知道你有什么必要拉拢我们。洛平夹菜饮酒，我知道贺家人骨头硬，都不太看得起我，但我促成皇上那贺家之女为妃，又在宫门口约你同行共饮，就表明你我是拴在一起的蚂蚱。今日朝堂上方太尉与我的争执你也见到了，他为武将，我为文官，皇上尚武，我争不过他，所以我需要贺家在京城武将中的人脉，不让他方进一家独大。哎，你这是这么跟你说吧，我想要知道曾经与贺家交好的武官中有哪些中途叛离了你们。
你要铲除他们？我只是要提防他们，如果能把他们重新收为己用是最好。洛平斟上酒，罢了，不说这些了。今日我就是来蹭吃蹭喝的，说这些未免太无趣了。来，于之，你再陪我喝几杯，早上真是让人气闷。贺于之有些动容，一口闷了那杯酒，话匣子就开了。其实要说那几个忘恩负义之人，大伯是跟我提过的。伯父说，真正害得贺家败落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些人，但我还要在朝中安身。伯父嘱咐我不要明着与他们作对。你伯父很是明智，当初他托我为你妹妹说话时，对此事也颇为感慨。知儿入宫，果然是伯父拜托你的。洛平与他碰杯，所以说我早已是你们贺家的同僚了。说吧，是哪几个人害了你们？贺于之喝了酒，望着对面人眼中氤氲的暖意，愣愣道：当时我父亲是领侍卫内大臣，结交的人不少，后来墙倒众人推，其中有以现任的王宗复提督、赵英总兵、吕如江都统，还有兵部礼监侍郎。酒过三巡，洛平吃饱喝足，拍了拍贺于之说：时辰还早，不如与之你陪我去南梦园听听戏。哥，咱边看戏边吃饼，你看你不吃都浪费了。贺于之满脸不悦，愤愤道：骆大人，这才刚到位时，你识君之路，没有公事要忙吗？整日花天酒地，成何体统？他已经开始后悔了，把那些贺家的事告诉这个打着酒嗝的人，怎么看都不靠谱。可是这个人以前不像这样，虽然在他心里这人一直是个佞臣，但也不曾做过这么有伤风化的事，什么老婆饼，什么南梦园的，真是。于之你脸红什么？还是喝得高了？洛平笑看他，好了，你忙你的去吧。你与我不同，这么年轻还有的拼，我却要抓紧享乐去了。贺于之嘀咕，你又不是很老。洛平晃着步子下楼，醉醺醺的说：人不老，死得早啊。洛平去了南梦园，台上正唱着一首《殿前欢》，戏子水袖一挥，唱到白云来往青山在，对酒开怀。洛平跟在后面悠悠哼着：20年多少风流怪，花落花开。一旁有个女士给他斟酒，洛平伸手去接，一杯饮尽，手里便多了一颗念珠，半块白绢团在里面。洛平展开看了，收好，又往里面重新填了半块，递给那名女士。知妃在信中说，香妃并未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只有一次去见国师，许是思念家乡，那日哭得厉害，是被侍卫扶回来的。国师不忍，恳请皇上让他多留几日，也好劝着远嫁的香妃。洛平回的是，留意香妃和国师都跟什么人接触，特别是与王提督、赵总兵、吕都统和李侍郎有关的人。台上唱道：望云霄拜将台，洛平接道：秀星斗安邦策，破烟月迷魂寨。当年那个处心积虑害死他的人，这一世他定要找出来。那一出殿前欢，那一出迷魂寨，他再不会深陷其中。与此同时，国师拜访方进。第二盏茶饮罢，国师试探着问：方大人今日似乎心情欠佳，是否是因为那骆丞相的缘故？听闻今早你二人在殿前，方进叹道：那个骆木全当真小家子气，我跟他本是各司其职，他偏要与我争，也不知道争什么。这几日我留在京城劝慰香妃，平日无所事事，在市井里听了些闲言碎语，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国师欲言又止，但说无妨。那骆丞相行事诡谲，似乎与贺家武将牵扯颇深，方太尉还要多加留意啊。真有这事？一席话下来，国师言语不多，却把太尉和丞相之间的嫌隙一点点挑了出来，说的方进大动肝火，他才适时告辞。待他走后，方进笑了起来：木全啊，我总算知道你要玩什么了，只等你把蛇引出洞，我们再来个将相贺吧。洛平在南梦园厮混到傍晚，满身的酒味粉香往回走，嘴里犹自哼哼着穿花镜，穿花镜，12栏干平，半道上迷迷糊糊的被一个人提回了家。那人见他一副软泥样，怒道：穿花镜，你一整天不见人影，跑去哪里穿花镜了？洛平睁开一双明润的眼瞅他，
凑上去喃喃，信不信？好一片海棠花径。周唐一愣，哭笑不得，环着他的腰拖他进屋。海棠花径，你胆子倒不小。这一夜，骆小安跑到爹爹门口，刚望了一眼，就又跑回去了。他已经明白了，只有坏人哥哥不在的时候，他才能要爹爹抱着睡。周唐亲了亲骆平汗湿的后背，小夫子，我们去洗洗。骆平显然不想动，他快要给折腾散了。周唐无奈，干脆抱他起来沐浴。这些事他倒是做惯了，这些日子里骆平过得放荡，完全是当官当过瘾的模样，整天玩乐犯懒不肯动，他只好亲自伺候着。不过他觉得相当满足，小夫子对他任性，这没什么不好。所有事情都不需要小夫子担心，他只要待在他身边就可以了。洗去那一身乱七八糟的味道，周唐从后面抱着骆平准备入睡。鼻尖忽然飘入一股悠悠的香气，很熟悉的味道，以前不觉得，今天让他格外在意。四下嗅了嗅，发现骆平的床围悬着一只香囊，味道与今日香妃袖里的味道很像。周唐定下心神琢磨半晌，总算回过味来。数年前在沟梁，骆平的娘亲给了骆平一只保平安的香囊，骆平与他说过，那香囊出自西昭国师之手，香气独特，但他似乎不大喜欢，一直不愿意佩戴。是了，大概这香味有西昭王族的特征，他是为了避嫌吧。小夫子也真是太多心了，他怎么会依他呢？怎么会？不知怎么的，周唐胸口蓦地一痛，他听见脑海里反问的声音：你真的不会依他吗？如果你不知道那些事呢？若不是骆平那天夜里跟他说过自己的身世和香囊的来历，恐怕他还会怀疑他是否跟香婉公主有什么来往。越是让自己掏心掏肺去对待的人，越是无法忍受他的背叛。他记得骆平当时的战战兢兢，他在怕他，从那时起就在怕他的怀疑。想到这里，周唐忽然有些无措。小夫子，他紧紧拥着骆平，勒得他几乎有点喘不过气。骆平难受地动了动，他才稍微放松手劲。你别怕我，别怕，我会对你好的，一辈子都对你好。一颗赭色的念珠在桌上滚动着，渐渐停下。骆平仔细看完卷纸上的字迹，唇角微弯，眼里却是一片冰冷。吕如江这个名字让他觉得十分讽刺。贺于之提及此人的时候，他还觉得无关紧要，毕竟这个人是周唐入京后他和方进共同举荐提拔的人，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他都没想过吕如江会做出那种事情。然而往往就是这样，越觉得不可能的事就越接近事实。当时仅仅是个卫队长的吕如江背离贺家的原因是不想受宁王的指使，同留河无城墙头草。在周唐大军压境之时，他死守东宫门户，镇远将军战死，昭容公主的一曲落黄舞罢，眼见是要挡不住了，他也不肯认输。方进说过，吕如江是他清扫皇宫时遇见的最有骨气的人，他把剑尖戳在他后心上，步步相逼，也没能逼得他离开东宫半步。后来那一把大火烧了东宫数个院落，吕如江在飞离宫前被俘虏，方进惜才，没舍得杀他，事后把昏迷不醒的他交给了骆平。骆平当时软禁了一批人，这批人都是不肯归顺周唐的忠臣勇将，其中包括他自己的良师益友李元丰。他花了1个月的时间处置他们，有的斩首了，有的罢官了，有的流放了，但更多的是被他劝降了。吕如江是被劝降的人之一。骆平其实没有对他做什么，他只是告诉他，他的忠诚换来了周恒的逃出升天，而从那一天起，他应该效忠的君王是周唐。他把这番话一遍又一遍的对他说，在他神志不清的时候，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在他重新渴望活下去的时候，说到他彻底相信自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最终周唐得到了一名冷硬能干的禁军都统，方进暗中试探过他的忠心，之后对骆平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操纵人心，我再练10年也比不上骆木全。周唐心满意足的嘲笑他，10年？你再活一辈子都比不过他。就是这样一个死忠之人，
做出通敌卖国的事。若不是知飞写的确凿，方进又调查过西昭国师进来的动向，洛平还真的不愿相信。这么说来，当年与香妃私通的人是吕如江，就是他构陷了一场篡位谋反、毒害皇嗣的迷局，让那个竭尽心力辅佐皇帝的洛丞相被自己操纵过的人心反将了一军。回想着前世的枉死，洛平笑得凄然。当年他被囚禁前，已查出那人与贺家有过牵扯，还以为是贺家被灭门后余党的报复。如今贺家未被赶尽杀绝，他从头查起，这才把人揪出来。那时候他若能早些知晓真相，洛平摇了摇头，罢了。那时候他说的任何话，周唐都不会听的。归根究底，他并不是死在奸人的陷害里。方进打着和解的幌子，往丞相府递了份拜帖，投其所好，邀请洛平去南梦园听戏。洛平心不甘情不愿的答应了。之后听说西昭国师也跟着去了。戏园子里照常热热闹闹，洛平的意思是就在大堂听戏是最有趣味的。方进费了半天劲才说服他进了雅间。洛平夹枪带棒道：“方大人这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非得进雅间？”方进神色不悦，国师赶忙充当和事佬：“洛丞相多虑了，方太尉不过是图个清静。”“好吧，清静。”洛平语气不屑，招手换来小厮斟酒。“洛大人，雅间也有雅间的好处。”方进拉过小厮说了几句，小厮点头应了。不一会儿，上来一个抱琴的乐女。方进：“叫什么名字？”乐女：“翠花。”洛平被酒水噎了一下，好在忍得及时。方进会享受，逢场作戏也不愿委屈了自己。这女子才不是什么随便叫来的翠花，她是方进府上最受宠的歌姬，洛平是见过的，叫软儿还是暖儿来着，总之不叫翠花。趁着戏还没开演，翠花弹琴唱了两句，声音婉转动听，洛平总算没再跟方进吵架。国师似乎一直有话要跟洛平说，可每每被琴声打断。方进看在眼里，却不点破，更不帮忙。直到一曲唱罢，国师才逮到机会说话：“洛大人，我见你的身形肤色与我们西昭人颇为相似，眉眼亦有些熟悉之感，冒昧问一下，你家乡何处？”“来了。”洛平心里一凛，面上不动声色。国师好眼光，洛某家乡确实在大城西境，听家父说过，似乎祖上第8代与西昭女子通过婚。国师所说的什么熟悉感，大概来自洛某的祖宗8辈吧。国师自然知道他在忽悠自己，正要再问，冷不防被掀起的门帘打断了。门口进来一个他的侍从，附耳说了几句，国师脸色凝重的点了点头，拱手告辞：“抱歉，今日不能陪两位看戏了，香妃娘娘有事找我，皇上召我入宫探望。”方进起身相送，既如此，在下也不便强留，国师慢走。洛平一副懒散样子，举杯作别。国师回头瞥了他一眼，匆匆离去。国师走后，方进轻吁一口气道：“目前这下可以好好听戏了。”洛平道：“台下刚开始唱呢，是许公子的《寒梅记》。”方进摇头：“我今日要听的可不是这个。”洛平挑眉看他：“哦，那方大人想听什么？”“想听你说一出戏，那出你与我说过的死而复生的戏。”“哦，那出戏。”洛平犹豫片刻，一杯酒饮尽，敛眉笑道：“好啊，今日心情极好，便与你仔细说说那出戏吧。”院外是才子佳人的桥段，咿咿呀呀互诉衷肠，屋内两人对坐着，恍若未闻。翠花素指拨弄着琴弦，悠缓曲调流泻于雅室。洛平拢了拢袍袖，娓娓道来：“这出戏说的是那人毒害皇嗣，篡位谋反。那天洛平又一次在朝堂上驳斥了方太尉关于征兵的谏言，依旧没争出什么结果。皇帝宣布了退朝，他在一群武将的指责声中走出宫门。洛平知道征兵是皇上的意愿，他也知道皇上是碍于他丞相的面子才没有当众否决他的意见。他还知道周唐觉得他插手的事情太多了，有时候会嫌他烦。可是他管不住自己，他想让自己的君王成为一代人君。
前阵子贺家的满门血案已经给皇上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那本纠之力，朝廷越近就传得越快，手抄本在黑市中进行着买卖，街头巷尾常可听见文人对此事议论纷纷。虽不成气候，可洛平实在担忧。另外，他隐隐觉得周唐近来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他看他的眼神似乎带着戒备，还试探着问过他的家底。洛平不知该怎么解释母亲与西昭的关系，便没有细说。那一日欢好时，周唐嗅着他颈间的味道，问他：“洛卿，你身上很好闻。”洛平小声应了，只把他当作情话，没有在意。他与周唐的关系是从周唐登基后不久开始的。周唐不再像以前那样喊他小夫子，而是完全用另一种方式对待他，像是情人，又好像只是一时的情迷而已。失落自然是有的，不过在他的立场上还能奢求什么呢？他只想陪在这个孩子身边，离他最近罢了。月前，周唐娶了西昭的香婉公主为妃，他们之间的关系仍旧如此，所以洛平偶尔会想，可能自己对于周唐而言是不一样的吧。周唐一寸寸咬着他的锁骨，这种香味很特别，闻过一次就不会忘。洛平回过神来，香味？什么香味？周唐盯着他，这是洛平第一次看见他对自己露出这种冰冷的眼神。洛卿，你身上的味道跟香妃身上很像呢。一瞬间，他惊醒了。周唐并没有深究，但那句话是给洛平的警告。洛平知道他在疑心自己，一时气闷，便应了南安王世子的邀约，去花街喝酒赏灯。平日里他从不参与这些风月之事，最多与几位交好的官员饮茶谈天。说来也巧，那夜皇上微服至丞相府找他，岂料扑了个空。等到子时，洛平一身酒气粉香归来。周唐皱眉问：“哪里快活去了？”洛平怔怔道：“南安王世子邀臣赏灯。”周唐冷哼一声：“赏灯？花街柳巷的灯大约是比我皇宫里的好看吧？”“不，洛卿，近日你与不少官员走的都挺近的，怎么有了点小权就开始张扬了？”“臣不敢。你私底下收人好处的事我是知道的，只不过不想管而已。洛卿，这个丞相之位我就是让你坐着玩的，只要你不做背叛我的事，你想怎么玩都可以，懂吗？”洛平不知他是何意，惊出了一身汗，不敢接话。周唐缓了语气：“好了，过来我问你，南安王世子要你给他办什么事？”洛平之无，世子让臣在选妃一事上为其妹美言几句。选妃？你又掺和到这种事情里了？周唐怒极反笑：“好，那朕就听听你的美言。”洛平斟酌半晌，蹦出6个字给他：“屁股大，好生养。”周唐看他微醺的迟钝模样，有些好笑，故意道：“与朕的西昭妃子相比如何？”洛平脸目，自然是比不上香妃娘娘的。周唐脸色一沉：“洛卿，我可以给你权势，但并不是你做什么我都能容忍，不要再对香妃有什么妄念，你明白没有？”“妄念？”洛平不解，望着他道：“没有妄念，一点也没有。他对谁都不会有妄念，因为就连他掏心掏肺去爱的那个人都不能完全属于他。”洛平不想违逆周唐的意思，但他后来还是刻意去接近香妃了。4个月后，香妃有了身孕。周唐很兴奋，虽说他不喜与妃子同房，与香妃也只有那么一次，但有了自己的孩子，还是觉得很欢喜的。他把这份喜悦告诉了洛平，洛平深深躬下身体，祝福着小皇子，眼里却是一片忧愁。心里的苦涩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当时他正在怀疑香妃与某个贺家的余党私通。他甚至怀疑香妃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周唐的。在4个月前的那场中秋宴会上，西昭国师专程为香妃娘娘送来故乡的问候与赠礼。洛平收买的宫女慧慧听到了他们之间的交谈。慧慧说，国师给了香妃一包东西，叮嘱她务必在3日内令周唐与她同房，还说那包东西可以略微推迟孩子出生的时间。他们口中提到了一个人，慧慧没有听得很清楚，
只听见那人与曾经的领侍卫内大臣有过牵扯，国师希望香妃与那人的接触更加小心。洛平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但出于大成与西昭两国的邦交考虑，他一直不知该怎么处理。如果告诉了周唐，按他的性子，势必会杀了香妃。他平生最恨的就是不忠的女人，会让他想起那个带给他诅咒的母亲。而他一旦这样做，西昭与大成的关系必然会变得紧张，甚至破裂成争端的局面。夺皇位和平叛党已经带来了太多杀戮，大成不该在周唐的手中连年战乱，他应当是个坐拥盛世的皇上，而不是个嗜战的暴君。所以洛平私下见了香妃，他给他端去了一碗打胎药，对他说，喝了这碗药，你便断了与那人的来往吧。你告诉我他是谁，我可以想办法让他离开，否则你和他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都会死。喝了药，你仍旧是大成的皇妃。香妃忽然笑了起来，洛平，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我们身体里都流着西昭王族的血，我不揭穿你，你也不要揭穿我。多年后坐在这龙椅上的就会是我们西昭的后裔，这有什么不好？我是大成人。是吗？在他发现你身上的香味与我的如此相似之后，你猜他会怎样想呢？我会与他解释清楚。洛丞相，你对皇上果然忠心耿耿。香妃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看着洛平，你知道吗？皇上也很惦记你呢。那夜他醉酒后在床上与我欢好，嘴里唤的却是你的名字。洛平抿唇不语。他不爱我，我为什么不能去爱别人？那种得不到自己所爱的感觉，你不懂吗？洛平心里猛地一痛，反倒是痛醒了。他深吸了一口气，把药碗塞到香妃的嘴边。我已经从他那里得到我想要的了，你喝了它，我保你平安。香妃猛地把药碗砸在了地上，怒斥道，洛平你好大胆，竟敢毒害皇嗣！就算你再怎么恨我，可我肚子里的皇儿是无辜的呀。洛平先是一怔，而后缓缓回过身去，下跪陈情，陛下，臣不是周唐府侍者曾经的小夫子，我早知道你对香妃不满，你暗中接近她是出于嫉妒吗？我给过你改过的机会了，可是洛卿你还是执迷不悟。你对我好，是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丞相的位子，荣华富贵。是啊，我把这些全都给你了，可你却要谋害我的孩子。你不明白吗？我的身边不可能永远只有你一个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有的小唐了。为什么来的这样巧呢？周唐是被侍卫叫来的，这是场算计，算好了时机，算好了他最卑鄙的那一刻。洛平直视着周唐眼里的悲愤和失望，忽然什么也不想辩驳了。他跪在那里，他高高在上的君王已经不在他的视野里。说到这里，洛平停顿了下来。方静问他为何不说了？你故事里说的那个卑鄙丞相和傲慢皇帝后来怎样了？虽然洛平把戏里的人物全都改头换面了，但方静却觉得自己都入到了那出戏里。那是一幕幕仿佛近在眼前的画面，他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都看得见。洛平叫小厮又给他温了一壶酒，指着堂下的青衣说，听他唱两句，我喜欢这个角，整出《寒梅记》里就这个叫晴雪的姑娘最有韵味。你听她的流水转高腔，晴雪唱着一树梅花望卷缕，羡煞谁？红尘断处，又见暮色垂。纵酒一杯千金至，少年头莫回。今朝有耳，今朝醉。仲离，听完这一曲，我再与你接着讲。晴雪唱罢，余音绕梁。洛平放下喝空的酒杯，看到一旁的方静把扇子合上又打开，打开又合上，不禁笑道，仲离，你怎么也不注意点形象，何至于急成这样？方静暗想，这可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尉，也不知隔间里面那位是怎么忍得住的。目前戏也听完了，你就继续说吧。好。洛平笑了笑，上回说道，那丞相想要毒害皇嗣，皇帝虽然震怒，但念着旧情，本不愿过多为难他，奈何祸不单行，毒害皇嗣这么大的事，
搁在别人身上就直接是杀头的罪，但到了洛平这里，被硬生生压了下去，变成了停职查办。周唐的态度明显是要息事宁人，那些想把事情闹大的人也有些束手无策，如此都扳不倒洛丞相，他们充分认识到此人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于是，在洛平停职的这一段时间内，他们也没敢有什么异动。香妃安心养胎，周唐时常去探望。那天陪他在御花园闲逛时，香妃望着迟暮的穆芙蓉，有些感怀，他们凋零的这样快，真是可惜。周唐随口安慰，败了还会开，明年还是能看见他们的。香妃道，明年开就是明年的事了，快要入冬，这花园里头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了。皇上，要是有一夜花开的庭院就好了，一觉起来就长了满园子，多好啊，您说是不是？周唐不以为意，哪有什么一夜花开的庭院，别做梦了。周唐送香妃回到玉蟾宫，回真阳殿时又路过穆芙蓉的园子，红花瓣落了一地，无意间踩在脚底下就烂成了泥，看着确实有些凄楚。也不知怎么的，周唐忽然想见见洛平，就出宫去了丞相府。曾经门槛都要被踏坏的丞相府，如今却是门可罗雀。朝中官员终究是看着皇帝的眼色行事的，现在丞相被停了职，他们为了明哲保身，自然是躲得远远的。周唐进了府里，就看见洛平坐在轩窗前写着什么，侧脸瘦削了不少，一向白皙的面庞上多了不少胡子茬。他轻轻咳了一声，引得洛平抬头看他。陛下，周唐把到了嘴边的小腹子咽了回去，问道：你在写什么？洛平的桌子上堆了漫漫一摞纸布。周唐问他：你还在忙通鉴吗？不是让你歇下来了？那些补充入库的事情就让翰林院那些人去做好了，闲得无聊，还不如自己找点事做。洛平匀了匀笔墨，再度提笔。你是在怪我吗？周唐脸色不大好看。你犯那么大的错，我只是停你的职而已，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臣没有不满意的地方，陛下多虑了。见洛平的注意力都在纸上，甚至没有看着他说话，周唐怒了，抢过纸张说：洛卿，你摆这副样子给谁看？洛平只得放下笔，叹了口气：陛下，我真的不是对你有什么怨愤，现在这时候若不拿些书来看，找些字来写，我还能干什么呢？周唐把那张画花了的纸扔到地上，说来说去，你就是觉得手里没权了，心里憋屈吧？什么没事做，我又没有进你的足，你去遛遛鸟，赏赏花不好吗？只不要多管闲事就行。遛鸟赏花，洛平苦笑，这是要他奉旨玩乐呀。是，臣知道了。哎，慢着。说到赏花，周唐突然想起与香妃的戏言：洛卿，你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夜花开的庭院？一夜花开？是啊，只需要栽种一个晚上就能开满庭的花，你有没有见过？这不如这样吧，你不是说没事做吗？我就给你布置个任务，给你1个月的时间，你去找来这样的花。周唐这样说了，洛平没有异议，他是皇帝，有想要任何东西的权利。1个月后，在周唐都要把这件事忘记的时候，洛平差人禀报说：陛下，找到了。周唐心间一跳，找到了？还真有这种花啊！这都初冬了，还能开吗？更重要的是，洛平把他的话放在心上记着，这一点让他非常高兴。其实他觉得这样就很好，洛平在他身边领份闲差，不招惹是非，不劳累过度，这就行了。香妃听闻了这件事，挺着肚子也要跟去看，这本来就是他的想法，周唐就带着他去了。到了丞相府，洛平淡淡看了眼周唐身后的香妃，深深行礼，拜见陛下，香妃娘娘。周唐往院子里扫了一圈，只见到一片肃杀之景，便问：洛卿，你说的满庭芳呢？洛平回答：陛下不是要看一夜花开满园吗？臣邀您过来，就是让您亲眼看见那些花从无到有。侍卫都已布下防卫，陛下和娘娘不如今夜就在微臣府上歇息吧，明日一早
就在这个庭院里，就可以看见了。香妃很是疑惑，骆大人，你这院子里连块土地花坛都没有，如何一夜让它长满？你可别信口开河，这也算是欺君的。周藏蹙眉，不过是个游戏，什么欺不欺君？香妃见触动了龙颜，不敢再说。洛平淡笑不语。主卧让给了皇帝和香妃，洛平便住进了偏厅客房，那里被他改成了一个小暖阁。走进去后，一不留神脚下碰到了什么，发出叮当脆响，洛平赶忙收了脚，再小心的迈步。他躺在床上眯了一会儿，听到二更的梆子响才坐了起来。彼时已经夜深，只有外院来来回回的侍卫巡逻声传来，主卧那边已经熄了灯。于是洛平开始种花。侍卫听见细微的动静，进到院子里来看，只见丞相大人挽着袖口，弓着身体忙活，每一步都很仔细，看起来有些辛苦，便问要不要帮忙。洛平摆了摆手，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好。洛霜之前做完就行了，你们无需管我，保护陛下的安危最重要。清晨，周唐悠悠醒来，不禁有些懊恼。昨夜他本想看着洛平的，可那安神香显然是洛平给他安排好的，一觉睡到天亮，夜里的事他是一概没看到。香妃也迷迷糊糊的起来，要伺候周唐穿衣，被让开了，不必了，朕自己来。迫不及待的穿戴好，周唐一把推开房门，外面就是丞相府的庭院。他在看到眼前的一切时，瞬间愣住了。昨天还是一片荒芜的地上，现在满满的都是花，有的刚刚绽开，有的已经盛放，花瓣上落着霜，在清晨的阳光里闪闪发亮。香妃很是惊讶，而周唐的神色很是复杂。地上是数百只瓷碗，每一只碗里开着一朵莲花。只一夜，初冬的庭院里开满了挽莲，捧起一碗，甚至能听见轻微的绽开声。香妃不禁赞叹，它们都还是活的，好漂亮。洛平说，这是陈月前派人从南来带回的挽莲，南来四季如春，妥善处理的话，一夜花开也不是难事。周唐却没有再看地上的花，他的眼睛盯着洛平头上凝结的霜，那就像是黑发一夕之间变得花白了。那个人邋邋遢遢的站在那里，袖口潮湿，脸色冻得发青，手里端着一只碗，对着他淡淡地恭敬的笑。忽然记起当年他冲过去拽他的手腕，害他打碎了那朵莲花。南来有那么多的花可以带回来，可是洛平只要了这一种。小夫，陛下可还满意吗？洛平望着手里的挽莲道，只可惜大城的天渐渐冷了，这些花最多只能开上一天，比那些木芙蓉还要短暂。不过世上本没有万全的事，有些花轰轰烈烈的开那么一次也就够了，不求长久。不求长久。注：本篇中的挽莲是虚构品种，请不要与现实中的实物混淆。香妃不明白，怎么就为了那一庭院的花，洛平就重掌丞相大权了？虽然心有不甘，但国师给他的密信中说了，这样反而更好，什么都不掺和的落木权，他们还真没有办法扳倒。洛平去了大理寺，正要细查那个人的时候，却忽然被一道对照抓了起来。他重掌大权不到半月，又被捅出了事端，而这一回连周唐也不保他。先是他在任期间收受的每笔贿赂的账目，再是他与西昭来往的书信，还有他身上的那股味道，西昭皇族特有的香囊的味道。每一项证据都站得住脚，里面真真假假，以假乱真，甚至把洛平的母亲都推到了前台。他从大臣的丞相变成了西昭的细作。周唐不得不开始怀疑他。你当初为什么要接近我？是因为我最好骗吗？你教我念书，助我夺位，是想让我受控于你，好让你的西昭有机可乘吗？好，我现在动不了香妃，动不了西昭王族，却还是动得了你的。周唐命人把他关进了大理寺，但没有让人对他用刑。他的意思是，洛平招不招随他的便，只不能跑，不能伤，不能死，就先关起来，关得严严实实的。洛平穿上那身囚服，坐在牢房里出神。
大理寺卿袁旭好歹与他共事过，找他下棋，洛平心灰意懒的说：“不玩了，不玩了，慢了一步就被人将死了。”袁旭叹息：“骆大人，你真的是……”洛平道：“是与不是都不重要了。你没见吗？皇上都没想要查清此事。他烦了，我也累了，所以就这样吧。”他在大理寺一待数月，过了年。听说周唐的孩子已经办过了满月酒。那天周唐来看他，是他入狱后唯一见过他的一次。他对他说：“换个地方待着吧，大理寺也是个是非多的地方。”去哪里呢？他问。无赦牢。好，那里确实没有什么是非。洛平惨笑，捶着风湿的腿站起来，走吧。押解的过程中，有人行刺，几个狱卒根本不是那名刺客的对手，洛平的手臂和颈侧都被刺伤。危急时刻，有几个人影窜出来与刺客交锋，刺客不敌，负伤逃脱了。而那几个人影把他送进无赦牢后，也迅速退去。人影是皇上的暗卫，洛平知道，只是他想，何必呢？已经到了这一步，又何必这样呢？皇上还派了大夫给他治了伤，之后他被关在昆字牢房中，这一关就是1年多，直到第2年冬天，他才接到释放的免罪谕令。这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却足以磨灭一个人所有的念想了。传令的工人说了一堆，似乎是什么真正的细作抓到了之类的，他没有听得很清楚。那时候他想的只是走出去，再看一眼。他看见外面在下大雪，他看见他曾经的权势和他曾经的君王都在北面很远很远的地方。他问一个杂役要了一只碗，像个乞讨的人一般，一直往北方走。可惜他最后的祈求还是被埋在了雪地里。地府的判官倒是听到了，判官给了他重来一次的机会。他说他还是想做官，他还是想待在那个人的身边，如果能待得更久一点是最好。当然他也不敢太贪心了，不然贪到最后又是一无所有。目前这出戏叫什么名字？方静问。叫什么？我想想啊。洛平扶着案几起来，步履有些摇晃。他一边想着门口走，一边悠悠地说：“叫当年离骚吧。”他走了出去，拉着小厮说要找秦雪讨个香帕做留念。雅室里隔间的门开了。方静道：“陛下，骆大人说的这出戏，您觉得如何？”周唐拾起洛平喝过的酒杯道：“我觉得那个皇帝和那个丞相都是混账东西，完全比不上我和我的小父子。”是，那是当然。方静立即给我去查国师和香妃。遵命。那陛下你，我去找那个秦雪聊聊民间戏曲。是，陛下，慢走不送。方静摇头。好吧，民间戏曲，那您奔着那个哼戏跑掉的落醉鬼去干嘛？洛平一身酒气的跑去勾搭人家青衣，把秦雪吓得直躲，以为又碰上了厚脸皮的登徒子，赶忙叫了南梦园的打手过来哄人。洛平解释自己只是来要个香帕，可是没人听，硬是被推到门口，却突然被堵住了去路。秦雪和打手们抬头去看，只见堵路的那人锦衣华服，面如冠玉，看着就是个贵气的公子哥，可比那个醉汉顺眼多了。秦雪此时也不觉得怕了，挪不上来一俯身，软语道：“小女子这厢有礼了，不知这位公子有何事？”周唐看了他一眼，从打手的手里接过东倒西歪的洛平：“没事，来带人回家的。”“对不住，吓到姑娘你了。”秦雪一愣，尴尬笑道：“无妨，公子请便。”周唐扶稳洛平往外走，进了车架，洛平揉着太阳穴说：“一国之君流连梨园，这可不是小事啊！作为贤相，我该好好劝劝。贤相自己在这里乐不思蜀，我这个皇帝还管不得了。你居然真的在……”洛平弯着嘴角：“国师被你遣走了，就为了要听我说说戏吗？”周唐冷着脸不说话。洛平笑说：“仲离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就知道他不会白请我的客。”周唐拿下他的手，替他揉穴位。吃里扒外，
哪边是里，哪边是外？我若不这样做，你还要把这出戏在心里捂多久？小夫子，我永远是站在你这边的，你就那么不信任我吗？我说这样的故事，你会信我吗？我不信。是吧？洛平苦笑。我不信那个皇帝会真的那么无情。周藏说，没有人会对自己深爱的人做出那么残忍的事。我想，他一定是太蠢了，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更好的出路？那如果是陛下你呢？你能找到吗？我不知道。周藏抿唇，你说的那些，与其说是前生所见，倒更像是现在的预言。我从小就觉得很奇怪，你似乎是无所不知的。可是正因为你无所不知，就总是把所有事情藏在自己心里。你一直在我的身边，但从来不敢多给我一点信任。你是怕我会像故事里的那个皇帝一样吗？小夫子，这次我们一起面对好不好？我们都不要做自以为是的人了，好不好？洛平知道自己醉得不轻，醉得整个世界模糊了。中秋节，真央殿，周唐掂着手里的小药瓶，对下面的方静说：“方清啊，方清，朕不久前才特许你进出后宫，你这么快就给我带来这么个玩意儿，存心给朕扣上一顶绿帽子吗？”方静躬身：“臣不敢。”周唐道：“你不敢，有人敢。香妃怀孕了。朕压根就没进过她的房，她怎么就怀孕了？这个药瓶你怎么弄到手的？没被发现吧？”臣没有直接与香妃娘娘接触，而是拜托知妃娘娘前去串的门。知妃娘娘的侍女慧慧看到国师交与香妃这个药瓶，就趁机去偷了出来，用一瓶风寒药丸换的。拿去给太医验吧。还有，小夫子说最有嫌疑的人是禁军都统吕如江，可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近期不要打草惊蛇，只帮我盯着就好。是。好了，你下去吧。中秋宴刚结束不久，前走了方静，周藏忽然觉得一阵空虚。外头高高挂着一轮明月，这偌大的皇宫里却没有真正能跟他团圆的人。他不甘心，半夜差人到丞相府，把刚回去的洛平又叫了过来。洛平在宴上吃了5个蛋黄月饼，正撑得慌，一来一回就当散步了。可回到了真央殿，茶水还没喝上一口，就听周唐说道：“你瞒着我跟知妃暗通款曲多久了？”他给吓得胃里一阵痉挛，差点把蛋黄全吐出来。周唐看他脸都白了，知道自己玩笑开过了头，慌忙递了杯茶水给他：“小夫子你别怕，我没有要怪罪你。”洛平深深看着他的眼睛，确认他真的没有要问罪的意思，才接过茶盏，手指间还在微颤。上一世就是因为与嫔妃牵扯不清，才落得那样的下场，直到此时他仍有些心有余悸。周唐见了他这副杯弓蛇影的模样，心里一阵抽疼：“小夫子我错了，你听我说，我在调查国师和香妃，与之那丫头帮了不少忙，我猜一定是你指点她的，所以我只是想问问你当时是怎么安排的。”说实话，其实他心里还是有点疙瘩，因为洛平情愿求助于一个小丫头，也不愿与他坦诚相待，可惜他的小嫉妒根本敌不过小夫子的一个畏惧的眼神。洛平说：“那人与贺家有过关联，就让贺家来把他挖出来，这样是最好。臣不方便出入后宫，只好拜托知妃娘娘，当然也是有条件的，这一点希望陛下能成全。”什么条件？等事情了结，请陛下封知妃为皇后。皇后？贺家势力都被削得差不多了，墨城里就只剩下知妃娘娘和他大伯这一脉，能稳住他们的忠心，对大臣来说也是一件百利之事。就为了这个，你就让我立他为后？小夫子你不能这样，你明知道我就喜欢你一个，你不能逼良为娼啊！谁要被逼为娼了？洛平抽了抽嘴角：“陛下，你总要立个皇后执掌后宫的，而这是臣所力不能及的。”周藏愣了愣，似乎了解到洛平说的没错，小夫子绝对不可能答应做他的皇后。叹了口气，周唐说：“小夫子，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总想着有一天真正成为皇宫的主人，现在实现了，
却发现跟以前没什么不同。这些亭台宫阙还是和以前一个样，里面的人也是一样自私自利，没有人会把这里当成一个家。陛下，高处不胜寒，你如今站在天下最高的地方，哪里会有人家？你说的对。周唐苦笑，现在我能懂了，当初父皇为何对生我的那个女人那么绝情，又对我那么冷漠，那是因为我和那个女人都背离了他对于至亲的要求。越是在高处，越不能忍受。小夫子，现在这个皇宫里有人同样背离了我，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他？洛平一怔，犹豫道：香妃娘娘她肚子里有了个野种，正想着怎么瞒天过海。周唐声音冷冽，真是人生如戏啊！小夫子，我给戏里的那个丞相报仇好不好？等时机成熟了，我就把这个女人关进无赦牢，跟西昭撕破脸又如何？是他们先做出了无耻之事，我周唐绝不会怕他。无赦牢吗？听到这个熟悉的地名，洛平不禁动容。周唐真的是最像他父皇的人了，背叛他的人，他从不会给予宽恕的机会。小夫子，小夫子！周唐唤他回神，你来陪我赏月吃月饼吧。他把御膳房特别制作的月饼摆到两人面前，还记得吗？小时候过中秋，你给我带过月饼呢，那种油纸包的，椒盐味的，御膳房真是窝囊，嘱咐了他们半天，做出来的还是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洛平吃掉的5个腻死人的蛋黄月饼又泛了上来，不，臣不饿，陛下您自己享用吧。周唐见他一副要吐的样子，戏谑道：小夫子，你怎么了？莫不是怀了龙重吗？说香妃怀上我不信，说你怀上的话，我一定信的。说着，他手就不老实的探入洛平的衣襟，摸上软软的肚子，然后往下，再往下。洛平按住他的手，往他凑过来的嘴里塞了一小块月饼。陛下，以前过中秋，你吃月饼时，臣都会给你说几个民间故事。既然你如此怀念那段时光，不如臣再给你说几个故事吧。话说吴刚和后羿在一起之后，周唐仰天长叹，小夫子真是天下间最没情调的人了。香妃始终没办法把周唐拐上自己的床，眼见着时机要错过了，不由得着急起来。也就是在这时候，他露出了马脚。方进发现玉蟾宫的巡夜守卫出现了漏洞，这漏洞太过明显，吕如江作为禁卫军的都统，不可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可这个漏洞就是那么赤裸的存在着，留着一个小孔，让人来去自如。吕如江与香妃有私情，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然而此时提出质疑的居然是洛平。那个漏洞出现在每个月的月亏时，那个时候吕如江都在城外的训练营地中，能证明他不在场的人一大把。我想陛下的顾虑不无道理，与香妃接触的另有其人，吕如江充其量只是个推手。那是谁？国师？国师没必要做这种事。这谁说的准？说不定国师就是老牛吃嫩草，你没见吗？他都多少岁了，看着还是这么年轻，定是在用驻颜术勾搭又一春。仲离，话不能这么说。就在两人又要开始争执的时候，周唐发话了：争这些有什么用？先把玩忽职守的吕如江抓过来问罪，再慢慢的抽丝剥茧，自然就见分晓。洛平和方进同时躬身，谨遵陛下谕令。嚷嚷半天，他们就是想让周唐把这句话说出来。两个人都是官油子，得罪禁军都统的事，谁都不想揽到自己身上，齐心协力推给皇上才是正道。周唐下完令也反应过来了，好，这两个贤臣倒是联手了。原来最入戏的人是他，他竟以为他们像那出戏里一样是宿敌。吕如江在大理寺里招了，这是当初洛平让他归顺的地方。这次洛平都没有出马，袁旭就从他嘴里挖出了事实。袁旭领着洛平去见人，洛大人，有时候人真的挺厉害的。他是被你洗过脑袋的人，却仍记得自己最在意的事。洛平看了供词，在那张纸上寻找吕如江最在意的事，看到其中一行时，忽然就明白了。吕如江在报复，因为他爱的人死在了周唐的皇位下。
他爱的那个人曾住在飞离宫，有着皇后的称号，却不得景帝的恩宠。人们只知道她是董太师的孙女董云熙，是宁王一派的人，却不知她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在熊熊大火吞噬了飞离宫的时候，吕如江却身负重伤而昏迷，甚至连去救他的机会都没有。等他醒来，飞离宫已成为一片废墟，早就没有活人了。皇帝的女人，凭什么皇帝的女人别人就爱不得了？所以他在发现香妃与人私会后才没有揭穿，还为他们提供便利。供词到这里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吕如江不是香妃肚子里的孩子的父亲。那么那个人究竟是谁呢？洛平看着牢房里的吕如江，一个侍卫。我没有与他直接碰过面，我不想牵扯太深。吕如江一派镇定，我是玩忽职守，但没有通敌叛国，这两个罪可不一样。你倒是狡猾啊！其实洛平很佩服他，这人比他聪明。上一世他就是牵扯太深，结果背上了通敌叛国的罪名。话刚说到一半，少卿忽然冲了进来：“洛大人，袁大人，出事了！香妃娘娘那边出事了，快！皇上让你们赶紧去真阳殿。”此时的真阳殿十分热闹，地上跪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侍卫，边上是梨花带雨的香妃。方静扯着破了个洞的袖子说：“陛下呀，这是宫伤，一干禁卫军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请罪。”洛平的目光落在那个侍卫身上，顿时一怔。他记得这个人的身影和眼神，那是当年他被押往无赦牢的路上前来杀他灭口的刺客。周唐冷冷的看着那人：“挟持朕的妃子，动静闹得这么大，你胆子真不小啊！谁指使你的？或者说你是谁？”那人扭头不答。周唐一个窝心脚踹他身上，正要补一脚的时候，国师踉跄着奔了进来，凄然道：“恳请陛下饶他一命吧。”周唐收回了脚。国师毕竟是西昭的重臣，多少得顾念他的面子。于是周唐赐座，遣开不相干的人，让他慢慢说。国师见事情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只好说出了实情。那名侍卫是他们西昭的三王子凤德，也是西昭目前唯一的皇族继承者。近年来，西昭皇族受到了天谴，皇族人丁日益凋零。先是几个庶出的旁系被迫叛离，之后大王子和二王子莫名亡故，西昭的国运也是一日不如一日。西昭王心急如焚，请求国师推算天命。国师云：西昭兴运无芒，气数将尽，唯有借命一途可保平安。西昭信奉神明，百姓们听闻西昭已到了亡国之时，处处人心惶惶。为了安抚百姓，西昭王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到大城来，欲借大成国力绵延神明恩泽。不曾想天谴依旧没有放过他们。香婉公主与自己同父异母的兄长凤德早有私情，而这乱伦之情竟让三王子追到了大城来借命。他们想要借大成的气运，却没料到会演变成这样的闹剧。香妃怀上了凤德的孩子，这让他们措手不及。而此时皇上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们不得不想办法逃走。哼，什么借命？我西昭的运势为何非要依靠大成？凤德啐了一口血出来。香婉嫁过来，他一日也没有真心待过她，这样的施舍有什么意义？国师气急，快步走到凤德面前劝阻他：殿下请不要再说了，此事错在我们，我已送信禀告主上，就交由主上来定夺吧。我还是要先带香婉。凤德还要再说，国师轻掸衣袖，散出一阵香气，凤德便晕了过去。香婉已被吓得口不能言。国师长叹一声，对着周唐恭敬行礼：陛下，为了两国邦交，请允许我暂且看护香妃娘娘和毕国王储，待主上示下再做商谈。周唐勉强同意了。事情告一段落，洛平上一世的疑惑也解开了一些。当年他们为了瞒天过海，不惜栽赃于他，而之后大成国运日渐衰败，想来也是他们所谓的借命之果。神明之事他原本不甚相信，但如果真无天命一说，他的死而复生又如何解释呢？大判官要他力保大成千秋，应当也是预见到了这样的天命。15日后，西昭使臣进殿，使臣言辞恳切，
请求皇帝宽恕，说愿倾西昭之力赔偿赎罪，只要皇帝放过凤德王子，他们也会接回香婉公主，从此再不提借命一事。周唐没有急着下定论，问骆丞相的意思。骆丞相道：西昭一直是我大成的友好邻邦，此事虽说让两国都蒙了羞，但也没有必要因此而终止两国的交情。陛下，臣以为西昭王很有诚意，我们大成也该展现应有的气度。那好，就听洛卿的。周唐对使臣说：你们的公主和王储就带回去吧，你看，还附送了一个小的给你们，我们大成果然大方嘛。是，陛下英明。使臣擦着汗，战战兢兢的下去领人。周唐心情很好，洛卿，你只用一出戏就解了如此迷局，当真厉害。你立了大功，说吧，想要什么赏赐？方静轻轻咳了一声，意思是他也立了不少汗马功劳，还受了工伤，希望皇帝陛下也照顾着他一点。可惜周唐眼里就那一个人，完全无视了他。洛平上前一步道：回陛下，臣斗胆向您讨一位美人。周唐心里咯噔一声，当着那么多大臣的面又不好发作。那个洛卿，你要美人？好，朕答应你。当晚洛平回府，听家仆说皇上送来了赏赐。正纳闷，刚进门却落进一个结实的怀抱，耳边是暗藏愠怒的轻笑。洛卿，朕可算是美人？洛平抚额叹息：陛下，臣要的美人是送给西昭王储的。周唐面露尴尬。他们想要借大成的命数，虽说事出有因，但也实在歹毒，不给他们点薄惩，怎么说得过去？洛平解释：大成大方，但臣一向不大方。香婉和凤德那对兄妹情人不是伉俪情深吗？那我们就送一个咱们大成的美人过去和亲，看他们收拾不收。小夫子你果然还是怨恨他们的。怎么可能不怨恨呢？他们设计害死过他啊。周唐亲吻着他的眼角、嘴唇，轻声说：没事了，小夫子，没事了。那出戏不会再重演了，你一定要相信我。一场缠绵，周唐神清气爽的回到宫里，忽闻禀报，说西昭国师求见。国师？明日西昭一行人就要离京，国师这时候来找他，是何用意？周唐想了想，召他进来。国师觐见，深深一拜：陛下，深夜造访，实属冒昧，但我主上还有一事要请求您，请您务必听我一言。什么事？你说吧。请陛下给骆丞相一个出使西昭的机会。我为何要让他出使西昭？因为他本就是我西昭皇族后裔，他的母亲是主上的堂宰。如今的西昭，除了凤德王子，他便是最接近王储之位的人了。这份诏书，周唐草拟了10几遍，写了改了扔。大太监见他似乎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了，赶忙给玉玺蘸好了印泥，结果皇帝陛下直接把诏书放烛台上烧了。周唐灭火。大太监遵旨。在皇上身边这么久了，大太监很了解这位主子的脾性。皇上做事情向来决断，还从没对哪件事这么犹豫过。他虽然不识字，看不懂这诏书上写的什么，不过猜也能猜到，这件事定然与那位骆丞相有关。那个西昭国师离开后，皇上已经折腾了一宿，眼见着就要到了早朝时间，大太监不得不出声提醒皇上。周唐叹了口气，提笔又把诏书重写了一遍，终于盖上玺印，像是多看一眼都嫌闹心，随手丢给大太监道：上朝。洛平在右边上首第一位恭敬的站着，周唐坐到龙椅上后，目光就没从他身上离开过。他也不说话，就这么阴沉沉的盯着他，把下面的文武百官吓得噤若寒蝉。方静不知那两人又出了何事，觉得气氛不太妙，只得出列上奏点什么。启禀陛下，今日西昭的凤德王子和国师便要离京了，微臣是否要送上3、5礼，聊表尊重？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刚好触到周唐的逆鳞。周唐冷声道：3、5礼怎么够？此去西昭路途遥远，方请你送上100礼也无妨。方静一头雾水，
看周唐的样子，实在不像开玩笑，愣愣答道：“是百里。”这时，周唐才让大太监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日特遣丞相骆平出使西昭，与国师等人同行，送如君公主与凤德王子和亲，代表大臣与西昭王商讨邦交缔约之事，限3个月内归来。”钦此。注：所谓如君公主，是周唐随便挑出来的达官贵人家的女儿，以公主之名出嫁。哦，方静明白为什么是百里了。骆平有一点讶异，不过没说什么，领旨谢恩了。周唐心里那叫一个不爽，他巴不得骆平说句身体不适之类的借口，那他肯定立刻就把这道圣旨给废了。什么一言九鼎，君无戏言，如果不是为了早点了断这些事，他才不想让小夫子离开自己。骆平匆忙回府收拾了东西，就要与国师他们一起上路了。方静在外面候着，排场摆得足足的。周唐没敢亲自过来，只一个人在宫里抓心挠肝，实在难受的不行了，又派人送来个锦囊，骆平收下了，暂时没有看。骆府里一片鸡飞狗跳，骆小安伸着胳膊要骆平抱，哭得眼泪鼻涕呼了一脸。骆平无奈，抱着他柔声安慰：“小安不哭，爹爹很快就回来，给你带好吃的好玩的，你在家里要乖，要听管家爷爷的话，听见了没有？”骆小安呜呜地说：“我要跟爹爹一起去。”骆平看他那么伤心，也涌上了些离愁别绪，狠了狠心，他嘱咐管家抱开他，给小安弄点助眠的甜汤喝了，要是再闹，就说坏人哥哥会来抓他。管家先生诺诺应了，哄着小安进了屋，骆平这才脱身。一路向西，方静果然不折不扣的送了百里。告别时，他对骆平说：“3个月啊，你猜皇上能不能熬得住？”骆平淡淡看了他一眼：“陛下是大人了，又不是小安，还要爹爹抱的。”方静摇头不语，心说：“可不就是要你抱着哄着吗？”骆平谢绝了与国师同城，回到自己的车架里养神。想起周唐给的锦囊，便拆开来看。这一看他怔住了。周唐也跟他学的简洁，只说了2句话：一是令唐以回国陈情，切勿乐不思蜀；二是3个月是说给旁人听的，2个月内就可回来了。骆平知道此行是为了解决自己尴尬的身份问题，这件事全是人情债，一点也不好处理。周唐给他这么点时间，实在是太着急了点。不过眼前几乎能浮现出那人跋扈的样子，骆平抿了抿唇，还是笑了出来。穿过沟梁，刚到西昭，迎接他们的就是如君公主与凤德王子的大婚。西昭王毕竟好面子，对臣民说王子本来就是去大城迎亲的，于是凤德王子不得不携着如君公主接受臣民的祝福，而香婉是被退回来的公主，只能从天门秘密进城。大婚之事办得妥当了，如君成了正牌王子妃。西昭王还说，日后香婉的孩子出生就过继给如君。这对香婉来说非常残忍，可是也无可奈何。他这才恍悟，自己跟凤德的那场云雨之情，永远只能隐没在暗处。是凤德爱他，可是有些时候并不是恩爱就能满足他的。他也想要名分，想的都要疯了。那日骆平在王宫中见到他时，他指着一身素衣，未施粉黛，曾经的艳丽雍容全然不见了，只剩一个纤弱单薄的身影立在宫门边呆望着北面。那边是锣鼓喧天，美酒盛宴，只闻新人笑。其实骆平有些同情他，他也遥望过那些求而不得的东西，只是那些东西早已经被大雪覆盖，冻死在记忆里了。到达西昭1周后，西昭王于后殿中召见骆平，那里是除了国师以外非王族亲人不能擅入的内宫。在那里，骆平见到了自己的家人。他从没见过母亲穿过那样华美帝西昭王族服饰。他顶着那个早已过期的紫染郡主的头衔，一步步迈上宫殿的石阶，从容的一点也不像是离开这里近40年的人。还有他的父亲、妹妹和妹夫。父亲又胖了些，但精神很是不错，远远看见这个当了丞相的儿子就笑眯了眼。骆弥已嫁作人妇，出落得成熟美丽，她的丈夫是勾梁的一名戍边将领，
她嫁过去时，洛平仔细查过那人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洛平承认自己跟西昭王氏的那么一丁点血缘关系，只是在这个家里，除了母亲，他们都与西昭格格不入。他们是大成的子民，这一点从未动摇过。意料之中的，子冉郡主上来就跪地陈情，镇住了全场。他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子冉是自己选的这条路。从那一天起，子冉的荣辱就和西昭没有任何关系了。当然，我的儿女也是，他们姓骆，不姓于阎魔。”西昭王憋了一肚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话，统统没有说出口，就全都被他堵了回去。他有些黯然的看着洛平，心想：确实，这孩子一点也不像于阎魔家的，那眉眼那么平淡，那嘴唇那么单薄，倒是洛弥跟他母亲长得很像，美如画中仙。只可惜，居然也嫁给了个大成人。他扶起子冉道：“王族人丁凋零，莫不是天命真要亡我西昭？”子冉安慰他：“不是还有个小孩要出生吗？他有那么纯正的西昭血统，只要他能活下来，不就证明西昭气数未尽吗？”可是国师早年就预料过这样的事态，当年他不惜冒着重罪助我逃脱，其实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西昭。他想给西昭多留下一些可能性。陛下，西昭不能再固步自封了，先人们那些神明庇佑的言论已经救不了国了。那子然你的意思是，不要再守着所谓的王族尊严，朝中的内戚都该换血，辅国之位应当能者居之。因为王族的高傲和愚昧，西昭损失了多少忠臣良将，他们的血在神殿里日夜不得安息啊。话到此处，他也不忘给自己家人谋福利，而且西昭与大成的通商之路也该拓展了。山匪早已清剿，西昭的通关商路却还是早先那几条，根本就不够。西昭王沉吟说：“这样的话，若是以前，我肯定把你送去神殿受刑了。不过如今想来，子冉你说的没错，是我们西昭太自负了。”子冉趁热打铁：“陛下原本的和亲计划失败了，可是大成仍然有意与西昭联姻，这说明大成已经率先示好了。他送来了如君公主，接下来就是要看您的诚意了。”我的诚意？洛平触眉。周唐什么时候跟他母亲勾结上了？居然怂恿母亲去设计自己的故国，这又是在打什么鬼主意？那日事情没有谈完，子冉似乎不急于一时，说是难得回国，想要好好看看，四处游览放松一番，一家人当然都同意了。于是洛平也只好静观其变。周唐近来心情烦躁的很，他在宫里压根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觉，折子看不进去，闲下来又不知道能干什么。那天早上，他支开侍卫信步闲走，不知怎么的晃到了福东殿。这个偏僻的小院，由于他的主妇一直有人打扫，可是他登基后诸事繁忙，鲜少再到这里来过。此时不经意的面对那扇院门，就勾起了他对这里的许多记忆。他记得小时候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记得那些冷掉的饭菜，记得在竹林里迷路的恐惧，也记得那个阴沉的雨天午后，洛平撑着伞来看他，鬓角上悬着一颗晶亮的水珠。然后他在这里的时光就变得明亮起来。推开木门，周唐不由得一怔。院子里不知何时多了个小水塘，水塘边居然有一个人。那人看见他也是一怔，随即赶忙行礼：“臣妾拜见陛下。”“你怎么在这里？”周唐走近问他，看见水塘里长着几株小小的莲花。“是骆大人让我帮忙打理这里的，他说这莲花须得好好照顾着，到了开花时节，便在傍晚时分把茶叶放进莲蕊中，清晨时取出，如此泡的茶，陛下很爱喝。”知妃斟酌着答道：“这几日闲来无事，臣妾就仿照着做做，陛下若是喜欢，不妨尝尝看。”“你倒是有心。”周唐点了点头表示赞赏，莲香茶他确实喜欢喝。而对于这个知妃，小夫子也是煞费苦心了。不用管我，你接着忙你的吧。是。见知妃收集的差不多了，周唐忽然问道：“你想做皇后吗？”知妃顿了顿，坦言：“想。”周唐追问：“你喜欢朕吗？”知妃望着他，
笑容明艳，不喜欢。得到这么个答案，周唐不禁有些意外。你还真敢说啊！不喜欢朕，又为什么想做朕的皇后？只是为了那些虚名和权力吗？陛下，宫里的女人谁不想坐上皇后的位子？不过理由未必相同。有些女人想要情爱，有些女人想要权势，有些女人两者都想要。你想要的是什么？臣妾只是想要一个安逸的生活。知妃说，贺家从极盛到极衰，荣辱都经历过了，与之也懂得了很多。爱上君王太磨人，不如不爱。所以陛下如何待我，与之根本就不在意。但皇后之位很重要，因为她能让所剩无几的贺家人安逸的过日子。既如此，朕就让你当上皇后吧。周唐说，这是朕与洛卿的约定，今后后宫里接进来的人都归你管。只是你记住了，朕这一生唯爱洛嫔，从此后宫与朕再无关系。是，臣妾记住了。知妃跪地谢恩。她隐约猜到过这两人之间的事，但如今听到皇帝亲口说出来，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连香茶给我吧，你辛苦了。周唐回去自己泡了茶喝，香是香，但总觉得有点不对味。爱上君王太磨人，不如不爱。这什么狗屁理论？他偏要证明给世人看，帝王之爱也有专一的。正如某日听见戏文里唱的“玉声吹彻风流子，吾辈钟情如此”。洛丞相出使西昭1个月时，周唐封了知妃为后。封后大典过后，他越发觉得日子无聊，已经无聊到难以忍受的地步。整夜都在消想着小夫子的声音和味道，可怜堂堂一个皇帝饱受禁欲的煎熬，实在撑不住了。他想到跑去洛府待着，洛嫔人虽然不在那里，可怎么说那里也是他的家，有他留下的最多的痕迹。于是周唐厚脸皮的对朝臣说，身体有恙，要歇上个把月，事务都交由方太尉代为处理，之后就躲去了丞相府。方静一下子成了朝中的顶梁柱，忙得快要抓狂。他现在每天3炷香，就盼着洛嫔早点回来，救他脱离苦海，否则这日子没法过了。周唐微服到了丞相府，一进门就见到一幅让他无语的场景。骆小安光着脚丫满院子跑，呜哇！小安要爹爹抱，爹爹！呜！管家跟在后面追，安少爷乖，不要闹了。来，你看，这是孙大娘给你带的点心。骆小安不理，呜呜！小安想爹爹了。爹爹去哪里了？他不要小安了吗？管家上气不接下气，安少爷，安少爷别跑了，当心摔着，我要爹爹。安少爷，爹爹快回来，爹爹不回来，小安就不吃东西了。安少爷，管家终于怒了，你要是再闹的话，我就去喊坏人哥哥来抓你了。骆小安霎时收声，给吓得脚下一绊，向前扑到一个人的怀里，抬眼一看，小脸都吓白了，扭头求救，管家爷爷，我错了，我乖乖吃饭。呜呜，你让坏人哥哥回去吧。管家一见到周唐就跪下去了，他才是被吓坏的那个，哪里还有胆子救他？周唐轻松制服骆小安的挣扎，抱起他道，我什么时候成了吓唬小孩子的恶人了？管家不住的抹着脑门上的汗，陛下赎罪。那个是老爷的吩咐，只有这样安少爷才能安分点。周唐嫌弃的看着骆小安，拿过管家手上的帕子，粗暴的擦掉了他脸上的鼻涕眼泪。骆小安给他擦得鼻头通红，但是自始至终没敢吱一声。周唐让管家把点心留下，带着骆小安进了屋子，亲自喂他吃东西。骆小安战战兢兢的看他一眼，乖乖吃掉了，就是一边吃着一边吧嗒吧嗒掉眼泪。那可怜样连周唐都受不了了，皱眉道，堂堂男子汉怎么能随便哭？骆小安嗫嚅道，可是我想爹爹。坏，好人哥哥，你带我去找爹爹吧。你还真有脸啊，你刚刚分明想叫我坏人吧？周唐压了火气，罢了罢了，跟一个小笨蛋计较什么？你爹爹只是到别的国家游玩一趟，见过国王就会回来的，我们乖乖等他就好了。他都去了好久了，
是不是国王不让爹爹回来？不可能吧，爹爹那么厉害，又会当官，又会挣钱，人又温柔。周唐一顿，是啊，他那么好，而且还跟西昭王族沾亲带故的，万一真的不回来的怎么办？万一西昭王发神经疯，他个王爷当怎么办？万一他娘也说服不了他怎么办？越想越惊悚，周唐猛地站起，提着骆小安道：“走，我们去找你爹爹去。”哦，去找爹爹了。骆小安高兴起来，吧唧一口亲在周唐脸上。你干嘛啊？周唐给惊到了。小安喜欢好人哥哥，爹爹说喜欢就可以亲啊。周唐脸色发黑，以后不准亲你爹爹，听到没有？骆小安扁了扁嘴不说话，大眼睛里仍然满是喜悦。他现在知道了，这个大哥哥一点也不可怕，就是脾气凶了点，其实是个好人来着。管家六神无主的送那两人出府，立刻叫来家丁，吩咐道：“快去通知方太尉，就说皇上带着安少爷去西昭找老爷了，快！”家丁赶紧跑去报信。此时孙大娘买了菜回来，刚巧撞见那一大一小出去。只见大的把包袱让小的背，你是我的小厮，要听话。小的吃力的驮着包袱，哦，没走几步，大的又嫌小的走得慢，干脆连人带包袱抱了起来。算了算了，你这样要走到什么时候？我们先去买了马车再说。孙大娘指着他们对管家小声道：“瞧这傻劲，你看看这两人像不像兄弟？”兄弟。管家抻着脖子瞅了瞅，哎，好像是有点像。紫染郡主这一玩就是大半个月，洛平在神殿里待了大半个月。出乎他的意料，西昭的神殿居然比王宫还要大。依山而建，里面供奉着西昭信奉的神明。神殿由国师掌管，神官并不多，只有10来人，但是每日前来祈福求神的百姓很多。国师告诉洛平，神殿的地下宫殿有3层，第一层放着西昭的宗教中掌管冥界的神明，第二层是西昭王族祖先的灵位，而最下面一层是处置不敬之人的监牢。神明和王族的灵位镇着在那里死去的人的魂魄。洛平跟着国师了解了不少西昭的文化传说，他终于知道西昭王总是提起的天谴是什么意思，那是前几任国师的预言。当时的第5代西昭王本是个勤恳治国的好皇帝，辅佐他的是第3任国师。第3任国师是神殿有史以来最有天赋的女子，传说她有一双看透3界世事的青铜。西昭王着魔般的迷恋上了这个女子，不惜为她触犯了神殿中的禁忌，烧经书毁神像，以至于那位女国师被逼无奈，将自己关在了地宫第3层，放血自尽，以平息神明的震怒。后来那一代西昭王莫名发了疯病，药石罔效，不久也辞世了。就从那一天起，每一任国师在伏击战命时都会得到警示，说西昭将要遭遇天谴。而到了这一代，原本兴盛的西昭皇族居然凋零到一脉单传，甚至连下一代也是至亲乱伦的结果，这让西昭王颇为惶恐，所以才有向大臣借命一说。洛平唏嘘，鬼神之说原本我不甚相信，现在却能理解，这世上当真无奇不有，所谓命数可能也是存在的。国师笑道：“命数当然存在，要不然我岂会见到你这样的人？”洛平眸光微闪，国师是何意？国师没有急着回答，倒是拿了个罗盘推算起来，半晌，罗盘的指针停了下来。他说了个日期，丁卯年3月初10。这是你这一生的生辰八字，不是从出生婴孩开始算起的，而是从你自地府重回人间开始算起的，我说的对吗？洛平心里一凛，丁卯年3月初10，即宣统念1年的那一天。那天他重回到翰林院的赏春宴上，见到了幼年的周唐。国师说：“我不知你因何而重生，但我知道命盘可以重来，姻缘却不可能重复。你走到了这一步，我们所有人的姻缘都已经不一样了。”是吗？都不一样了？是，包括你所畏惧的那一场死亡。洛平从神殿出来时，听说了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消息：大成的君王抱着个拖着鼻涕的小孩子，寻他来了。现在他们人就在王宫大殿，
已经挫伤了2个时辰了。洛平赶忙跑过去，周堂也就算了，拖着鼻涕的孩子是怎么回事？到了大殿门口，他刚巧听见了周堂的总结陈词。总之，只要洛平1日在大城，大城就保西昭平安，一荣共荣，一辱俱辱，可立契约为证。他娘亲接枪，展现西昭诚意的时候到了。西昭王满面笑容地说：“好，好，那就定下契约吧。”洛平还没反应过来什么事，西昭王的玉玺已经按到了一张羊皮纸上，他匆忙走过去要拿来看。什么契约？陛下，你在干什么？可是他的手还没碰到羊皮纸，就被骆小安扑的往后倒去。爹爹！洛平勉强站稳，抱住他道：“小安乖。”眼神仍是责备的望着周堂，这是个君王该有的样子吗？丢下国事跑过来莽撞行事。周堂痞兮兮的回看他，没有你这个做丞相的盯着我，我就没办法治国了，所以要用契约让你跟西昭断绝关系。这边眉来眼去还没结束，那边又是一声狮吼：“什么？平儿什么时候当爹了？为娘怎么不知道？儿媳妇呢？”洛平一时僵在那儿，不知该怎么解释。周堂一步跨到洛母身边，附耳道：“是他捡的，不过岳母大人，您的儿婿就是朕，这个没跑了。”咔！洛母石化了。西昭王也来凑热闹，这个娃娃很可爱啊，其实他也算是我们西昭皇族的，别打他主意。周堂怒耳打断，完全是护着自家弟弟的嘴脸，他不是洛平亲生的，跟你们西昭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且他还是个笨蛋。小安不是笨蛋。骆小安趴在洛平怀里，嘴巴一扁：“陛下怎能这样说他？”洛平拍抚着小安，低声斥责：“哼！”周堂不敢对他俩发火，就翻了个白眼给西昭王。子冉锲而不舍：“小安是吧？来，奶奶抱。”洛平扶额：“娘。”那1日的西昭王宫难得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方镜上的香还算灵验，皇上和洛丞相总算在3个月期限内回来了。这次出使回来，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洛平依旧是权倾朝野的丞相，周堂依旧是严谨治国的皇帝。不过洛丞相的2本折子被推了回来，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皇上对洛丞相的谏言可以说是百依百顺的。后来方静出于好奇，就问了洛平，那2封折子说的什么？洛平没有隐瞒，一个是劝他选秀纳妃，一个是我想告老还乡。方静道：“前一个他当然不会同意，不提。后一个，穆权，你不是一心要当丞相的吗？怎么又要告老还乡？”洛平说：“2封折子一起递的，他若要纳妃，我为何不辞官呢？”把这句话在心里绕了2圈，方静总算明白了其中关窍，摇头笑叹：“如此威胁我们的皇帝陛下，不愧是老狐狸呀！”因为此事，周堂专门找洛平谈了一次话。他在案几上铺了一张生宣纸，提笔挥毫写了几个字，要洛平来看。洛平上前看了，3个字跃然纸上：“平天下。”周堂问他：“小夫子，你觉得我写的如何？”洛平道：“陛下小时候便可以把天下2字写得极好，如今这3个字更见风骨。早年的那一丝内敛进去，笔锋锐利果决，气势如虹，进步了。那你知道这3个字是什么意思吗？”“意思自然是平定天下，安乐百姓之意。”周堂摇了摇头，握着他的手放在宣纸上，一字一顿的指着说：“平天下，意思是在我的心里，平第一，天下第二。平第一，天下第二。”洛平抬眼看他，撞进了他幽深的眼眸中。“小夫子，你再写一次我的名字吧。”周堂说：“我最喜欢看你写那2个字，普天之下，也只有你有资格写下它们。”洛平接过他硬塞来的笔，刚落笔时竟有些微颤，后来却如行云流水，手腕自如地动了起来。明明那么久没有写过这2个字，可是一点也不生疏。周堂抱着他的腰，说着肉麻兮兮的情话：“你担心的事都不会发生，
一直到我死都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不是不得已，我也不会内妃，就算内妃了，我也不会看他们一眼。陛下，这样不行。为何不行？陛下倘若没有子嗣，洛平便是大成的罪人，死后会永不超生。怎么可能这么严重？就是这么严重。小夫子，你实在太没情调了。周藏烦躁地说，我以为只有那个西昭王才会担心这种事，子嗣什么的，只要是周家的孩子不就行了？陛下说的对。洛平忽然笑了，似乎他早就在等这句话。那就请让臣去为您物色一个小太子回来吧。周藏在他后颈狠狠咬了一口，你敢算计我？陛下，一言九鼎。好吧，一言九鼎，可是洛卿你就要负责解决事情的问题了。周藏摆出仗势欺人的皇帝嘴脸，扯开他的衣襟，你要是能给朕生一个小皇子，那是最好的。那陛下还是让臣告老还乡吧。关于子嗣的问题，洛平其实早就考察过。老四出海去了，一去好几年，别说子嗣了，根本找不到他人。老五花天酒地了一辈子，终于定心了，可是不知道那人是谁。只听说为了追那个相好，他跑到道观里修行去了。老三和老六各有子女，但他们心里对墨城极有阴影，都不愿回京，只愿偏安一隅。只剩下一个人，那人如今和妻子在墨城里开了北郊酒肆的分店，生意红火，只是老板本人很少在人前露面。他膝下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6岁，活泼俏丽，儿子4岁，聪明伶俐。洛平找到他们，与他们说明了情况。那人先是有些犹豫，不过后来还是答应了。他说，禅院的大师与我说过不少禅理，往日里那些看不开的，如今也都看开了。他是个好皇帝，我比不上，但是他摸了摸儿子的小脑袋，也许我的孩子能比得过。洛平说，你放心，他不会像你一样被关在那个金铸的牢笼里，他是你们的孩子，自然要成长在你们身边，只是仍要接受宫里的那套教导，不知可否由我来教？咦，洛大哥，你亲自教？是啊，这样一来，我便是正经的太子少师了呀。哈，你这个官迷，何时才会知足啊？九盏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知足？没有什么不知足的了吧？这一生，周唐立了太子，对外称是皇长孙流落民间的遗父子。当年的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牵涉其中的人也都不愿重提了，于是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没人敢有异议。甚至有不明真相的人说，这是皇帝仁慈，不求让自己的子嗣继位，反倒要让大成皇位回归，可见那时候他果然不是有心篡位的。朝阳宫里整日都很热闹，洛平教导着骆小安和周明2个小家伙，这2人都不是省油的灯。骆小安无心念书，不过意外的精于驯兽，猫啊、狗啊、鸟啊、獾啊都是手到擒来，包括难驯的马匹，不出1个时辰就跟他亲得不得了。秋猎时，周唐猎到一只虎，囚在了宫里，闹了好几天不得安生。结果骆小安好奇跑去看了眼，竟然就把他驯服了，甚至可以在御花园遛他。后来周唐干脆把那虎赏给了骆小安。再说周明，周明说白了还是个奶娃娃，才刚刚4岁，话都说不利索，最爱干的事就是窝在洛平的怀里啃他手指头，抱着就不肯松口。周唐来看到了，硬生生要把他掰开，结果周明哭得震天响，洛平哄了好久才好些。就在洛平抱着他转身准备喂点水时，他扭过头，一改刚才楚楚可怜的样子，一边打嗝一边冲着周唐做鬼脸，气得周唐要抓狂。不过这孩子也实在太聪明，学什么都快得不得了，教了他3个月都能背唐诗300首了，自己还时不时能编个打油的句子出来。然后他在洛平面前永远是一副讨喜可爱的模样，在周唐面前就是个捣蛋鬼，可以说他把装可怜和耍无赖的技能发挥到了极致，标准的2面派。所以周唐每天都很煎熬，他心里酸啊，小夫子明明是他一个人的小夫子，可是现在罢了，跟奶娃娃和小笨蛋吃醋太不值了，
至少小夫子晚上还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他们还有一辈子慢慢耗呢。大判官手里有着2本命簿，其中一本正在燃烧着，直到变为灰烬，而另一本正在逐渐加厚，隐隐闪着白光。这2本都是承宣帝周唐的命簿。烧掉的那一本中记述着永远不会有人再知道的事情，比如当年周唐知道有人要陷害洛平，却苦于找不到线索，只能将洛平暂时关押大理寺。后来他查到那人与西昭王族有关，并且因为洛平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王储地位，铁了心要杀洛平。于是周唐将计就计，佯装被洛平的身世彻底激怒，把他关进了无赦牢。却不料那人在路上行刺，害他险些就要失去他，这让他更加小心。无赦牢是当时他能想到的最安全、最受他控制的地方。他想把事情了结之后，亲自接洛平回宫，谁成想他还没到，那人竟倒在了雪地里，心神俱灭，连一句告别都来不及说。那日的雪出奇的大，他见到他时，洛平的身体已经被覆上了一层薄雪，无论多么紧的拥抱，也暖不了他僵硬的身体。看着他手里握着的那只瓷碗，周唐就觉得自己的心也被冻住了。头七过去，没有人倾听他的忏悔，碗里的莲花败了。周唐杀了西昭的凤德王子，杀了香妃，但没有杀香妃的孩子，因为他总是想着这个孩子身上至少有一点点血脉，是和洛平一样的。那一世西昭亡了，大成也没有了正统的子嗣传承。身为大成的开国皇帝，自己的王朝和子孙混到这步田地，大判官终究有些不甘心。幸而现在都扭转了过来，那人总算没有让他失望。大判官取了另外一本命簿翻看，上面写着骆木全一生3部著作，少年仇、承天通鉴，最后一本是唯一没有现世的一本，名叫两世莲华万愿修。大成朝征和5年，真央殿，隆冬，天空阴沉沉的，云层上似乎有很重的东西要压下来。洛平抿了一口清茶，寸寸莲香沁入心脾。他走到殿门前，仰头看天，天光把他的瞳孔映成了苍茫的灰色。周唐合上手里的闲书，来到他身边，自然而然的替他暖手。小夫子，你说许公子的这本书是喜是悲呢？洛平想了想说，无喜无悲，难得他写了本好书。怎么个好法？最后一句好。洛平轻声念着，霜天小月催人老，宴尽时总相恼。谁都想要圆满的人生，只是盛宴将近，总会有些离骚。取了那杯茶，洛平把它淋在雪地上。周唐问，小夫子，你在干什么？洛平唇畔漾开一抹极淡的笑，在祭雪。